我穿了，竟然穿成了一个恶婆婆，臭名远扬，凶狠泼辣，将丈夫战死的续银全部补贴给娘家人。谁曾想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，直接赏给她一道闪电。殊不知被一位上市成功的女企业家穿越到了身上。大山，娘好像没气了。娘，儿子不孝。耳边传来嚎啕大哭的声音，程弯弯猛地睁开眼睛，他看到床前跪着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，竟然喊他娘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一些不属于他的记忆猛地灌进脑海。不会吧，我一个成功女企业家竟然穿越到了古代一个寡妇身上，还有4个儿子，再过几个月就要当奶奶了。娘，你终于醒了。程弯弯听到自己的肚子叫了起来，这是他第一次知道原来饿肚子是这种滋味。娘，我早上挖了一点野菜回来，现在就去煮了。婆婆一不高兴就会骂人，她每次都会被骂得狗血淋头，与其在这儿等着挨骂，还不如去做点事。不多时，一大碗野菜糊糊被端到木桌上，味道很苦，没有放盐，而且这糊糊不知道是什么，根本就吞不下去。可是，一抬头就见面前的大儿子和儿媳盯着他手上的食物吞口水。他将碗放回到桌子上，这个动作，儿媳妇害怕的抖了一下。我什么都没做，儿媳妇就吓成这样，原身在家里到底做了多少恶？我没胃口，你们自己吃吧。他起身就走出了屋子。大山，娘这是。娘让我们吃，那就吃吧。程弯弯走到院子外面，站在家门口，叹了口气。我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？一跃当婆婆奶奶就算了，竟然穿越到了天灾频发的荒年。他迈步走到了稻田里，程弯弯不太懂这些，正要转身离开时，发现天然无污染苦苣菜，1斤10文。程弯弯愣了一下，他将脚边的2颗野菜扯出来。天然无污染苦苣菜2两，价值2文钱，是否售卖？是。这一瞬间，他手上的苦苣菜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2枚铜钱。这时虚浮的面板发生变化，他突然看明白了，实在太饿了。他买了一个肉包子，随后文钱消失，变成了一个肉包子。他3口2口就将肉包子吃完。他决定再多挖一点野菜换钱，他想买的东西太多了。哪个短阳寿的偷老娘家的稻子？呵，原来是赵大嫂子。王婶子咬牙，2人是邻居，天天扯皮掐架，他一直骂不过赵大嫂子，今天终于抓住了死对头的小辫子了。大家快来看了，赵大嫂子偷我们王家的稻子。这么一吆喝，不少人都看过来。娘，这是偷王家的粮食去补贴娘家呢。赵大嫂子越来越混不吝了，偷鸡摸狗的事都干，啥事儿她干不出来。程弯弯的脸都黑了，这块田就在家门口，他还以为是自家的田，谁能想到是王家的？怎么，你们连稻子都不认识了？你家里鸡鸭都没了，挖小额菜干啥？我看你就是故意找由头偷我家稻子。这不是家里没粮食了吗？为了让孩子们吃饱，只能挖点小额菜回去加餐了。各位大姐看不上小额菜，想来家里的余粮一定还有许多，不如借点粮食给我们家吧。众人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一向泼辣刻薄的赵大嫂子还要借粮，这年头借什么都不能借粮食。围观的人瞬间散了。王婶子怕被缠上，转身就钻进地里去拔草了。忙完的他刚走到家门口，他就听到屋子里传出热闹说话的声音。他走进院子，看到屋子的桌边上坐着4个人，看到他回来，4个儿子整齐划一站起身。娘，你回来了。娘，我挑了2桶水回来。娘，我砍了柴。娘，我挖了一点野菜，发现天然无污染野蕨菜，30文1斤。挖半天苦苣，不如这小子挖的这么一点野蕨菜。他弯腰将野蕨菜拿起来，往里屋走去。不一会，他拎出来2斤左右大米，扔在桌子上。程弯弯卖了野蕨菜，花10文钱在商城买了5斤大米，还剩30文。这是白米。娘，咋来的白米？大河村去年蝗灾，收成很差，靠官府的救济才过到了今年，全村就没有谁家里还拿得出白米。这是我准备孝敬你们外祖父外祖母的粮食。他这话一出，在场的5个人心都凉了。不过现在不用了，这么多年我里里外外给程家补贴了多少银子粮食，如今家里的日子是真的没法过了，我才回去要债，谁能想到竟然被你们大舅砸破了脑袋。以后给程家的好东西我们自己留着吃。惠娘，这些米拿去煮了。煮了干啥？大河村的习惯是1天吃2顿，而今家中无粮，被缩减到了1餐，就那么一点野菜糊糊，她一个女人都不可能吃饱，何况4个小子和一个孕妇。她既然变成了大河村的程弯弯，那么就有义务代替原身好好照顾这几个孩子。但一个人若是转变太快，很容易看出端倪。他故意板着脸道：让你煮就煮，有什么好问的？好，那就先煮1小碗。都煮了。我咋感觉娘受刺激了？娘是想让我们吃饱了去程家讨债。早就想把程家那群王八羔子揍一顿了。大米饭肯定很好吃。不一会，6大碗米饭放在桌子上，边上5个人双眼发直。二哥，你掐我干啥？我看是不是做梦，看来是真的，不是做梦。吃吧。
他话音刚落，边上4个小子就低头猛扒饭，像是打仗一样。娘，我吃一小半就好了。剩下的另一半是要留给程家人吃。不，我吃。不一会，桌子上6个碗，干干净净，一粒米都不剩，连洗碗似乎都可以省了。什么败家玩意儿！老赵家倒了8辈子血霉，咋娶了你这么个败家娘们进门？大山爹的续银有20两啊，整整20两被你拿去补贴娘家，活该你被娘家人揍一顿。怎么不揍死算了，还能少个祸害？当着全村人的面挖小额菜，少在村里人眼前卖惨，搞得好像老赵家苛待你一样。你有银子给娘家，没银子买粮食，还找人借粮，要不要脸啊？他认了出来，这是原生的婆婆，和原生一向不对付。1年前分家出来之后，和婆婆老死不相往来。大山媳妇，你过来，这是我给4个孙子准备的口粮，你给我顾好了。你都是要当娘的人了，给我硬气一点，不为别人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想一想。赵老太太瞪了一眼陈弯弯，转身就走了。陈弯弯记起来了，原生和老太太时不时干一架，原生仗着年轻，每次都把老太太骂得毫无招架之力。老太太怕被儿媳反骂一顿丢人，所以赶紧撤退了。娘，陈弯弯本来不想要，这是老太太补贴几个亲孙子的，她拿着名不正言不顺。可她手上还有些粮食，需要一个光明正大的由头拿出来。时间不早了，烧点水洗澡睡觉吧。我穿了，竟然穿成了一个恶婆婆，臭名远扬，凶狠泼辣，将丈夫战死的续银全部补贴给娘家人。谁曾想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，直接赏给她一道闪电劈。一声鸡鸣唤醒了沉睡的大河村，天才微微亮，稀薄的晨光笼罩着村庄。都等等，先吃了早饭再去干活。他转身走进里屋，打开昨天赵老太太送来的米袋，里面是3、4斤有些发黑的粟米。这米一看就是去年剩下的，已经有些发霉了。他看了一眼自己手上的余额，还剩下30文，咬牙一狠心，买了5斤，最后剩下5个铜板。吴慧娘认识这个袋子，是阿奶昨晚送来的。她将袋子打开，顿时吓了一跳。以前老太太也不是没有暗地里接济过粮食，要么是硬邦邦的窝窝头，要么是发黑的荞麦面或者玉米面，颜色这么好看的粟米，他们家是真没吃过。老太太还挺疼你们几个孙子的，分2天各2顿煮粥吧，吃饱了那就准备干活吧。大山你下地去看看情况，二狗去挑水，今天多挑2桶回来，大热天的也该洗个澡。三牛你去砍柴。娘，那我干啥？跟我一起上山，光吃主食可不行，得寻点什么回来当配菜。一路去山上，路边树林里的野菜都被挖干净了。发现天然野生麻栗菇，天然野生麻栗菇1斤，价值30文钱，是否售卖？是，这野生菇可比野菜值钱多了，这么一丢丢就卖了48文钱。娘，你发现什么了？这里树叶多，很阴凉湿润，一般会长蘑菇，我们四处找找看。娘，好多菇子。四蛋，你真棒。四蛋，你就在这里采蘑菇，我去那边再看看，记住别乱跑。天然野生黑牛肝菌3斤5两，价值158文钱，是否售卖？是。陈弯弯的腰包鼓起来，他算了算，加上之前剩下的，现在的余额一共是221文钱。不远处突然传来孩子大哭的声音，陈弯弯本不想搭理，却感觉这哭声隐隐有些熟悉。这是我先看到的，是我的兔子，还给我。兔子身上又没写你的名字，凭啥说是你的？兔子在我们手上，那就是我们的东西，走咯。站住！你们说说，这只兔子到底怎么回事？领头的是村里张无赖的大儿子，叫张大刚，带着一帮半大小子，成天惹是生非。这是我们抓到的兔子，赵四蛋眼红，我们有兔子，非要来抢。不是这样的，娘，兔子是我先抓到的，被他们抢走了。照理说，我一个当长辈的不该跟你们一群孩子计较，但你们欺负了我家四蛋，我是要讨个说法的。别兔子不兔子的了，先把医药费给赔了吧。找郑郎中拿点药，差不多30-40文钱，还有这件衣服也没法穿了，你们必须得赔我们家四蛋一身衣服。赵四蛋手上就红了一点，没破皮没流血，凭啥要30-40文钱医药费？他身上的衣服早就破破烂烂不能穿了，凭啥让我赔一身？这不是讹人吗？赵大婶去年为了2文钱，在我家门口撒泼，把我娘气得够呛。这只兔子就是证据，想来李正也会站在我这边。不关我们的事，赶紧走。我的兔子！赵四蛋生扑过去，将正准备逃走的兔子紧抱在怀中。陈弯弯从面板买了盒红花膏，手伸出来。他呆呆地看着陈弯弯涂药的样子。娘现在好温柔，要是娘一直这样就好了。四蛋，你喜欢吃清蒸还是红烧的？赵四蛋的眼睛惊恐地睁大。兔子这么可爱，为什么要吃兔兔？他将兔子拎起来，这灰毛兔子也是瘦得可怜，估计2斤都没有，家里6口人，一人1口都不够吃。发现纯野生放养粗毛兔
一斤8两，价值54文钱，是否售卖？程弯弯看了一眼面板的兔子，现代养殖场的兔子才6文钱一斤，这只不到2斤的野生兔子可以换成一只8、9斤的家兔。他看了看四蛋，这小子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兔子，现在不适合卖。这是5文钱，你去老屋那边换点菜，最好带1根萝卜回来，兔肉炖萝卜可香了，想吃吗？赵四蛋想象了一下，口水滋溜就流出来了，他赶紧咽回去。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兔兔是他的小伙伴。阿奶，这大白天的也不是饭点，赵家老宅这边只有赵老太太和赵老三媳妇在家里。四蛋，你咋来了？娘让我来带1根萝卜回去。一听这话，赵三媳妇的脸就垮了下来。大嫂当初带着20两银子和10几亩田单分出去过日子，说好了与老赵家再无干系，现在竟然堂而皇之让小儿子来老宅伸手要吃的，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你娘就是懒，开春的时候大家都种萝卜，就她不种，天天翘着个腿到处说闲话。现在好了，谁家多多少少都有些存粮，就你们家还要挖小鹅菜吃，山上又不是没有蕨菜，她偏要搞这一出让人看笑话。赵老太太骂骂咧咧去地里扯出几根萝卜塞到了赵四蛋的手里。赵四蛋摸出5个铜板，谢谢阿奶。哪来的铜板？娘说要用铜板换萝卜。赵老太太总觉得是自己耳朵听错了，老大媳妇去年蝗灾的时候在老宅门口哭闹撒泼，硬是从地窖里拖走了20斤粟米和荞麦粉，反正是1个铜板都没给，就是怕他又来老宅闹事，所以昨天夜里他才偷摸摸送了3斤粟米过去。阿奶，我先走了。你等一下，1文钱起码能买3斤萝卜，我才给了3根也不够，你把这4枚铜钱拿回去。娘知道我没给钱会打我的。他转身里拿了2个鸡蛋塞过去。行了，赶紧走吧，看着碍眼。陈弯弯看到他手上多了2个鸡蛋，赶紧接过来。你奶给的？阿奶说不能让娘吃亏。这个时代的鸡蛋可是好东西，村里人舍不得吃，存下来等到赶集的时候换点油盐回来。娘，我能不能吃1小口鸡蛋，就小小的1口？当然能，你出去玩吧，等会做好了叫你。赵大山在院子里劈柴，闻到肉香味，他的口水唰的一下流出来。吴慧娘走出去给他擦汗，小声的道：大山，这么吃真的能行吗？昨天晚上1顿就吃了那么多白米饭，今天又吃光了所有的粟米，肉也全炖了，今天是吃饱了，可明天呢？吃啥子？真的喝西北风去吗？娘这么安排肯定有道理，你听娘的就行了。不一会儿，赵四蛋就噔噔噔跑回来了。娘，铁柱哥说看到2哥、3哥去程家村了。这俩小子去程家村干什么？大山，你跟我去一趟程家。眼前这个女人穿了1月当婆婆奶奶就算了，竟然穿越到了天灾频发的荒年，无意间发现了商城系统，接上集。陈弯弯熟门熟路走到程家门口，还没进去，他就看到了赵二狗和赵三牛竟然被绑在院子的树上，太阳直射，没有喝水，2个孩子的嘴唇干裂都流血了，小脸苍白至极，仿佛下一秒就会晕厥过去。大山娘，你来的正好，这2个赵家的小子太不懂事了，竟然来我们程家偷鸡。程家最后1只大母鸡被这俩拧断了脖子，这只鸡一天生1个蛋，1个月生30个蛋，可以换几10个铜板，就这么没了。这只鸡可是我们程家的大功臣，你大侄子能念书全靠这只鸡生蛋，我也不要多的，2两银子，现在就给我。听到这话，程弯弯都笑了。这程家人真有意思，就算现在粮食紧缺，市面上的大母鸡也没卖到这么贵，2两银子可以买几10只鸡了。程昭能念书，靠的是我这个姑姑多年的补贴，跟这只母鸡有什么关系？既然要算账，那就一笔一笔算清楚。大山，去把绳子解开。不许放开这俩，必须要给他们一个教训，看以后还敢不敢再来我们程家偷东西。赵大山站在原地，不知道该听谁的。怎么，我说的话不管用了？你这么惯着他们，这俩小子迟早要闯大祸。照我说，就该绑在树上，他们个几天几夜，自然就老实了。我自己的儿子，我自己教育，轮不到外人指手画脚。他二姑，娘是你亲娘，能是外人吗？你说这话可真要伤了娘的心。从昨天大哥砸破了我的脑袋那一刻开始，我就不是程家人了。不过1只大母鸡而已，就要赔2两银子，我可没见过谁家人这么坑外嫁的闺女。这只大母鸡是值不了2两银子，但是它能生蛋，10年生的蛋咋还卖不到2两银子？好，就算它值2两银子，陈芝麻烂谷子的账我们就不算了，就单说去年大山爹嘎的续银一共20两，全被大哥借走了，扣除大母鸡要赔的2两银子，还剩18两。你们程家准备什么时候把这笔银子还给我？这20两银子是你给我们程家的，什么时候说过要还了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我倒是不介意去找县令大人主持公道，就是不知道程昭会不会答应程家人为了区区20两银子就上公堂丢人了。程昭是程家的读书人，
也是程家村念书念得最好的人，如今好像已经是童生了，很有望考上秀才。原神坚信这个侄儿一定会高中当大官，所以不惜一切补贴娘家，就希望能沾这个大侄儿一点光，光没沾到，却被程家人打破脑袋。他二姑，你要是敢上公堂，我们程昭以后可不认你这个二姑。他认不认我不在意，我只问一句，18两银子什么时候还回来？程老太太瞬间怒了，抄起一根木柴，翅膀硬了，竟然敢跟老娘作对。既然老太太非要这样，那就公堂上见吧。大山、二狗、三牛，我们去镇上告官。他二姑，你等等，别走。娘，我看是昨天那一下，让二姑子和咱们家生了嫌隙，这会儿在气头上，说不定真的会冲到镇上去告官。不就18两银子吗？先答应下来，等日后二姑子气消了，这事儿自然就没了。就算他咬着不放，咱们程昭高中后还怕拿不出这点银两吗？等程昭高中后，这笔银子程家不会少你1文钱。程弯弯嘴角的笑意放大，他看向一直在边上看热闹的程二嫂，喊了一声：二嫂，什么时候大嫂手上有钱了，你过来大河村告诉我一声，只需要报个信，这18两银子就分一半给二嫂。真的还是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要是不给，二嫂也可以去镇上告我。程弯弯说完就要走，鼻尖却闻到了鸡汤的香味，他抬步就朝里屋走去，他身上有气势散开，和以前的程弯弯全然不一样。程家人就这么直愣愣看着他冲了进去，他手里拿着一瓶鸡汤出来，直接塞进了2个儿子手里。喝了。你干啥？这是留给赵二的鸡汤。这鸡2两银子，我不是已经赔了吗？既然钱都赔了，这鸡汤就是我们赵家的。看到这一幕，程老太太直接气晕了。洗个手，准备吃饭吧。木桌上4个菜，6碗素米饭。赵二狗和赵三牛惊呆了，两人在外头闯了祸，以为回来后会挨打，没想到却有这么多好吃的，比过年还要丰盛。四蛋，端去给你阿爷阿奶。老头子，我怎么好像闻到了肉香味？这会儿谁家里还吃得起肉？再等个3、5天，村里起码会有1半人断粮，你说这可咋办？去年蝗灾不是也过来了吗？朝廷不会不管咱们的。今儿里正去了一趟镇上，县令说朝廷准备做法求雨了，希望这雨啊快点降下来。阿奶，四蛋这孩子咋又来了？不会是被他娘揍了吧？阿奶，这是娘让我拿过来的，我先回去了。赵老太太一愣，总觉得是自己耳朵出了问题，老大媳妇竟然会给她送一碗肉过来。大嫂竟然会给娘送吃的，大嫂有吃的都是送去给程家，这么多年只会来老赵家要东西，什么时候给过1粒米？四蛋白天来要走了3根萝卜1把豆角，还拿走了1个鸡蛋，一来一回的差不多也抵了。白天给了我5文钱，这会儿又送一大碗肉汤过来，老大媳妇什么时候这么大方过？老大媳妇肯定是需要我老赵家帮忙才会突然示好，我倒是要看看老大媳妇到底想要干什么。这是你们老大媳妇孝敬我老婆子的，就不给你们吃了。他将一碗兔肉端回里屋。老大媳妇什么时候这么孝顺了？憋着坏招呢。既然他主动送过来，不吃白不吃，不吃饱哪有精力对付他？一家6口吃完饭，心满意足的靠着椅子打饱嗝。我第一次吃这么饱，娘，明天还能吃饱肚子吗？家中确实没有粮食了，不过这是10几年前你们爹送给我的定情信物，当初我猪油蒙了心，拿去给了程家人，如今我和程家人彻底决裂，这银簪我也不想留着了，明儿拿去街上当了换点粮食回来。这是爹送给娘的东西，不能当。不当银簪就没钱买粮食，我想你们的爹也不愿看到儿子们饿肚子吧。4个儿子沉默了，爹能给娘送银簪，而他们却没能力保住这根簪子。总有一天我会把这根银簪赎回来。大山，你去达叔那边问问明早牛车去镇上吗？赵大山点了点头出去了。二狗、三牛，你们俩可有什么要说的？我们不该去程家村。娘，我错了。你们确实错了，在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之前，在没有胜算之前，就不该这么鲁莽。二狗，你已成年了，我知道你聪明，但只是一些小聪明。今天我和你大哥若是不去，你和三牛被绑在院子里一整夜，不吃不喝会去掉半条命。还有三牛，你空有一身力气，做事从不动脑子。你力气再大，10个你捆起来都未必是你大舅的对手，以后不许这么莽撞了。赵二狗和赵三牛都有些愣，娘竟然没有怪他们去程家找麻烦，而是怪他们没有做好准备就去了。做错了事必须受罚，就罚你们现在一人去挑2桶水回来。赵二狗抬头，眼睛里是错愕。这还是我们的娘吗？挑水本来就是该做的活，也能被当作惩罚吗？我们这就去挑水。惠娘，你去烧点水，今天都累了，不管是谁都必须洗澡。赵二狗和赵三牛去程家被欺负，程弯弯与程家决裂，接上集。大山，你跟我一起去镇上。惠娘，你就在家里收拾，别去山上。可是娘，不上山去哪挖野菜？小鹅菜也挺好吃的。你和四蛋在自家田地里多挖点小鹅菜回来，让老二老三上山找点蘑菇蕨菜啥的，
我和大山中午之前回来。赵大嫂子这是去哪呢？咋不去程家村？富贵婶跟你男人还真是一个性子呢，总喜欢问我要去哪，我去哪跟你们两口子有关系吗？你这话啥意思？富贵婶有精力盯着别人，还不如多放点心思在自己男人身上。三言两语让富贵婶差点炸毛，他恨不得现在就跳下车。都是一个村的，也就随口问问你去哪，好心当做驴肝肺。100文。程弯弯眉心直跳，这是原身丈夫花了接近1两银子买回来的，竟然只值100文。银簪太旧，款式也不好看，再一个最近典当首饰的人还挺多，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。这位大婶，我可没乱开价。一声大婶让程弯弯默默流泪。算了，不当了。娘，当了多少？200文。200文可以买很多粮食了。你去杂货铺买点盐，还有一些需要用的调料，我去粮店看看。把大山支开，他走到无人的小巷子，点开交易商城。比起粮店，商城里的食物就便宜多了。娘，盐涨价了，10文钱只能买到这么一点点。我刚刚也买了点，走吧，回家。两人正要去坐牛车，街道上突然混乱起来，街上百姓神情慌张，议论纷纷。王员外家昨天夜里有盗匪闯进去，抢走了1000斤大米。盗匪太大胆了吧，竟然闯入家中抢粮食，报官了吗？昨夜就报官了，但是没抓到人，大家晚上锁紧门，别被盗匪盯上了。惠娘，去关门。镇上王员外的事给了他一个警醒，有粮食绝不能露出来，否则会引来别人的觊觎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镇上买一口锅子，铁锅反扣在背篓上，谁都看不到他背篓里装了什么，就连赵大山也不知道他娘具体买了些啥。今天中午我们吃红烧肉。娘，红烧肉是啥子？大河村一天吃2顿，上午1顿，下午1顿，中午是不会开火的。但这会儿空气里却隐隐浮动着肉香味。王婶子坐在院子里，用力嗅了嗅，这是猪肉的香味，绝对是猪肉。这个时节，村里竟然还有人吃得起猪肉。赵四蛋从田埂那边走过来，小小的身体背着一个大大的背篓，里头装满了小鹅菜。四蛋，你咋挖这么多小鹅菜？我娘说小鹅菜好吃。四蛋，赶紧吃了，填填肚子。婶子，我不能要。你这孩子，给你就拿着，瞎客气什么？你那个娘，什么好东西都拿去程家，苦了你们4个，你娘也是活该，心心念念娘家人，结果被自己亲大哥揍了一顿，真是笑死人了。四蛋，你长大后就赶紧从家里搬出来，别学你哥你大嫂留在家里当老黄牛，连一口吃的都捞不上。程弯弯正在院子里，就听到外面传来骂骂咧咧的声音。又是谁？大白天站在他家门口骂他。行了，你赶紧吃了，千万别让你娘看到，不然你一口都落不着。这东西你们留着自个吃吧。我们家今天有肉吃，谁还吃窝窝头？你家还吃得起肉？程家人把我脑袋砸了，以前给他们的肉，我抢回来给自己吃，咋的不行？走了四蛋，回家吃肉。四蛋，以后家里有什么好吃的，不许告诉外头任何人，知道吗？不说，谁都不说。程弯弯用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，塞进他嘴里。怎么样，入味了吗？娘，还想吃？你个小馋猫，去喊你2哥3哥回来吃。锅子里的米饭焖熟了，屋子里浮动着肉香味和米香味。就在这时，赵四蛋慌慌张张地跑回来。娘，不好了，2哥3哥跟人吵起来了。程弯弯顿觉心累，这俩小子怎么这么能闯祸？走，去看看，谁敢欺负我弟弟？你站住，留在家里砍柴，我回来检查。张无赖，你真是白活一把年纪，咋跟2个半大的小子过不去？这俩小子昨天大半夜挑了10几桶水回去，今天又来排队打水，当村里的水是大风刮来的是吧？他们家用的水多，别人家就用的少，凭啥好处都让他们家占了？大河村一共3口井，村头1口井，村尾1口井，李正家也有1口井，但现在只剩下村头这口井还在出水，谁也不知道这口井什么时候干涸。李正都没说什么，你凭啥不许我们打水？还凭啥？就凭你们家用水太多了，耽误了大家伙。张无赖一把揪住他领子，扬起手就要一拳头揍下去。住手！你这是要公然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？谁还能欺负得了你？你从我儿子手上抢走了3、4斤重的大肥兔子，你敢从我儿子手上抢东西，就别怪我不许你们一家人用水。只许你张家的儿子抢别人的东西，就不许别人抢回来。那只兔子是我家四蛋发现抓住的，你家张大刚为了抢走兔子，抓伤了四蛋的手腕，还扯破了四蛋的衣服，这笔账我都没跟你张家算清楚，你竟然还敢踢翻我家的水桶。可不是呢嘛，前几天张大刚从我孙子手上抢走了一把野菜。去年张大刚那伙人在我地里偷萝卜，被我抓住好几次了，这孩子跟他爹一样，不学好。赵大嫂子再混不吝，那也是个当娘的，哪个当娘的不护着？
赵成氏，别以为你是女人我就不敢揍你。来，往这儿，前儿被我亲大哥砸破头，我让他赔了一只鸡几斤肉。我知道你们张家穷，那就赔几斤大白米吧。快点，磨叽什么？赶紧砸吧，砸狠点，多赔几斤米就完事了。张无赖，你差不多得了。别人吵架关你啥事儿？你泱泱个什么？人赵大嫂子不容易，帮说2句话怎么了？有赵富贵开口，其他人也跟着帮腔。张无赖吐了一口唾沫，拎着2个水桶就走了。程弯弯松了一口气，说句实话，他刚刚还真怕张无赖砸他。多谢各位帮忙说话。程弯弯领着2个儿子回家，一路上赵二狗和赵三牛大气都不敢出。到了家门口，2人一吸气就闻到了浓浓的肉香味和菜香味，2小子的口水止不住的往下流。洗手，准备吃饭。娘不罚我们，你们又没错，罚你们干啥？张无赖没事找事，跟2个孩子有什么关系？主要还是太穷了，为了一只兔子1桶水都能闹成这样，还是自己太弱了，除了逞嘴皮子之快，没其他本事。看来我得在商城里买个什么东西防身。他在灶房里拿了一个空碗，加了一些红烧肉，装了大半碗，递到赵四蛋手里。给你奶送去，就说是从程家抢回来的。原身对4个孩子不好，全靠老太太暗地里接济粮食，否则4个娃儿会更瘦。他能奋斗成女企业家，自然懂得一些。既然决定了要好好过日子，那就有必要和老赵家缓和关系。程弯弯带大山去镇上当银簪，张无赖不让赵家打水，接上级。阿奶，我娘让我送来的，昨天娘去了一趟大舅家，外婆头上的银簪被娘抢回来了，拿到镇上换了好多肉。四蛋这意思是老大媳妇跟程家闹翻了。听着是这个意思，也算是一件好事，至少大嫂不会再把家里的好东西拿去程家，几个孩子也能吃上1口肉。一根银簪至少能换50个铜板，能买上10斤口粮，竟然买肉。今儿吃饱了肉，明儿个吃什么？从来就不会为后面的日子打算，真是愁死人。家里地窖的粮食也不多了，要是大房6口人搬回来，现在能吃5分饱，往后怕是只能吃3分饱。当初分家是立下字据了的，想要再搬回来可没那么容易。要搬回来也不是不行，但必须以后啥事都得听我这个婆婆的。之前总是担心她搞什么幺蛾子，现在既然知道了她要做什么，那这肉没什么不能吃的。饭后，程弯弯带着4个儿子上山，今早在镇上把所有铜板都花光了。他现在急需野菜蘑菇卖钱，手上要有点钱才觉得安心。大山，你去砍点柴；二狗，你看看能不能找点蘑菇；三牛，你去找野蕨菜；四蛋，你四处走走看能不能找点野果子什么的。好的，娘。天然野生松茸菌6两，价值390文钱，是否售卖？是。陈弯弯的腰包里瞬间沉甸甸的，没想到松茸竟然600多1斤，要是能再找到一些就好了。他顺着灌木从往里走，发现了白葱菇和鸡枞菇。现在他手上一共有514文钱，也就是差不多半两银子。他正准备继续寻找时，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了吵闹的声音。他拨开灌木看去，鸟蛋是我们家泥鳅先发现的，凭啥归你们家？这是我家小子爬树拿下来的，当然是归我们家，你给我放手。他对这个没什么兴趣，正准备撤退，头顶突然有个什么东西砸下来。板栗，正愁晚上吃啥，这吃的就送上门来了。程弯弯抱着树干摇了摇，扑簌簌掉下来一大片栗子。这边的动静引来了王婶子和富贵婶，3人一人摇一棵树，林子里只听得到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。一群人难得没吵架没说话。娘，这是我找到的野果子。娘，这是我摘得野菜。娘，这是我摘得蘑菇。娘，这是我砍的柴。母子5人收获丰盛回家。吃完饭后，程弯弯将洗干净的野果子端上来，这是白天赵四蛋找回来的。要是每天都能吃这么饱就好了。赵二狗在心里算了算，今早买回来了20斤大米和20斤白面，按照1顿3斤，1天6斤来算，也只够吃6、7天。娘，银簪换回来的粮食吃完后该咋办？地里的庄稼还有20多天收割，不会一直饿肚子的。他这话一出，屋子里沉默下来。连续1个多月没下雨，大河村里的大河都干了，更别说稻田了，没有水，田里的庄稼根本就不可能结穗。船到桥头自然直，这不是你们该操心的事，洗洗睡吧。夜晚静谧，耳边传来嚎啕大哭声。他猛地坐起来，赵大山站在屋子门口说道：娘，村里进贼了，隔壁王婶家里的粮食全被偷走了，李正爷爷已经派人去追小偷了，不知道能不能追上。程弯弯起身走了出去，村里大半都去追小偷了，只留了几个在这边安慰王婶子。我们王家这是干啥了？为啥要偷我们家的粮食？地里的庄稼没着落，家里的粮食被偷光了，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？一家6口人怎么过啊？50、60斤粮食都是省出来的粮食，就这么被偷光了，
还有昨天捡回来的2大背篓栗子也被偷走了。还有20多天就可以收稻子了，大家伙一人借一点给你们，争取把这个难关渡过去。大河村里正也姓赵，今年55岁，当了20多年的李正，在村里很有威望。最后，村里人一共就凑了3斤粮食出来。王婶子拿着3斤粮食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最后直接晕厥过去，倒在了王家大闺女的怀中。这一夜，大河村的人都没睡好。贼人没追回来，王家就仅剩下3斤粮食，根本撑不到秋收。最关键的是，今年未必会秋收。当家的一定要这样吗？家里没粮食，是个大户人家，就算闹荒灾也有口吃的。把大麦送过去是享福，有啥好哭的？大麦过去，人家给我们半吊钱，半吊钱能买100多斤粮食，这是好事。陈弯弯一起床就听到隔壁在为大麦的事起争执，他将昨天捡回来的毛栗子分出来一半，拿着走到了隔壁门口。他靠着泥巴墙，故作说道：李正还真是偏心你们家，二话不说就给你们凑了3斤粮，我家可是1粒米都没有。镇上有家开杂货铺的人没生儿子，说出2两银子，把我家4担买过去摔盆。我家4个小子，个个张口等吃的，我要是卖了4担，2两银子够吃到过年，我再怎么混账也是亲娘，干不出卖孩子的事。我是没钱把大麦买回来的，这点粮食换大麦，去我们家干1天活吧。王婶子将地上的布袋子捡起来，沉甸甸的，竟然是4、5斤毛栗子。赵大嫂都能把日子过下去，为啥我们不能？哪怕是吃野菜、啃树皮，就算是吃土，我也不同意卖孩子。那就等地里的稻子收了再说。陈弯弯领着王大麦走到自家院子里。你爹要是真的想卖你，不管我说啥，他都会带你去镇上，先吃点东西，然后干活。陈弯弯站起身往灶房走去，看向大儿媳道：就做面糊糊吧，放野菜一起煮。娘，真的有人要花2两银子把我买走吗？是的呀，所以你长大后可不能有了媳妇就忘了娘。我会一辈子孝敬娘，让娘一辈子有大米饭有肉吃。赵婶，这不行。大麦，赶紧吃吧，等会还有活给你干。王大麦经历剧烈的心理斗争之后，终于还是屈服于美食，低头将一碗糊糊喝光了。给，以前大麦姐老偷偷塞窝窝头给我吃，现在我终于也能给你塞吃的了。大麦没想到他的无心之举，竟然还被4担给记住了。大麦留下来帮着吴慧娘去田埂上挖野菜，挖完中午就可以回去。王大麦满头问号，那一袋子的粮食够我家吃2、3天了，就让我挖野菜？4担不是也会挖野菜吗？专门找我干啥子？我怎么感觉赵婶子就是为了帮我家王婶子粮食被偷，陈弯弯送粮食给王婶子，让大麦去他家干活1天，接上级。好多天没看到大嫂了，感觉大嫂比前阵子白些了。趁日头不高，赶紧上山吧。大嫂看着胖一些了，果然吃肉就是养人。我真的胖了。大嫂这些年补贴了程家不少银子，这回和程家闹翻，不知程家有没有把那些银子还回来。陈弯弯瞬间就听明白了，这是拐弯抹角打探他手上有多少银子呢。我大侄子要念书，那些银子早花光了，哪有给我的？春花娘，老太太手上还有多少粮食？这你晓得不？昨天夜里，阿奶拿了10斤荞麦粉来我们房里，藏在家里没多少粮食了，几个孩子饿得头晕眼花。孙氏不敢再跟陈弯弯搭话，生怕自己闺女把老屋的啥情况都说出来。陈弯弯还想继续找松茸，打算走得更深一点。2座山中间自然形成了一个凹谷，这谷地里竟然满是枯河，也就是说，在1、2个月前，这里是一片荷塘。孙氏挖了半篮子野菜，正准备换地方，就见大闺女慌里慌张地跑来了。干啥？后头有人追你不成？大伯娘，他挖到了好东西。啥好东西？他带着自己娘赶紧过去，而陈弯弯挖了2根莲藕就离开了。主要是他的手经不住这么糟，再挖下去怕是要起水泡。就在这里。赵春花跳下荷塘，指着刚刚挖开的泥巴，拿起小铲子就顺着继续挖。不一会儿，挖到了一根长长的细细的东西。走，回去问问你阿爷。2个人上山才挖这么点野菜，一个个的就知道偷懒，天天吃白饭。阿奶，我和娘发现了能吃的东西。阿爷、阿奶，你们看看这是啥？这是玉笋。早些年间，赵老头子走南闯北，在南方当过学徒，那地方就有玉笋。玉笋是好东西，每年挖出来之后要快马加鞭送到京城，就算是当地人也只能吃到那些挖烂了的玉笋。他有幸吃过几次大骨头炖玉笋，雪天里喝一口，那滋味啊，终生难忘。春花，这东西哪里挖的？就在山上，很深很深的山里，一大片全都是，好多好多。用完餐后，赵老太太留在家里守屋子，赵老头子带着几个儿子上山。这是荷叶，这东西会开花，会长莲子，莲子比玉笋更金贵，只有京城的达官贵人才能吃得上。阿爷，你懂得真多。人啊，
只要走的地方多，知道的自然就多了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这就是阿爷不让你们读书的原因。爹，你确定不是因为咱家没钱读书吗？赵大旺和赵二旺嘻嘻笑起来。大旺，你去叫李正来一趟。爹，你不会是想让全村人都来挖玉笋吧？这是我们家先发现的，那就是我们老赵家的东西，凭啥告诉其他人？这么大一片塘，几千斤粮食，我们家10几口人吃不完，也挖不完。再一个，春花能找到这里，其他人也能。这边山往西面下去就是桂花村，如果桂花村的人发现这片塘，就没大河村什么事了。赵三一脸不服气，赵老头子叹了一口气，罢了，就先挖着，明早我再带李正过来。大山娘，你咋来了？婶子，李正叔在吗？去镇上了，1、2个月没下雨，镇上的县令头发都愁白了。今儿召集所有理政议事，主要是问问地里的事儿。你李正叔愁的大半个月没睡好了，那我晚点再来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院子里飘出香味。这几天肚子也吃饱了，咋还天天流口水？娘做的菜实在是太好吃了，送去给你阿奶。阿奶，我娘让送来的。这是啥？娘说是油炸丸子。阿奶，你尝一口，可好吃了。放了这么多油，好像还放了糖，就算是一块泥巴也能变好吃。你娘这几天有没有跟你们念叨什么？有呀，娘说要让我们吃饱肚子，还说要想住新房子，还说让我们每天能吃肉。果然是想搬回来住，竟然还想天天吃肉，做哪门子的美梦？老大媳妇要是不改掉那些坏毛病，绝不允许搬回来。吴慧娘正在跟程弯弯说隔壁王大麦的事，手脚很勤快，帮忙挖了不少野菜，还把家里的柴全砍了，又给家里挑了2桶水。程弯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古代只要发生荒灾，啥事都能干出来。程弯弯起身带着藕丸子再次去李正家。赵老头子这边也带着儿孙们下来了，一群人累得瘫在椅子上，手心都磨出了厚厚的茧子。我去找李正。都累成啥样了，不能明儿再去吗？是啊爹，先休息1晚上，明早再去李正那边吧。我心里安不得势，必须要说清楚。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院子里传来熟悉的说话的声音。今儿早上我上山，看到一片枯塘，随便挖一铲子就挖到了这种东西，白白净净的，也不知道是啥，但是感觉能吃，我挖了点带回去煮熟，切碎了裹上荞麦粉，在锅里炸一下，不知道有多香。直接放在锅子里炖熟了也能吃，吃起来跟地瓜味道差不多，所以我就在想，这东西是不是也能跟地瓜一样填饱肚子？大山娘，这东西哪来的？山上有很多，4、5亩的样子，厚厚的泥土里全都是，我估摸着能有上千斤。上千斤，那每家每户岂不是能有快100斤？虽然比不上粟米能饱腹，也起码半个月不会饿肚子。李正尝了一个藕丸子，油放得多，比肉还香还好吃。这东西要是真有上千斤，大河村还愁什么？咱大河村有这东西，咋以前没人见过？这是玉笋，我几10年前见过，南方有很多玉笋能填饱肚子，不过听说是专门进贡给京城的，不晓得为啥我们大河村竟然也有。赵老头子竟然见过这东西，原来在这个时代，莲藕叫做玉笋，这名字听起来还挺美的。我去换双草鞋，等下就上山看一看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？山上有狼，就不能明早再去？等不到明天早上了，这可是跟吃饱肚子有关的大事。李正赶紧去换鞋，李正老伴无奈，只好去烧火把，举着火把上山，狼群不敢靠近。赵老头子看向程弯弯，赞许道：大山娘，我以前是看错你了，发现了一大片玉笋，明知是能吃的东西，却能第一时间过来告知我。大山娘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自私贪得无厌。我们家就6个人，一个小的一个孕妇，这么多玉笋也挖不完。他有商城交易系统，一把野菜就能换几斤米，他们一家人再荒年也不会饿肚子，但其他人却不行。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无私，但至少他不会跟一群看不到希望的人去抢救命的食物。陈弯弯发现玉笋告诉李正叔帮助村里人解决粮食问题接上级，一大早李正就召集村里所有人，除了老人小孩和孕妇，都要去村中间的大树下集合。不少消息通灵的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天上不下雨，地上也没什么活计，今儿个所有人先把地里的事放下，跟着我一起上山，家里所有能装粮食的东西都带上，所有能干活的劳动力都一起去，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将粮食挖出来。挖出来的粮食咋分？挖多少就得多少。不过咱们大河村是一家人，村里有些老弱妇孺没有劳动力，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饿死。所有参加挖玉笋的人，每家拿出10斤，凑个200来斤分出去。听说这玉笋是老赵家发现的，赵老头子一发现就赶紧告诉了李正。可架不住他们家有个搅屎棍呀，赵有才的媳妇孙氏，他昨儿偷偷派丫头去桂花村，
把山上有玉笋的事告诉了他娘家人。李正和赵老头子一起上山时，孙家10几口人在山上挖那什么玉笋，那可是我们大河村的山头，凭啥让桂花村的人挖走？最后咋处理的？玉笋要回来了吗？咱们李正心善，看孙家几个孙子饿得皮包骨头，让他们带着10几斤玉笋回去了。就因为孙氏透了口风出去，所以李正才突然召集全村人上山挖玉笋，晚一步就被桂花村的人挖走了。桂花村的以前在山上布陷阱啥的就算了，现在竟然敢来抢粮了。人群你一言我一语，让孙氏满脸恼怒。山上的玉笋是我闺女发现的，让我娘家的来挖一点怎么了？若不是我家春花跟上去，大嫂那个性子咋可能会告诉李正？这些人咋可能有资格跟着一起上山挖玉笋？沾了我们赵家的光，还反过来说我。孙氏想反驳，可是想到大家一个村里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关系闹太差，他会吃老太太的牌头。能挖多少就多少，别逞强，千万注意别把手磨破了。娘放心吧，我皮厚。陈弯弯一个大人，哪好意思偷懒，只能跟着一起干活。不一会儿，他的掌心就传来火辣辣的疼，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他手心竟然起了3个大水泡。娘，你去边上休息一下吧，我们来挖就行了。你们4个把手掌摊开给我看看。几个小子皮糙肉厚，竟然一点事都没有。他起身走到边上休息。陈弯弯坐在阴凉的地方休息了一会，准备继续去忙活。他站起身正要去帮忙，脑海里就响起一个声音：发现天然野生百年人参。陈弯弯没有去荷塘，他转身朝密林走去。商城有指引，带着他走到了一棵苍老的古树下，长着一棵野人参。天然野生百年人参，价值12万文，是否售卖？是。陈弯弯的心头一阵狂跳，12万文就等于是120两血银，在这个时代，超过100两银子的屈指可数。他竟然一不小心成了富婆。陈弯弯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在商城里买了一只兔子，然后拎着兔子走到人群那边去。运气不错，竟然捉到了一只兔子。你们忙着，我先把兔子送回去。等会你拿1块肉出来让我尝尝呗。以前你有大肥肉吃的时候，咋不分给我们？就是二王哥，你小气，我也小气。这都几年前的事了，你咋还记得？我早就不小气了。你看，给你分1个，等会吃肉的时候，你也记得给我分1块。没有我娘做的好吃，我不要。你就是不想给我吃肉，赵四蛋，你太小气了，我再也不跟你玩了。说完，眼泪哗哗往下流。哭哭哭，就小的哭，有本事你自己也去逮只兔子回来。那我现在就去捉兔子。站住，挖完了玉笋再去，少找由头偷懒。到了午时，村子里派了几个妇人上山来送窝窝头，各家各户送来的有窝窝头，有野菜糊糊，有杂粮饼子。陈弯弯也在其中，他不想太出挑，特意让吴慧娘做了馒头送来，4个小子一人1个。爹，快来救我，我先下去了。你这小子啥时候能消停一点？你都快娶媳妇的人了，咋不能懂事一点？二狗哥都还没娶媳妇，哪里轮得到我？陈弯弯本没将这话当回事，可是一回头就见赵二狗的脸皮罕见的透红。这边泥巴又干又硬，大旺是怎么陷下去的？我去看看。大山，你知道老二啥情况不？赵大山一脸懵逼。不晓得。娘，我知道，二哥之前问过我想不想要二嫂，还说要带我去看二嫂。休息过后，众人继续开始干活。方才大旺陷下去，我发现赵的土特别软，我挖开看了一下，泥里也有玉笋，而且这里的玉笋比那边的大一些，粗一些，我们就在这里挖。陈弯弯蹲下身，手一探，就感觉到这土水含量很高。1个多月没下雨，池塘大河全都干透了，曝晒的泥土基本上都干硬结块了。这里像是沙漠中的绿洲，边上还长了许多杂草。陈弯弯高中学的是地理，对这方面算是有些浅层次的了解。他初步推断，这里的地下应该有水源。若是能发现了水源，就算天不降雨，也能缓解干旱，地里也不至于颗粒无收。不过这块植被的覆盖面有200来个平方，无法确定核心水源究竟在何处，也就无法挖开引流灌溉。我得想个办法，该用个什么法子确定地下水的精准。4担给你们阿爷阿奶送去。娘，你对阿爷阿奶怎么这么好啊？因为你们阿爷阿奶是你们爹的父母，是长辈。你们爹战死沙场，我当然要代替你们爹来孝顺他父母。以后我也要孝敬娘阿奶，我娘叫我送来的。你站着等会，老三媳妇拿10斤玉笋出来。孙氏愤愤不平地拿着玉笋出来，老太太接过玉笋，拎着递给赵四蛋。本来还想叮嘱几句，赵四蛋拎着竹篮，转身飞快就溜了。这孩子想吃玉笋，昨就该好好挖，10斤玉笋一会子就能挖出来，偏偏伸手来老宅要。一听这话，赵老太太的眉头就皱了起来。老太太正要说话，边上就传来赵二旺惊呼的声音：“阿奶，这是肉吗？”刚刚你们大伯娘让4担送来的，
大伯娘也太好了，肯定是昨天那只大肥兔子。你们大伯娘送了1碗肉，我让四蛋带回去10斤玉笋。大旺，你觉得10斤玉笋是不是给多了？要是谁给我吃一口肉，我给他20斤玉笋。孙氏知道这话是老太太故意问给自己听的，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大山娘，前儿你给我们家3、4斤毛栗子，这是还给你的。大麦给我们家干了一天活，早就抵了那些栗子。大麦在你们家吃了2餐，干一天活也没什么。东西我放这里了，爱要不要？他将2根玉笋扔在地上就走了。程弯弯无奈将玉笋捡起来，虽然王婶子从头到尾板着脸，但他必须承认，王婶子是个可以深交的人。昨天干了一天活不累吗？都歇歇吧。娘，我不累，我下地看看，拔拔草。稻子都快干死了，拔草意义不大。听我的，都先睡一觉，有什么事下午再说。他一发话，4个小子都不敢再反抗，乖乖爬床上去休息。李正召集全村人一起挖玉笋。程弯弯山里发现人参，接上集。程弯弯则坐在堂屋里，微微思索着地下水的事。他点开商城，找到勘测仪器，确认过眼神，是我买不起的东西。古代没有这种东西，那古代人是怎么寻找水源的呢？程弯弯找了半天，看到了一本书，竟然是关于地下水开采的历史文献，售价30个铜板。他拿着书绕到后院没人的地方，认认真真的开始阅读。书上说的未必是对的，我必须找机会实际操作一番。大山，你知道奇艾吗？屋后就有不少。赵大山带着程弯弯去屋后，程弯弯闻了闻，香气浓郁，确实就是现代俗称的艾草。他要找的就是这个东西。这一片的奇艾都割下来扔到院子里。娘，奇艾烧不起来，烧的时候很多烟，我去割点别的干草吧。谁说我要拿来烧柴了？我就是喜欢它烟多，烟不多我还不要呢。赶紧割了放院子里，我有大用。程弯弯拿出一个背篓，将奇艾按时盛放进去，正好装满。娘，这是要干啥？吃完午饭跟我上山一趟，到时候去了就知道了。娘，挖玉笋的地方好像有人。大河村的人昨天忙碌一天一夜，不可能这会儿又上山，那就只能是桂花村的人。桂花村的人来干什么？你们在这里别乱跑，等我回来。大河村的人不给我们留活路啊！这山头在大河村和桂花村中间，这啥玩意儿？应该一个村一半。大河村的里正太精明了，不会让一半给我们的。明的不行，那咱们来阴的。反正最近偷粮食的贼特别多，我们可以伪装成贼，把大河村的粮食全偷过来。今天还是先回去吧，桂花村的人要搞事情，这会儿去找水源也不太合适。母子5人面色严峻往山下赶，走到半山腰，赵四蛋惊呼出声：娘，快看，那边有鸟窝！他话音一落，赵三牛就扔下手里的东西，他就将鸟窝给掏了，一共7个蛋。今天有鸟蛋吃啦！程弯弯将鸟蛋接过来放进背篓。其实商城里有很多鸡蛋，1文钱可以买2个，就是没有一个合理的借口拿出来。可以假装发现一只野母鸡，然后靠这只野母鸡生蛋。他默默地看向道路两边，丛里很深，非常适合操作。一只鸡可能比较难抓，不如放2只出来。森林里传出鸡叫声，是鸡，附近有鸡。2只鸡，我们抓到2只鸡了。这2只野鸡看起来怎么好像家里养的一样？咋会在深山老林里？今天晚上可以吃鸡肉了。这2只鸡好肥，我把它们脖子拧断吧，免得半路逃走。这2只野鸡好像是母鸡，母鸡一天可以生1个蛋，2只鸡一天生2个，把这2只鸡养起来，以后你们每天就都有鸡蛋吃了。娘，这2只鸡真的会生蛋吗？程弯弯想着要不要买个鸡蛋扔在鸡屁股下，就假装是2只鸡自己生的。这时2只鸡突然坐在地上，4个小子也目不转睛地盯着2只鸡。他们在干啥子？好像是在生蛋。哦，生了，真的生了，生了2个。2只鸡生了蛋就想跑，被赵三牛拎回来，脚上系着草绳，塞进背篓里。李正，县令大人究竟怎么说的？地里没粮食，县令大人会给我们大河村发朝廷救济粮吗？听说镇上的粟米涨到12文1斤了，真的还是假的？李正叔，我刚刚上山，看到桂花村30几个人在我们大河村的山头转悠。这么多人来是要干啥？为首的是个胖子，听他的意思是想集结一帮人来我们大河村偷粮食。20多年前2个村就干过一架，我们大河村赢了，他们还敢来。赵大嫂子不是说了吗？桂花村的人是想偷粮食，明着打不过，来暗的呗。那我们先去给他们一点教训。大家安安静下，大河村和桂花村比邻而居。20多年前因地界的问题起纠纷之后，2个村和平共处20多年。若是大河村先动手，闹到县令大人那儿去，吃亏的是我们村所有人。但我们大河村也绝不会允许任何人来抢走我们的粮食。不能打过去，那咋办？总不能让桂花村偷走了粮食，再打回去吧。就凭赵大嫂子一句话，就要跟桂花村闹翻吗？
桂花村是有些地痞无赖，但并不是人人都不讲道理，贸然打过去，就是我们大河村理亏。万一是赵大嫂子听错了呢？不如建立巡逻队，哪家哪户派出一个人，轮流值岗，一旦发现桂花村有异动，再反击也不迟。李正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还没点头，就有人反驳：地里一堆事等着做，谁有闲工夫轮流值岗？你这娘们一句话，就给大伙儿找了个破差事。李正这么清正的人，要是同意这个主意，我还要怀疑一下赵大嫂子是不是勾上了李正。李正同意我这个主意，就是跟我勾上了，那村里其他人都同意，岂不是人人都跟我有一腿？除了李正，根本就不可能会再有人同意。这个主意挺好，为啥不同意？我们家老大媳妇提出这个办法，也是为了全村人着想。张无赖为了夺揽，竟恶意揣测，这笔账我们赵家记下了。陈弯弯微微错愕，没想到这种时候，赵家的人竟然会无条件相信他。早几十年前，大河村都姓赵，网上书记带都是一家人，大家亲戚，很少有矛盾。但这10几年来，外姓人越来越多，村里人的争执也渐渐多了。这次建立巡逻队，就姑且看成是赵家的事，外姓人就不必参与了。当然，赵家人建立的巡逻队只会护着赵家的粮食。晚些时候，赵家人去赵家宗祠开个会。李正，这不行的，张无赖不答应，那是他一个人的事，我们其他人可没说不答应。我家虽姓朱，但在村里生活50、60年，早就成了大河村的一份子。这种时候怎么能退缩？我孙子虽然年纪小，但机灵，就让他进巡逻队吧。大山娘提的这个主意确实不错，我们家就让泥鳅爹去。还有我们家孩子爹长得3大5粗，桂花村的人肯定不敢来偷粮的。外姓人一个个表态，气得张无赖脸色铁青。他说也说不过，甩袖子就走了。陈弯弯本想去山上探索下水源，听到桂花村的商量要来大河村偷粮食接上急。陈弯弯回到家中，径直走到房间，然后点开交易商城。桂花村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摸过来，他必须得买点东西防身，选择了一把短刀。娘，这是哪里来的？看起来好锋利。上回去镇上在巷子里捡的，确实很锋利，送给你了。谢谢娘。陈弯弯最后给自己买了一个电击指环，晚餐格外丰盛。陈弯弯在每个人碗底放一个鸟蛋，最后多的一个放在了吴慧娘面前。娘，我吃一个就够了，这个给您。一人一个蛋，很公平。等这几天忙完了，我请郑郎中来给你看看。吴慧娘的眼圈有些发热，嫁进赵家1年，她就被搓磨了1年。若不是大山心疼她，总是偷偷省粮食给她吃，她怕是早就过不下去了。以前大山是她的光，现在她感觉婆婆身上也在发光。娘，我都是要当娘的人了，不许哭，不然孩子生下来天天哭，会把人吵死。一家人正要用餐，一个怯弱的声音突然在院子里响起：“二狗哥，你在吗？”四蛋，别吃了，快看，那女孩是不是你二嫂？是水琴姐，我有一次见过，原来她就是未来的二嫂。二嫂长得好漂亮。大山，当初你办喜事花了多少银子？不知道。娘，我知道，阿奶说大嫂进门1文钱都没花。他这么一说，原身的记忆就在程弯弯眼前浮现出来。娘，水琴听说大河村家家户户都挖了玉笋，是来借粮食的。借多少？10斤。慧娘，你嫁过来有1年了，还从来没回过娘家，明儿你拿10斤玉笋回娘家走一趟，看看你爹娘那边是啥情况。听到程弯弯的话，吴慧娘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。她嫁过来之后，1粒米都没往吴家拿过，没想到婆婆竟然主动提起，还叫她带10斤玉笋过去。水琴，我家实在是拿不出更多的，只有10斤。我知道的，这年头谁家都不容易。那二狗哥，我先回去了。那我送你1程。你的心给我再见我的爱。大梦一场，醒后怅然若失。程弯弯哭唧唧从床上爬起来。婶子，我来跟二狗哥说几句话。你们聊，别管我。二狗哥，我刚进村的时候，看到好几个人在村口走来走去，看到我还问了许多话，这是干啥？程弯弯本来想听听八卦，一听到孙水琴问这个，顿时清醒了不少。四蛋，叫你水琴姐进来坐，一起吃个早饭。不，我怎么能留下吃东西？其实，婶子，其实我是水琴，你有什么事就说，我娘很好说话的。这才几天，这小子就忘了我之前凶神恶煞的时候。孙姑娘，你有什么事就说，只要婶子能帮上忙，定不会推拒。婶子，能不能再借给我们家20斤粮食？婶子不是不愿意借，只是昨儿刚借了10斤出去，今儿又借20斤，一碗水端不平，其他几个儿子怕是会有想法。娘，我没有想法，借吧。赵四蛋刚要跟着附和，程弯弯就一句冷眼扫了过去。
二狗，家里有多少粮食你心里清楚，你觉得该借吗？赵二狗正要摇头，就见孙水琴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，她眼底有眼泪打转，她的心仿佛都被揉碎了。她盯着面前的女孩，有些手足无措。孙姑娘，20斤我们家拿不出来，最多只能再匀10斤出来。谢谢婶子，太谢谢了。二狗，你进去拿粮食。孙姑娘，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好女孩，我们家二狗不懂事，不能体谅你，你也别跟他计较。我当然不会跟二狗哥计较。一听这话，程弯弯的脸色就变了一些。他不过是随口贬低了一下自己儿子，没想到这孙姑娘竟然跟着附和，又借了10斤玉笋出去，却换来这位孙姑娘并不真诚的道谢。水琴，我送你回去。村头村尾都有人巡逻，要是被人看到你们俩单独在一起，没得败坏了孙姑娘的名声。惠娘，你去送一程。娘，谢谢你。你是真的想娶这姑娘？赵二狗满脸羞红，点了点头。程弯弯叹了一口气，这小子完全沉了进去，根本就看不到孙水琴的另一面，只能靠我这个当娘的来了。不过还是要先打听一下孙水琴这姑娘家里是什么情况。赵大嫂，你出的那个主意真不错。听说了吗？桂花村那帮人昨晚偷偷潜进来了，正好是我家那口子当值，一嗓子叫出来，当值的10个人立马扑过来把人逮住了。我只是出个主意，主要还是靠大家齐心，才保住了全村的粮食。我去老赵家看看，娘在不在？大山娘，你咋来了？大嫂，进来坐。连着送了这么多天吃食，这是要开口搬回来了吧？等会不管他有多少理由借口，不管他怎么哭，我都不能心软。程弯弯走进去，在2人对面的矮凳子上坐下来，他酝酿了一下开口：我今儿过来主要是想打听个人。大嫂分明就是为了想搬回来，直接说就是了，拐弯抹角干啥子呢？你说吧。一个姓孙的姑娘，小名水琴，好像是桂花村的，不知娘有没有听说过这姑娘？这姑娘我认识，她爹和我爹是堂兄弟，我出嫁的时候她才3、4岁，现在长成了个水灵灵的大姑娘。大嫂问她干啥？这不是想给二狗找媳妇吗？打听一下这姑娘的人品，要是不错，可以上门提个亲。只要老大媳妇能把二狗的婚事敲定，让大房一家人搬回来也没什么。老太太根本就没意识到，对方还没开口要搬回来，自己在心里就已经愉快的应下了。孙氏都要笑了，他堂叔就是个混不吝，气嘎了水琴他娘，家里全靠水琴撑着。大嫂要是娶了水琴这个媳妇进门，以后有的忙活了。水琴是个好姑娘，那模样有多俊俏我就不说了，主要是人勤快，地里的活都能做，比许多男人都强。大嫂要是娶了这么个媳妇进门，以后是要享大福的。程弯弯一看孙氏这神色，就知道他在昧着良心说话，具体肯定是打听不到什么了，但孙家肯定不简单。那我回去琢磨琢磨什么时候上门提亲，先走了。赵老太太一愣，不再坐一会儿？家里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她寻思着，应该自己去桂花村亲自打听一下，不能偏听偏信，也不能只相信自己的感觉，万一人家姑娘就是个感情内敛的人呢？不过现在这件事不重要，重点是水源问题。在这个国庆和中秋双节同庆的日子里，祝大家好事成双，月满人满，双节快乐。你上回不是问桂花村孙家那闺女吗？我在村里打听了一下，好几个婆子都说孙家那姑娘跟赵有贵的大儿子赵傻根快定亲了，这是咋回事？这事儿是我误会了，二狗的亲事还得再看看，回头我让媒婆打听一下。赵堪太太正说着，就见赵四蛋拿着一篮子切碎的野菜出来，倒在院子里，角落里冲出2只鸡，扑腾扑腾开始吃野菜。你们家的鸡不是早就宰了吗？阿奶，您还不知道吧？这是上回在山上我们抓住的2只野鸡，会下蛋的野鸡一天下2个蛋。赵老太太盯着2只大母鸡产生了怀疑，这野鸡怎么跟家养的这么像？谁家丢了2只这么肥的大母鸡，怕是早就嚷嚷的全村都知道了。这可能真的是野鸡吧？阿奶，野鸡生的蛋会孵出小鸡吗？现在我们家只有2只鸡，大鸡生小鸡，等几个月后家里就会有好多好多鸡了，我就可以每天吃好多好多鸡蛋。有公鸡才能会有小鸡。程弯弯顿了顿，是啊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多养点鸡呢？等下次上山的时候，偷偷在商城里买1只公鸡，到时候就能孵小鸡了。娘，您就在这边吃吧，饭菜都够。搞得好像我是为了一口吃的才来的，家里还有一堆事，走了。他老人家飞快地消失在了院门口。这老太太是怕我在饭桌上提什么过分的要求吗？大山娘咋来了？我来找李正叔说点事儿。李正叔在吗？在里头。你李正叔昨天一宿没睡，等会还要去地头看看天象。程弯弯迈过门槛进去，李正坐在桌子边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是一本关于天象的书。这是他来这个时代半个月，第一次看到书，竟然生出一种感动。不过这种感动并没有维持太久。铁柱，这个字念什么？这是高字，念高。云变高则会下雨，什么叫做变高？
这话程弯弯也听不懂，他凑过去看了一眼，顿时满脸汗水。这是个厚字好吗？云层变厚，可能会降雨。一个字将整句话的意思都扭曲了。大山娘，我看书认识的几个字都是跟铁柱学的，这孩子聪明，以后有大出息。铁柱好聪明啊！我还会写字呢。他提笔就在纸上写了3个字，这是我的名字，我二爷给我取的名字。明明叫赵铁柱，他写成了赵施主。程弯弯极力忍住纠正的冲动。李正书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告诉您，我在山上发现了水。程弯弯仔细将经过说了一遍。2座山之间谷沟里的水从未开采过，一定很丰富。如果将山上的水引下来，引入稻田，今年就不愁没粮食入仓了。大山娘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我会相信的。程弯弯正要继续开口，门口就有人喊李正。李正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，村里最后一口井也不出水了。李正听到后长叹一口气。大山娘，现在村里所有的希望就在你身上了，真希望你说的每个字都是真的。李正叔，我从来不开这种玩笑。不过我也有个不情之请，去年我从老赵家分家出来，分了13亩田，只有5亩良田，其他8亩都是下等地，长不出好粮食。程弯弯的话刚说到一半，李正就理解了他的意思，立马道：大山娘，只要你说的水源这事儿是真的，我就把村里最肥沃的一块的划给你。不过良田价格也贵，市价2两银子1亩。我想要山下那块荒地，山上的水流下来时，正好经过这片地，荒地以后定能成为良田。村里许多庄稼老把式应该都知道这个道理，怕是很快就会来找李正叔买地。我能不能请李正叔将这块地给我留个半年的样子，等我手上有银子后再买下来？若是半年内我拿不出银子来，李正叔可以卖出去。按荒地的价格给你算，8钱1亩地，你要多少亩？程弯弯头疼，他对亩这个单位其实不太懂，3、4亩能目测，多了就换算不过来了。他笑了笑道：我回去和几个儿子商量一下。他带着赵二狗离开后，李正的大儿子赵安江走了进来。爹，我刚刚咋听到你们说水的事？山上啥时候有水了？李正将程弯弯的话复述了一遍。咋可能？赵大嫂子就没干过啥正经事，爹你竟然信她的话？我看赵大嫂子就是为了骗那几亩地，那就是10几亩荒地，他骗走了有啥好处？上回玉笋的事就是大山娘过来说的，你们吃玉笋吃得开心，咋就这么不愿意相信人？再者，只要明天上山就能知道大山娘有没有扯谎。他骗我一个晚上有啥子意义？大山娘瞧着是不一样了，刚刚二狗子进来，我一下都没认出来，人干净了，好像还胖了一下。大河村断水，程弯弯告诉李正水源位置，想要山下那块荒地接上。娘，这里大概是30多亩，1亩地是8钱银子，2亩地就是16钱银子，3亩地就是2两4钱。你按我说的算会容易点，1亩地8钱银子，10亩地那就是80钱银子，30亩地就是3个80，80加上80再加上80等于多少？赵二狗一个头2个大，他伸出手指头来算，但是不够用，只好蹲下身在地上写写画画。他不会写字，就在地上画了8条横线，然后再画8条，又画了8条，最后仔仔细细地数了一遍，高兴地道：娘，一共是240钱。他很想教这小子速算，忍着在心里提醒自己，原身不认识字，一个字都不认识。他只好开口引导：那240钱一共是多少银子？这个问题可把赵二狗给难倒了。他写写画画了半天，也没得出答案。程弯弯都快急死了，沉着气开口：10钱是1两银子，240钱有24个10钱，对吧？那一共是多少两？是24两银子。娘，你好厉害！24两银子，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其实我们家的也够了，我和大哥3牛一起种，正好差不多能应付。我买这块地不是为了种田，等以后有银子买地后再说我的打算吧。走，回家。娘，我刚刚煮饭一不小心把水用完了，我去其他人家里借一点水来给娘洗漱吧。这段时间婆婆特别爱干净，每天都会洗澡，还要求他们必须每天也洗干净。她有点怕婆婆会发火。1天不洗也没什么，你怀着身子早点休息。睡觉之前，程弯弯花几文钱在商城里买了2个鸡蛋，偷摸摸放在鸡窝里。真的有水？这里一直都有水，为啥从来没有人发现？大河村有救了。因为从前不缺水，所以没有人想过来寻水。若是没有大山娘，大河村今年怕是至少要死1半的人。赵大嫂子，先前我还以为你是故意诓骗我爹，我在这里给你认个错。都是一家人，说这话就见外了。若是将这里的水引下山，稻子就有救了。大山娘，你可有什么主意？二狗，你昨天想出来的法子，让李正给你指点一下。咱们大河村的稻田有上千亩，靠人间挑手提肯定不行。我想着，是不是可以从山上挖一条沟到山下，把水引到田地里？他话还没说完，赵安和就立马摇头。二狗子，你知道从山脚到这里有多少里吗？有10几20里路，比防洪的河堤还要长。赵安和一否定，赵二狗就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往下说了。
程弯弯诞生开口，除了挖沟渠，你们还能想出其他更好的主意吗？二狗子，你继续说，万一能行得通呢？赵二狗昨晚一夜没睡，自然不是为了失恋的事，而是在想怎么更好的挖渠引水。这是全村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早就超过了他的私人感情。10几里听起来很远，走起来也得大半个时辰，但其实只要把10几里分成无数个小段，每人负责一段，这件事就不算是一件很难的事了。这大概是1丈，一个人1个时辰能挖完。不过天不下雨，泥土很硬实，泥土里还有石头啥的，那就假使一个人挖1丈地需要2个时辰。我昨天走下去测量了一下，一共大概是3000丈出头，1丈需要一个人挖2个时辰，那3000丈就需要3000人挖2个时辰。他用的是昨天程弯弯教给他的计算方法，算得很快。大河村的壮年劳动力16到45岁之间的人大概有400-500人，这么多人一起上阵，差不多是15-16个时辰。人不可能一整天都高强度劳作，时间分化一下，那就是大概2天半。二狗子，你真聪明，我以前觉得铁柱是大河村最聪明的孩子，今天开始你也算一个。那我就不聪明了吗？你要是能认10个字，你就是大河村第3聪明的孩子。铁柱哥，教我认10个字吧，我请你吃糖炒栗子。1个字换1个栗子。赵四蛋立马点了点头。大山娘，你觉得沟渠选哪条路挖下去更好？水源处在谷底，直接从谷底挖沟绕到东边来，然后一路往下，这边不是太阳直射，土质没那么硬实。李正频频点头，和程弯弯将沟渠的路线大致定了下来，沿途还做了一些记号。忙完后走到半路，程弯弯想到了昨儿赵四蛋的话，故意落后了几步，买了只公鸡，花了他80文。赵二狗正在思考挖沟渠的事，这件事虽然已经定下来了，但还有许多细节需要完善。他一直在想，突然有什么东西生扑过来，他吓了一大跳，飞快的就朝边上躲去。好大一只鸡！八爷、爹、二叔，我抓住了一只野鸡，今天晚上有野鸡肉吃了。失算了，没想到赵铁柱反应这么敏捷，真不愧是大河村最聪明的娃。他往边上挪了几步，又花80文买了一只大公鸡。这次大公鸡朝赵大山飞去，赵大山眼疾手快，赵二狗带着愤怒，赵三牛像大山一样，赵四蛋生怕鸡飞走了，4个小子同时扑过去，大公鸡被压在最底下，不断的发出惨叫。程弯弯赶紧将几个孩子拉开，不然他还得再花80文买一只。这2只鸡长得一模一样，这年头野鸡长得比家养的鸡还壮实漂亮。这山里怕是还有什么杂粮没有被发现，以后有时间再找找看。山上很多好东西，你们互相通知一下。1刻钟后全村人来开会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给大家。赵二狗学算术，告诉李正怎么将水源引下山。今儿个没有水，应该是有关水的好消息。是不是李正答应了桂花村啥条件？桂花村的人答应让我们过去挑水。桂花村的人最难缠，恐怕是要走了我们全村一半的粮食。我们村哪有什么粮食，所有的希望都在地里，天上不下雨，田地1粒米都收不起来。别管什么田里了，现在连人喝的水都没有。今天上午，大山娘带我上山，发现山上有一处水源。前不久，大山娘发现山上有玉笋，昨夜又发现山上有水，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了。我知道村里人对大山娘颇有微词，但从现在开始，大山娘是我们全村人的大恩人。站在人群中的程弯弯愣住了，他没想到李正在说正事之前，竟然会当着全村人的面为他证明。大山娘本可以不告诉我这些，但她还是说了，她是真的把大河村的诸位看成是一家人。若你们依然觉得大山娘不值得一声谢，那现在可以退出大河村的会议。赵大嫂子，这次多谢你了。大山娘，从前是我误会你了。赵婶，我这人嘴巴上没个把门的，你可千万别跟我计较。其实我也没做什么，大家不必这么客气。他其实没那么无私奉献。玉笋的事，他们一家6口挖不完，与其烂在地里，倒不如向李正卖个好。水源的事，靠他一个人更加不可能。山上的水要引下来，必须得靠全村人的努力。山上有水源的位置，一挖开就有很多很多水冒出来，是山泉水，可以直接喝，很甜。我们村有水喝了，不需要用粮食去程家村、桂花村换水。大河村有上天庇佑，老天爷不会看着我们遭难的。村里人兴奋的手舞足蹈。人有水喝还不够，我们要让稻子也有水喝。赵二狗，你上来告诉大家。他走上台，有些紧张，这是他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话。山上的水量很大，给稻子灌溉不成问题，只要我们能把水引入稻田，今年就能大丰收。我算过了，山上到山下大概3000丈，全村400-500个劳动力一起挖沟，2天半的时间就能挖一条从山上下来的沟渠。二狗子，你胡扯些啥呢？从山上挖沟下来，这也太荒唐了。全村的人都去挖沟，地里的活谁干？这是闹着玩儿吧？村里人全都不信，他们以前开荒挖过地，
全家人挖1亩地都得好多天才能挖完，从山上挖沟下来怕是更难。陈弯弯迈步走上前，站在了赵二狗的身侧。铁柱爹，能烦劳你一件事吗？赵大嫂子尽管吩咐。拿一把铁锹过来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就在这里挖一条沟。大伙儿可以算算铁柱爹挖一条沟需要多长时间。赵安江30出头，正是男人盛年之时，浑身都是力气。他一铲敲下去，地上立马一个大坑。他埋头继续挖，不到1刻钟就吭哧吭哧挖了一条有1丈长的沟。山上的土质比较硬，还夹杂着沙石，1刻钟肯定不行。那我们就算2个时辰。二狗，这个主意是你想出来的，你来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。赵二狗早就在夜里算了无数遍，他一点都不结巴地跟大家算了一笔账。有赵安江示范在前，又有赵二狗有理有据的话在后，村里大部分人都已经被说服了。这是我们大河村所有人的大事，所以全村所有16岁以上的壮年劳动力必须参加挖沟渠。大家回去准备一下，带上农具，半个时辰后一起出发上山。反正我不出力。张无赖冷哼一声，赵大嫂子一个妇人的话，竟然也有人信。他这是折腾大家伙玩呢，凭啥他说啥就是啥？人群中有极少部分人赞同这个观点。还有孙氏，他在赵家3个媳妇里一向排第2，当然如果他能生儿子，肯定排第1。现在大嫂竟然得到了李正的支持，也就是说他在3个媳妇里要垫底了，这叫他怎么能高兴得起来？你给我住口！你不出力可以，到时候山上的水引下来，你家的稻子别想喝一口。其他人谁还有意见，现在就可以退出。外姓人要退出我不管，如果是赵家本家谁退出，那我会开宗祠除名。李正很少发火，此时一番疾言厉色，谁都不敢再说什么，除了张无赖，一个个都老老实实回去拿农。这里做个活口，到田里的水足够之后，用石头填上堵住沟渠，需要的时候再把这块大石头搬开。就是不知道这条沟渠挖好之后能用几年。泥土进水之后会变得松软，日久天长，沟渠里都是泥土，这条沟渠自然就用不成了。是不是可以在沟渠里垫石头，边上的泥土就不会被冲刷掩埋沟渠？大山娘，你这个主意好，我这就上山走一趟。先不急，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把水引下来，沟渠里垫石头的事可以等冬季农闲的时候再安排人去做。说的是，大山娘，你咋懂这么多？我小时候是住在外婆家，我外公是种田的老把式，有一回下暴雨，我外公会挖沟把水引出去，我也是依葫芦画瓢，有样学样。李正叔，不好了，桂花村的人又来了。这山头是大河村的，山上的水自然也是属于我们的。再一个，这座山离大河村更近，我们集合了400-500人才能动工。桂花村的李正这些年干了不少人嫌狗增的事，村里人可不会心甘情愿上山挖沟干活。说是这么说，李正还是决定上山走一趟。大河村断水，二狗说服全村人挖水渠。娘，这东西真的可以做点心吗？把这些包好的籽用烧开晾凉的水泡一会。吴慧娘立马起身去烧水，晾凉后将一小碗石花子浸泡起来。正忙活着，身后传来赵四蛋惊叫的声音：臭大红，你欺负二黄干啥？很棒，你亲手毁掉了鸡蛋变小鸡的机会。他放下手里的活儿，将大公鸡大红解救出来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四蛋，你不是想要小鸡吗？阿奶说有公鸡就可以了，可大红老欺负大黄和二黄。娘，我们把大红杀了煮汤喝吧。程弯弯服气了，他买大公鸡是为了孵小鸡，要是为了一口吃的，他干啥要花80文巨款？不对，花了160文。大红那不是欺负母鸡，是要跟2只母鸡做朋友呢。就比如说你二哥三哥经常欺负你，你也没被打，反而跟二哥三哥关系很好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好像是这样，那我就不管了。程弯弯点了点头，这事儿小孩子家的别管，等着以后孵小鸡吧。他一抬头看到院门口站着4个孩子摘了石花子，有些不敢进来。赵大神子恶名在外，连自己亲儿子都虐待，这些孩子怕进来要鸡蛋被揍一顿。程弯弯开口道：四蛋，去鸡窝里摸摸有几个蛋。程弯弯将4个鸡蛋送给面前的4个小娃娃，你们拿好，千万别掉地上摔破了。谢谢赵大婶。程弯弯的心情也愉悦起来，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单纯的生物，相处起来毫无压力。真的有水，水来了，稻子有救了。站在田埂上的张家人喜悦地痛哭起来。张无赖趁大家不注意，在自家田埂上挖了个缺口，水瞬间流进了他家的稻田里。咋真的有水流下来？村里人回头就见几个桂花村的人不知什么时候混入了人群中。朱老婆子都60-70岁了，平时走路颤巍巍的，这会跳起来一巴掌扇在吐唾沫的男人后脑勺上，怒斥道：你再敢吐一口水试试！你个糟老婆子，竟然敢打我，看老子不揍死你！话没说完，就感觉无数道目光冰冷的刺过来。那男人将没说完的话咽回去，转身拔腿就跑。李正这会儿才被手踱步走了下来，面色严肃的道：
必须得防着桂花村这帮龟孙子，他们肯定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我觉得巡逻队这件事必须一直进行下去，保护山上的水，保护田地的稻子，保护家家户户的粮食。大山娘，都是多亏了你，没有你，我这个糟老婆子今年就要饿死了。大山娘，以前是我误会你了，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个好人。玉笋的是告诉大家，发现了谁也不藏着掖着。你这么好的人，咋就守活寡了？大山娘，我娘家有个哥哥没了婆娘，今年34，种田的一把好手。你明儿要是有时间，我把他叫过来看看。站在人群里的赵老太太神情复杂。老大去年才没了，今年就有人给老大媳妇做媒。老大媳妇虽然不咋行，但也是我们老赵家的人，要是真的改嫁了，就跟我们老赵家没啥关系了。你婆婆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肯定不会阻止你再嫁，你4个儿子肯定也不敢说啥。没有赵大嫂子，就没有我们大河村的玉笋和沟渠，给赵大嫂子找男人的事就交给我了。我一个人挺好的，那啥，这会不是有水灌溉了吗？正好把屋前屋后的地整一整，可以种点啥菜。你们谁家有菜种，能借点给我们家吗？我家有些白菜种子，回头分你一些。芹菜你喜欢不喜欢就上我们家拿一点。话题成功被转移，陈弯弯松了一口气，他也成功借到了种子。这些都是些适合夏天高温播种的蔬菜，因为今年干旱缺水，村里没多少人种菜，大家现在种上，秋天冬天还能吃口新鲜的。这会儿陈弯弯一说起，大伙儿都打算回去赶紧播种。他正思索时，一个阴影突然笼罩过来。赵大嫂子，我家啥种子都有，你要不要去我家看看？套上啥全都拿走。他一边说一边往前靠。陈弯弯警惕地后退一步，却一脚踩空，差点摔进刚流满了水的稻田里。娘，小心！赵大山一个箭步冲过来，一脚踩进稻田，将陈弯弯给接住了。正准备过来扶的赵富贵抓了个空，反而自己的耳朵被一只手给拧住了。富贵婶拧着自家男人的耳朵，眉毛倒竖盯着陈弯弯。好你个赵大婶，当着我的面就敢勾搭我男人，大三爹才干了1年，你就守不住了？咋有你这么不要脸的耶？既然富贵嫂提起大山爹，那我就要问你几个问题了。赵富贵有大山爹长得俊俏吗？赵富贵有大山爹能干嘛？你倒是跟我说说，赵富贵全身上下哪一点比得上大山爹？他值得我勾搭吗？大山爹那模样是真的俊俏，当年娶了大山娘之后，村里不知碎了多少芳心。有金是个实诚的后生，在村里的时候经常帮一些孤寡老人干活，咱们村里就没人能比得过有金。在原生的记忆中，有许多和赵有金吵架的画面，大都是赵有金出去帮别人家干活，原生不高兴，然后两人吵起来。赵有金是个不计回报的憨厚汉子，而原生是个自私自利的妇人。幸而赵有金参军去了，几年都难得回来一趟，不然这两人的日子恐怕早就过不下去了。大山爹对我很好，虽然他已经走了，但是他以另外一种方式一直活在我的心里，我忘不掉大山爹，所以不会改嫁。我今天的话就放在这里，我要为大山爹守一辈子。赵老太太满脸不可置信。这年头寡妇再嫁虽是稀奇事，她想着只要老大媳妇能给老大守满3年，3年后老大媳妇再改嫁的话，他们老赵家可以添一点嫁妆。谁能想到老大媳妇竟然公然宣称守一辈子寡。大山娘，你还年轻，可不能犯糊涂。等4个小子娶了媳妇，有了自个的小家，你就是个外人了，还是自己的男人之冷热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村里就没哪个汉子比得上有金，大山娘有这个想法也正常。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真的从没想过改嫁，这辈子都不会。谁再敢给我娘做媒，小心我们兄弟4个打上门。我娘一辈子都不会改嫁，都记住了吧？以后别犯我娘的忌讳。说的倒是好听，谁不知道你和赵有金天天吵架？他活着的时候你从不体贴，嘎了装什么深情？你改不改嫁我管不着，再敢勾搭我男人，小心我撕烂你的脸皮。富贵婆娘，你咋长着人脸不干人事？赵富贵10几岁的时候就喜欢调戏村里的小姑娘，他这种不要脸的东西，我们赵家人根本就瞧不上。你有这个功夫找大山娘的麻烦，还不如好好盯着自己男人，别放出来恶心人。赵富贵一张脸比沟里的水还清，转身就挤出人群。富贵婶也赶紧跟了上去。你个挨千刀的东西，这么多人看呢，就去找那个寡妇说话，你当着全村人的面就作践我，把我当什么？我给你们家当牛做马？你闭嘴！我的脸都被你个臭婆娘丢尽了，别挡我的道。富贵沈气地站在田埂上骂骂咧咧，骂了小半个时辰后，心里才终于舒服了一些。田埂上的人群渐渐散去，陈弯弯走向赵老娘，我想请您帮点忙。赵老太太的警惕心立马提到了嗓子眼。来了来了，老大媳妇终于要开始说正事了。看在老大媳妇最近这段时间还算安分的份上，看在大儿子的份上，老大媳妇要是提出搬回老屋，那就勉为其难同意吧。
娘，我打算做点小生意。做生意那就要本钱，老大媳妇怕不是想借钱？去年蝗灾，今年旱灾，家里的钱全都换成了粮食，为了应付头疼脑热生病的事，手上只留了500文钱。这500文可是全家人看病救命的钱，绝不能借。算了，借100文吧，不然这婆娘纠缠起来真是没完没了。娘，我这生意跟吃食有关，第一次做，也不知道合不合胃口，想请娘试试味道。你说帮忙，就是让我给你试一试味道。不是让娘一个人试味道，还想让大山二叔、三叔、二婶、三婶都试一试，有什么意见只管提。大概2个时辰后送过来。他说完，转身就回家，得趁天没黑把东西给做出来。眼前这个女人穿了1月当婆婆奶奶就算了，竟然穿越到了天灾频发的荒年，无意间发现了商城系统，接上机。4蛋，你采点山楂果回来，3牛和2狗负责松土，屋前屋后干硬的菜地里浇上水，然后挖开翻整一遍，明天就可以播种了。大山，你将石花子放在有水的盆子里，拼了命的揉搓，一直揉，一直捶打，将石花子表面上的一层东西全都洗出来，直到清澈的水渐渐变得浓稠。惠娘跟我熬糖水。这糖是在商城买的红糖，这个时代也有红色的糖，不过是粗糖，口感不太好。他打算先做2个味道，山楂冰粉和加糖的甜冰粉，不知道哪个更受欢迎。吴惠娘看着婆婆将1大盒红糖倒进锅子里，心疼的无以复加。这年头肉贵，糖更贵。这么多糖，起码要50-60文。山上没人要的灯笼草，真的能把这些铜板赚回来吗？糖水出锅时，赵4蛋抱着一捧山楂果冲进屋子。4蛋真厉害！等冰粉出来后，第1碗就奖励给我们的4蛋。陈弯弯拿一双筷子走到水盆边上，用筷子戳了一下，冰粉还是不成形的状态。这都快1个时辰了，照理说应该渐渐开始凝固了才对，难道是我遗忘了什么步骤？他苦思冥想，一点一点去回忆那一次在新娘亲手制作冰粉的细节。好像是一个粉，这个粉应该是凝固的关键。娘，能吃了吗？赵4蛋偷偷的伸手指头舔了一下，眼睛一亮，冰冰的，凉凉的，好吃。真的吗？娘，这叫什么？天气热的时候吃好凉快，我很喜欢，肯定能卖到钱。这些能吃，但还不能卖钱，再重新做一次。娘，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好？跟你没关系，是我忘了中间要加什么东西。你们先1人吃1碗，然后准备做晚餐，我一个人安静的想一想。他走到屋后，吹着风，再一次凝神去回忆。可上辈子的他就是单纯去旅游，根本没注意到那包粉是什么东西，无论他怎么回忆，都想不起来。陈弯弯正沮丧之时，突然一巴掌拍在自己额头上，真是个傻子。他点开商城搜索，果然有关于冰粉的食谱，8文钱就买到了一份食谱。他将食谱翻开，原材料提示：制作冰粉需要添加石灰粉，使其凝固。石灰粉这种东西，这个时代应该已经出现了，不过大河村大概是没有。我从商城里能买到，但以后这门手艺肯定是交给吴惠娘的，到时吴惠娘去哪里搞石灰粉？他继续阅读食谱，这份食谱虽然便宜，但也太粗糙了，竟然连石灰粉的替代品都没提及。陈弯弯沮丧了下，他思索石灰粉的特性，突然就有了主意。如果把石灰粉换成淀粉，能不能行得通？陈弯弯在商城里买了一些大河村很常见的玉米粉、白面粉、红薯粉之类的，然后走到前院。这一大盆都是失败品，你们要是喝饱了，等会成品出来就喝不进去了。趁天色还早，一起来帮忙。他将搓出来的石花子分成几个小盆，分别添加玉米粉、白面粉、红薯粉，然后放置在井水里。等候的这段时间，陈弯弯和吴惠娘一起准备晚餐。大山娘，你可来了，真做了吃食。前几日不是让孩子们帮忙摘了灯笼吗？就是用那东西做的，第一次做，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你们若是觉得不错，明儿我就拿去镇上看看有没有人买。他把篮子里的碗拿出来，一共8个碗摆放在桌子上，而老赵家有12个人。他刚准备开口让几个孩子去他家那边吃，加了面粉和玉米粉的不会拿到镇上去售卖，但味道都一样，孩子们过去管够。春花、冬花，你们还杵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过去端碗，去晚了可就没有了。陈弯弯将一切尽收眼底，他没说什么，任由春花和冬花1人端了2碗走。3房4个人手上都有1碗冰粉，他端起2碗，1碗递到老太太手上，1碗递给了老头子。大旺、二旺，你们2分1碗，夏花、秋花，你们2个吃1碗。大旺，你跑得快，再拿几个碗去大伯娘家里盛几碗冰粉过来，要多少有多少。我也去。大山娘，你说这是冰粉？老婆子，我活了60年，见都没见过这东西，咋看着不像是能吃的东西？大嫂肯定不会拿不能吃的过来，吃一口不就知道了。他端起碗，一口气喝了一半，目瞪口呆。难怪叫冰粉，吃下去整个人都冰凉凉的。大嫂，这真的是用灯笼草做出来的吗？咋做的？咋还有山楂的味道？这玩意太酸了，我以前都不碰的，放在这冰粉里竟然还挺好吃的。
大伯娘，太好喝了，特别甜，我没喝够，还有吗？张口就要吃的，谁教你的规矩？这是你们大伯娘拿来卖钱的，一碗起码得要1文吧，再想吃就给钱。程弯弯觉得这个老太太真可爱，无形之中就帮她解决了一个大麻烦。这冰粉我打算卖2文1碗，娘，您觉得可行吗？这东西卖2文1碗，疯了吧？2文拿去买个肉包子不香吗？现在肉包子涨价了，大概是要4文，2文能买一个馒头，为啥要买这不顶饱的点心？不过他不会好心提醒的，让大嫂吃个闭门羹，1文都赚不到。我觉得2文钱便宜了，这东西是大河村平安镇独一份，卖个3文钱不过分吧？先卖2文钱试试看，明早要去镇上，我就先回去忙活了。他拎着篮子回去时，赵大旺和赵二旺已经吃了2碗冰粉，两人摸着肚皮直叹气，实在是太舒服了。这一大盆冰粉你们2个抬回去，让老赵家的人都吃个够。赵大旺和赵二旺一个鲤鱼打挺，一跃而起，端起盆子就往外走，生怕大伯娘反悔。你们2个臭小子，咋不把大伯娘的家搬回来？这可是你们大伯娘赚钱的营生，赶紧给我还回去。是大伯娘让我们拿回来的，说今天随便吃，以后就没有了。行了，一人再吃1碗，剩下的冰镇放着，明天再吃，一天天的没个节制。老太太进了屋子，对赵老头子道：老大媳妇做事越来越敞亮大方了，跟以前真不一样了。以前他惦记着程家大侄子的提拔，跟程家闹翻了，可不就要懂事了吗？也不知道这冰粉能不能卖上价钱。我们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，没做过买卖，也教不了他啥子，让他自己慢慢摸索吧。卖包子，4文钱一个大肉包。卖糖葫芦嘞，又甜又好吃的糖葫芦。卖鸡蛋嘞，便宜卖了。街上到处是吆喝声，摊位也被占满了。大河村离平安镇太远了，起这么早过来，竟然连摊位都占不到一个。三牛，你就在这里守东西。大山，你去那边的饭馆借2张桌子，2文钱借1张，超过2文钱就别借了。我去杂货铺买餐具，掌柜的，多少钱一个？35文。有便宜一点的吗？地下那一排最便宜，1文钱一个，随便选。程弯弯看了看，这底下摆放的餐具全都是残次品，不是破口了就是花色很丑，就稍微比他们家里的破碗强那么一点点。他摇摇头，转身走出店铺。他绕到巷子里，将商城点开，面板上是各式各样的餐具，一个碗2文，一共20文，再搭配10个勺子，一共也才30文。他抱着10个碗走到摊位上，就见赵大山把桌子借来了。卖冰粉，清清凉凉的冰粉类，免费试吃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赵大山和赵三牛有样学样，都跟着吆喝起来。这东西咋从来没见过？看起来奇奇怪怪的。这位嫂子好，这是冰粉，最适合天气热的时候吃，吃一口那叫一个凉快。你这里没有冰块，咋能吃出凉快的感觉来？可以免费试吃，嫂子要是不信，那就尝一口，反正不要钱是吧？妇人用勺子递到唇边，几乎是冰粉一送进嘴里，他就感受到了凉意。你刚刚说这东西叫什么来着？这叫冰粉，2文钱一大碗。要的话，我给您盛1碗，因您是第1位顾客，再给您加2块。我能带着碗走吗？明儿早上再给你带过来。我们就10个碗，怕是有些不够用。这位婶子瞧着挺喜欢的，咋就不买呢？是不是嫌弃太贵了？不然娘降价卖1文1碗。大山、三牛，你们俩继续吆喝免费试吃的人，我坐在边上寻思一下。早市过了后，街上的人群慢慢散了，只卖了2碗出去。赵大山将桌子还回去，赵三牛蹲在地上清洗餐具，时不时偷偷看一眼站在街边沉思的程弯弯。娘没事的，我可以去扛大包，一天能挣20文呢，给娘买肉吃。我刚刚听饭馆的掌柜说，镇上王员外招工建粮仓，一天22文，还管1顿饭。我和三牛去干活，一天能有50文，娘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大山、三牛，收拾东西，我们去王员外家门口碰碰运气。宅子后头的围墙被推倒重建，30-40个壮年男人顶着大太阳在垒墙，一群20-30岁的男人热得满头大汗。卖冰粉，清清凉凉的冰粉类，免费试吃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最适合大夏天吃的冰粉，免费试吃的一共有10份，来晚了可就没了。1碗2文钱，几位小哥要吗？给我赶紧盛1碗。好嘞，喜欢甜的还是酸的？甜的。那汉子迫不及待就喝了大半碗，整个人呼出一口清爽的气息。这东西解暑，吃下去整个人都活过来了。大婶，你明儿还得再来。卖出去第1碗，很快就有了第2碗、第3碗、第4碗，一共是64文钱。娘啊，一天咋能赚这么多？扛大包一天才20文钱，卖冰粉可以赚64文，我们家要变财主了。这俩小子能不能收起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？
冰粉李家的红糖花了40文钱，这些瓷碗勺子花了30文钱，连成本都没赚回来，你们高兴个什么劲？两人掰着手指头算到底还差多少才能叫赚钱，算来算去也算不明白。先吃点东西，然后去下一个地方。娘，我吃包子就可以了。娘，我们回去吃就是了。惠娘肯定已经做了很多好吃的。让你们吃就吃，不吃饱怎么有力气干活？等会还要继续卖冰粉，卖完了再回去，赶紧吃吧。赵大山和赵三牛埋头开始吃面，两人狼吞虎咽，风卷残云，连面汤都喝得干干净净。嫂子，你知道咱们平安镇上有学堂吗？咱们平安镇最大的学堂是德康学堂，一个老秀才开办的。不过老秀才年纪大了，有些不记事儿。现在好多人都把自家的孩子送到隔壁河口镇去念书。河口镇是一个举人老爷牵头创办的，在那边念书才有出息呢。从这边去河口镇路程要多久？不远，走路半个时辰就到了。陈弯弯谢过老板，付了30文面钱，然后带着2个儿子前往河口镇。南府书院有食堂，这里的学生基本不会外出买这些吃食，大山还是换个地方吧。谢谢提醒，来都来了，试试吧。赵三牛已经借来了一张桌子，母子3人将试吃的冰粉呈一字摆开，刚忙活完，书院里就传来铃声：卖冰粉，清清凉凉的冰粉类，免费试吃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免费试吃，酸甜2种口味可选，便宜卖了呀，3文钱一碗。赵三牛愁眉苦脸时，只听到哗啦啦一声响，一大堆铜钱被扔在桌子上。承蒙各位不弃，愿与在下结为君子之交，在下囊中羞涩，请不起诸位喝酒，只能用这老石子冰粉代替，还请各位不要嫌弃。兄台这是说哪里话？不敢叫兄台破费。一共是30个铜钱，三牛上10碗冰粉。赵三牛瞬间打了鸡血，飞快盛出来10碗，10个翩翩少年拿着碗就这样站在摊位前喝起来。这清凉的口感竟丝毫不输于湖州的冰饮。本来还觉得衣衫汗湿黏腻，一口冰粉下去，顿觉暑气消散。1碗冰粉解热暑，2勺红糖可忘忧。这手打油诗甚好。陈弯弯负责收钱接单，赵三牛负责盛冰粉，赵大山负责在冰粉里加红糖或山楂碎，并及时清洗餐具。母子3人第一次合作，却十分有默契，还不到半个时辰，70-80碗冰粉就卖完了。今儿已售空，大家明天早点来。娘，为啥在这里要卖3文钱一碗？可能是因为那些书生看起来挺有钱。若是见书生有钱就开高价，这不是故意骗钱吗？和一些奸商又有什么区别？我之所以提高1文钱，是因为这里是河口镇，我们是靠双脚把冰粉挑过来的，无形之中增加了劳动成本。若是把冰粉运到省城去卖，就得卖5文钱一碗，因为耗费在路上的时间更长。大山，你拿20文钱去买花生，这是做冰粉的辅料，能买多少是多少。这30文，家里红糖也没有了，你再买点红糖回来。三牛，你去肉铺看看，30文能买多少是多少。买完后，你们可以在河口镇逛一逛，半个时辰后，我们在这里会合。大婶，买鸡仔嘛，6文钱一只。我们家这鸡仔可顶个的壮实，都是能生蛋的母鸡，长大了是公鸡拿来退钱，要是养嘎了，我可以给你退10倍的钱。天气太热，小鸡的生命太脆弱了。好在现在大河村不缺水，可以买小鸭子回去养起来。小鸭子也是6文钱一只，陈弯弯选了20只精神头不错的鸭子放进背篓，小鸭子嘎嘎叫，他的心情莫名就愉悦起。大山娘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赵大嫂子，听说你接去镇上卖吃食了，生意咋样？做了点吃食，好险总算是卖出去了，赚了几个铜板，给孩子们割了半斤多点肉，尝点荤腥。镇上的粮价涨得特别快，那肉也是嘎嘎往上飞涨。我上回去问，25文钱一斤呢，太贵了，太贵了。25文一斤的肉，大山娘都买得起，看来是真赚的不少。给我们说说，到底赚了多少钱？今天肉价35了，花30文才割了这么一点点，家里6口人，一人吃1口尝点味儿就算了，剩下的铜板就全拿来买鸭子了。这不是有水吗？养点鸭子，到时候卖鸭蛋，可比辛辛苦苦做吃食强多了。大山娘，你做的啥吃食？就前几天让孩子们帮忙采的灯笼草，看起来不费什么成本，就是做起来麻烦，主要是得放糖。糖有多贵大家都知道吧，一斤40-50文，一天就要买一大袋子糖，熬成水放进去，还得放花生，吃起来酥脆。在场的妇人满脸复杂，一碗没什么味道的水，放了红糖就能让人哈喇子直流。随便什么吃食，只要放红糖，那味道就不会太差。可红糖太贵了，让他们用红糖做点心带到镇上去卖，他们是真不敢，万一卖不出去咋办？今天赊了杂货铺半斤红糖，明天还得继续卖吃食，把账给清了。山上的灯笼，草上的灯笼，我继续收2文钱一斤，还请各位嫂子帮帮忙。这感情好，趁天色没有黑透，
我带着大麦再上山搞点回来。我让我家小子也去摘点回来，要是有个7、8斤，大山娘不会不要了吧？当然要，这东西消耗大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四蛋，这是给你带的，拿去吃吧。娘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娘。他小心地揭开包装纸，酥香扑鼻，还没吃上一口，就听到身边咕噜咕噜咽口水的声音。他生怕3个哥哥饿狼捕食，连忙将点心藏进袖。每个人都有一包，惠娘也有，自己吃自己的，不许抢别人的。娘，我都这么大了，不吃点心。你男人不吃，就都给你吃，不许剩。谢谢娘。这些粮食都拿进去锁起来，别被人看到了。还有这些布匹，一人可以做一身新衣服，剩下些边角布料什么的，做点穿在里面的衣裳。大伯娘，我们一不小心摘多了一点，你收吗？一共是5斤半，大伯娘欠你11文，明天晚上你过来拿。大伯娘，你们家好香，四蛋哥在吃啥？他直勾勾地盯着坐在门口的赵四蛋。赵四蛋忙活完之后，正坐在门槛上吃点心。大伯娘，我好饿。四蛋，给你冬花妹妹分1块。我只有3块了，我自己都不够吃。你给冬花分1块，明天娘再给你买1包。赵四蛋眼睛一亮，立马就妥协了，掏出点心，小心翼翼拿出1块，递到了赵冬花的手上。春花，这会儿时间也不早了，快牵着你妹妹回去吧。春花听话地牵着冬花的手，带着她走出院子，一到小路上。大伯娘太小气了，1块点心都不给我。大伯娘不是让四蛋给了你1块吗？你这么说，大伯娘会生气的。就那么指甲盖一点点，都没吃出来啥味。我还看到大伯娘的堂屋桌子上放了好多布料，大姐，大伯娘肯定赚了好多钱。四蛋哥以后每天都有吃不完的点心了。春花也看到了各种各样崭新的颜色，她好几年也没做过新衣服了。听说大嫂赚了不少钱呢，买了大半斤肉，还买了几10只小鸭子，没赚到钱敢这样花。买鸭子这是好事儿，养鸭子能生鸭蛋换铜板。老大媳妇这是真的要好好过日子了。大嫂第一次做生意赚到钱买肉，没给孩子们买零嘴就算了，咋也不给爹娘送点肉过来尝尝呢？老三媳妇，你要是闲得慌，就去屋后砍竹子回来，正好家里被搂坏了一个。大晚上跑哪里野了？山上黑不咕咚的，被狼叼走算了。行了你，山上现在有巡逻的人，咋能被狼叼走？春花、冬花，你们2个来阿奶这里，告诉阿奶干啥去了？大伯娘收灯笼，我和冬花上山摘灯笼去了。我和大姐摘了5斤多，大伯娘说一共是11个铜板。铜板呢？大伯娘说明天给。大嫂竟然白拿走了我俩闺女辛辛苦苦摘回来的灯笼，1文都没给。要是明儿没有赚到钱，这11文钱岂不是打水漂了？大伯娘给四蛋哥买了好吃的点心，大伯娘还买了好多好多布匹，四蛋哥马上就有新衣服穿了。大山媳妇怀身子不方便，几个小子也不是个细心的，大嫂一个人做吃食应该忙不过来，我明去帮帮大嫂吧。你眼皮子咋这么浅？有功夫惦记别人手里的铜板，还不如干好自己手上的活。我看你也是真的挺闲的，明儿地里的杂草你去拔一遍。孙氏脸都青了。老赵家这边没分开，3家人的地混在一起，光稻田就有20多亩，全部拔一遍，这不是要比嘎了他还难受。天刚蒙蒙亮，孙氏就被老太太喊起来去拔草。孙氏站在田埂上，心一横，朝村尾走去。三婶咋来了？大山媳妇裁衣服呢。大山身上的衣服都是公公活着的时候留下来的，几年没换过新的了。婆婆体贴，让我给大山做一件新的。这是昨春花冬花送来的灯笼吧？你说这事儿也奇怪，灯笼瞅着一点都不起眼，咋能做出好吃又好看的冰粉呢？大山媳妇，你教教三婶呗。三婶，这事儿我也不清楚，婆婆没让我插手。是把这灯笼放在锅子里煮熟呢，还是晒干了碾成粉？这你总该晓得吧？见吴慧娘不说话，你要是能把冰粉的方子告诉我，我卖多少钱都分你一半，分到你手上后就是你自个的私房钱，跟你婆婆没任何关系。吴慧娘还是不说话。你咋这么蠢？就你这闷葫芦的性子，一棍子打不出个屁，所以才一直被你婆婆拿捏。全村人都知道你婆婆待你不好，你倒好，怀了身子还天天洗衣服烧火干活，跟个丫鬟似的。你婆婆现在会赚钱，你就等着被搓磨吧。吴慧娘低头左右看，走过去就拿起扫把，对着孙氏的脚就扫起来。三婶让一让，我要扫地了，再让让。有才媳妇，你在这干啥？村口有2个桂花村的后生过来，好像是你娘家的人。巡逻队看到2人身强力壮的，没敢放进来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孙氏走到村口，看到是自己娘家2个大侄子。姑，阿奶让我们来接粮食，桂花村地里的粮食全都干死了。阿奶说今年我们全家都得靠姑。大河村的粮食没干死，但也还在地里长着，我去哪里给你们借粮食？
等地里的稻子收上来再说吧，到时候借个10斤出去，也算是对娘家有情有义了。好你个孙氏，那是你亲大嫂，你不帮着你大嫂压价就算了，竟然还想着提价。一碗冰粉解热暑，2勺红糖可忘忧。这一句打油诗在南府书院流传甚广，才1天1夜的功夫，冰粉就成了学子们都知道的吃食。先收拾东西，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咱们好好数一数一共赚了多少。3桶冰粉用了接近3斤冰粉子，差不多12斤灯笼，给出去的工钱是24文，红糖和花生一共花了80文。除去这些，我们今天一共赚了多少？谁要是第一个说出正确答案，今天中午奖励一个肉包子。漫长的几分钟过去，娘，我知道是629，还差一点点，你再仔细算一算。我算出来了，是619。二狗不错，今天中午奖励一个大肉包。你们4个的算术都不行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每天花1炷香的时间，好好学一下怎么算数。大山娘，你们出门后，大山媳妇一个人去地里拔草，在田埂上摔了一跤，幸好我家大麦看到了，把她扶起来，不然怕是的出事。陈弯弯愣了一下，他从镇上回来后，惠娘看着和往常没什么异样，他还指挥惠娘做饭，忙得团团转。谢谢泥鳅娘。陈弯弯转身进屋，他看到吴惠娘坐在凳子上歇息，一看到他进来，吴惠娘立马站起身，坐下，你身子感觉怎么样？娘，我很好，没啥事。四蛋，你去把郑郎中请过来，以后再发生这种事，不许一个人强撑。娘，是我太没用了，我没啥子能力，家里赚钱的事帮不上忙，还摔了一跤，让娘担心了。谁说你帮不上忙？每天晚上准备冰粉你没帮忙吗？家中每顿饭不是你做的吗？收拾院子洗衣服哪一样不是你干的？我们白天去镇上卖冰粉，你还挖了这么多野菜，要是你倒下了，这些活就没人做了，家里也会乱成一锅粥。惠娘，以后不许看轻自己。吴惠娘红着眼眶，她今天是真的吓到了，本来是想去地里拔草，等大山回来后也能轻松一点，可田埂上湿淋淋的，她一脚没踩踏实就摔地上了，幸好大麦经过，不然还不知道在水田里躺多久。脉象有些不稳，不算严重，我开一些安胎药即可。不过安胎药不便宜，大山娘若是确定要，就让四蛋跟我回去配药。自然是要的，郑郎中只管开价。出诊费是3文安胎药1包5文。大山媳妇这个情况至少得吃3天，1天3顿，一共是9包安胎药，加起来48文。娘，我感觉身体已经好多了，不需要。你说了不算。谁说大山娘虐待儿媳来着？以后谁说这话我呸谁一脸。大山娘这是赚到钱了吧？你们闻闻，灶房里有肉香味呢，这年头还能吃肉，可见赚了不少。我刚刚偷偷看了一眼，是大骨头炖玉笋，大骨头不算贵，10文钱能买1大根。10文钱咱们也不是买不起，家里都有玉笋，回头也炖一锅汤。哎呦，我记起来了，昨儿我家丫头送了2斤灯笼草过来，大山娘还欠我们家4文，大山媳妇请了郎中，大山娘不会没钱付给我们了吧？说起来，前几天的鸡蛋大山娘都还没给我们呢。各位嫂子婶子，稍微等一会，我现在就给大家把账结清。陈弯弯让赵二狗搬了一张桌子放在院子里，一个碗里放着40、50个铜板，另一个碗里放着7、8个鸡蛋。泥鳅娘4文2个鸡蛋拿好了，铁柱娘2文1个鸡蛋。陈弯弯的记忆力很好，跟这些人记得分毫不差，很快就把所有账都结清了。赵大嫂子，这灯笼还收吗？自然是收，还是老样子，2文1斤。大嫂，1斤才给2文，是不是太少了？冬花还那么小，一听说大伯母需要灯笼草，立马就上山去寻摸，寻摸了1天才得了4文。大嫂是不是酌情再加点价？冬花确实是小了点，还有小麦胡子都太小了，为了几文上山确实不值当，这事儿是我没思虑清楚。以后摘灯笼的事儿，我就交给我们家2狗3牛，还有大旺2旺，就不劳烦大家了。赵大嫂子，我觉得2文这个价格很公道，就让我们家孩子继续帮忙摘灯笼吧。大山娘2狗3牛天天要去镇上卖东西，哪有时间上山？总不能让俩孩子大半夜去山上吧？有财媳妇嫌弃2文少，我们可不嫌弃。就是，我什么时候嫌弃2文少了？冬花年纪太小，要是在山上真出了什么事，我负责不起。以后冬花送来的灯笼我不收，春花送来的总行吧？陈弯弯不咸不淡点头。村中的妇人又说了几句后就散了。好你个孙氏，那是你亲大嫂，你不帮着你大嫂压价就算了，竟然还想着提价，眼皮子咋这么浅？老三咋娶了你这么个媳妇进门？他低着头不说话。赵老太太看他这样更来气，狠狠骂了一通，才把心里的怒气发泄出去。阿奶，这是我娘让送来的。刚赚了几个铜板就开始败家，猪骨头再便宜也得花铜板才能买回来。不行，我得过去叮嘱几句，
别光顾着花钱买吃的，家里还有3个小子等着娶媳妇，这铜板得慢慢攒起来。你身体底子太差，必须得多吃东西，不想吃也得逼迫自己吃下去。赵大山将带回来的馄饨在锅子里热了一下，端上来。惠娘，你吃点清淡的，先填填肚子。馄饨这么好的东西，给娘吃吧，我不吃。我们在镇上都吃过了，大嫂你快吃吧，吃饱了小弟弟才能长得胖胖的。笨蛋，不是弟弟，是侄子。娘，你看二哥欺负我。有吃的都堵不住你们的嘴，赶紧吃吧。你个败家娘们，你是啥官老爷的娘子吗？一顿3、4斤大米饭，家里3个小子还等着娶媳妇，赚了点钱就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今天吃白米饭，明天喝西北风去是吧？这都是很久之前买的，一直藏着舍不得吃。娘，您吃过没？坐下一起吃吧，锅里还有点饭。知道你赚了点钱，但钱不是这么花的，年成不好，后头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。二狗岁数在这里，顶多半年就要娶媳妇，家里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不得攒钱给二狗盖个土坯房子。我听王媒婆说，近来娶媳妇的聘金都涨到了半两银子。阿奶，我娶媳妇的事还早。你怀着身子就好好待在家里，别到处乱走，看个病就花了40、50文，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。我听阿奶的。实在要下地做啥子，你喊夏花过来帮忙，咋就非要自己去田里瞎折腾？娘，能不能麻烦您一件事儿？你想干啥？事先说好，老屋的50可没啥大白米肥猪肉，就杂粮饼子和窝窝头，爱吃不吃。我是想让娘在老屋安排个人来，我们家负责鸡鸭的吃食，挖点野菜啥的就行了，就负责中午一顿，晚上的等4蛋回来了自己弄，不管是谁来负责这个事儿，都给2文。都是一家人，提啥钱？赵老太太没好气地说道。话一说完，她老人家又想到一个事儿，这钱留在老大媳妇手上，全变成了大白米和猪肉，她得帮3个大孙子攒着娶媳妇儿。那就2文吧，我回去问问看谁愿意干这个活儿。从今天开始，除了你们大嫂，所有人轮流洗碗。娘，真的不必了，洗碗不费事的，交给我就成了。必须听我的，就从大山先开始吧，一个个轮流。还有，以后自己的衣服自己洗，不能啥事都交给你们大嫂，都记住了吗？在这个家，程弯弯的话没人敢不听，4个小子自然是没有任何意见。你们大伯娘那边养了3只鸡，20只鸭子，中午半背篓野菜杂草就能喂饱，这个活谁有空帮一下？阿奶，我去帮大伯娘吧，把鸡鸭喂饱就行了吗？还要做啥别的？帮忙收拾一下院子，鸡屎鸭屎啥的清理干净。你大伯母说给帮忙的人1天2文，我拿1文，多的1文你拿起来自己攒着。半背篓野菜杂草就能得1文。夏花力气小，这活就交给我们家春花吧。他3婶半背篓野菜而已，我们家夏花还是能背动的，就算背不动，走2趟也不是什么大事。夏花，这活儿可要好好干，要是你大伯母不满意，说不定就要换给你春花姐姐来干了。娘，我肯定不会偷懒的。你们想进南府书院吗？书院应该不让外面的人进去卖东西吧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们想进南府书院读书吗？不，我脑子笨，读不进去，我不读书。我问了边上那位大叔，南府书院1个月的束修是2两银子，还要买笔墨纸砚，一整套最便宜的都得至少1两银子，我们家读不起。只要你们想读书，总会有办法的。问题是，你们想读吗？娘，我想读书，可是太贵了。如果我读书的话，家里以后是不是就吃不起肉了？那娘就努力赚钱，先送你读书，你学会了就回来教你大哥、2哥、3哥。哟，程兄台竟然也有余钱来吃冰粉，你抄一本书半个月才100文，3文钱1碗的冰粉是你吃得起的吗？这是我亲二姑，我吃冰粉不需要钱。昭儿，二姑做点小本生意也不容易，你不说给二姑撑场子，咋能让二姑免费给你吃冰粉呢？程昭一脸错愕，以前无论他要什么，二姑都会双手捧到他面前来。程兄台，你是读书人，君子可不会做这等不符合礼教之事。他从腰包里取出3文放在桌子上。二姑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当然可以，大山，还不快给你表哥盛1碗冰粉。等剩余的所有冰粉都售空了，程昭还没有走，他站在摊子边。二姑，我爹确实是过分了一些，不该对二姑动手，我代替我爹向二姑道歉。但二姑姓程，和我们程家怎么说都是一家人，不该生分至此。什么叫做生分至此？不生分的意思就是我家的冰粉随便你吃，赚到的钱全部供你读书是吗？二姑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的意思是什么？让我继续和程家当一家人，让我继续被你榨干是不是？程昭，这么多年我是怎么疼你的，你心里有数。但10天前我被你爹砸破脑袋，要是再重一点点，我就直接嘎了。我伤得那么重，我的好侄儿，最懂事的侄儿，竟然都没来看我一眼。我一直在书院念书，前几日才知道此事。行了，你不必跟我解释。
我和程家已经断绝关系了，你以后看到我就当不认识，也没必要喊我二姑。你这样有出息的读书人，我们赵家也高攀不起。二姑，我不许喊我娘二姑，以后我们也没有读书的表哥。我娘说了，没你这个侄子。你赶紧走，别影响我们做生意。你再继续说，可能马上就要成为南府书院的笑话了。程昭一回头，就见不少同窗好奇地看向这边，而且慢慢围拢。二姑不认我没关系，我认二姑就够了。我先进书院了，改日再登门赔罪。程弯弯的面上没什么太大的情绪，他正准备带孩子们去吃点东西，这时一个30出头的男人站在了他面前。这2天河口镇人人口口相传的冰粉，可是出自这位嫂子之手。今日冰粉已售空，明日早点来吧。我不是来买冰粉的，不知这冰粉的方子，大神可愿意卖给我？这是祖传下来的方子，祖上交代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恕不能售卖。我可以出多一些。抱歉，方子真的不能卖。这位大嫂若是过几日后悔想卖，价格可就没这么高了。那若是真有这一天，仅可以压价。见他油盐不进，只好甩袖就走了。娘，我咋觉得这个掌柜会整点啥破事出来？他要是敢找麻烦，我一拳揍嘎他。大爷，尝尝。你要干啥子？大爷，我是想让您帮忙牵个线，我想和南府书院食堂管事的说几句话。只要大爷能帮忙把食堂管事的叫出来，我给您2文。守门的大爷将冰粉接过去，他一口气喝了小半碗，舒服的眯上眼睛。喝完了冰粉，这才去喊人。我就说这2天大中午的食堂咋没什么人来？原来都是你在搞鬼。陈掌柜，你别瞧这冰粉有一大碗，实际上吃下去并不顶饱。那些学子来我这儿买了冰粉，还不是照样去食堂用餐。大热天的，闷在屋子里看书写字，学子们哪里受得了？这东西啊，就是用来解暑的。陈掌柜，来尝尝，这碗就当是嫂子请你的。他将碗接过去，才尝了一小口，就愣住了。这冰粉也太好喝了吧！不能怪这位大嫂，只能怪自己没本事做出这么好吃的点心。陈掌柜，你说这东西要是放在食堂里售卖，能卖出去吗？这位大嫂，你的意思是？我供货，陈掌柜卖货，如何？我在南府书院门口售卖了2、3日，也算了一笔账。南府书院学子大约有300余人，加上教书先生和一些杂役，加起来接近400人。3文的冰粉不是人人都吃得起，就算1半人吧。也就是说，南府书院一天至少可以卖出去200碗冰粉，也就是进账600文。我从大嫂这里拿货，价格几何？这冰粉做起来实属不易，耗费的原料极多，每卖出去1碗，我就只能赚到半文钱。这生意做起来很累，不然我也不会想到和陈掌柜合作。这样吧，陈掌柜在我这里拿货，进价2文1碗，以及红糖、山楂、花生这些辅料，陈掌柜需自己负责，如何？那什么时候开始供货？明天上午，我儿子来送货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如何？陈赫用力点头，一桩合作生意算是谈下来了。娘，我们自己卖就行了，辛苦点也没事，我一个人也能支个摊子，相当于是免费送钱给那个陈掌柜。我们家中一天能收至少20多斤灯笼，谁能告诉我包完后是多少斤子？娘，差不多是6斤。那我再问一个问题，这3桶冰粉一共用了多少斤冰粉子？我知道，2斤多一点点。若是将一天6斤冰粉子全部做成冰粉，那就是9桶，光是凭我们5个人能全部卖出去吗？有时候需要借助其他人的力量，这不叫白送钱给别人，这叫合作共赢，他能赚，我们也能赚更多，明白吗？我好像是明白了。如果9桶冰粉全部以2文1碗的价格卖出去，那我们一天就能赚1两多。如果以这种方式售卖冰粉，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全家人出动来镇上摆摊子了。周掌柜，不知你有没有听说过冰粉？周掌柜可以试试看，若是觉得行，那我们来谈谈合作卖冰粉的事，若不行，那我只好去找对面醉仙楼的杨掌柜。这2日来河口镇，他已经把这边的情况摸清楚了。最大的酒楼是醉仙楼，他刚走到醉仙楼门口，就看到了之前要买他方子的那个掌柜。冰粉方子8两银子，成不成？这些酒楼掌柜怎么就总是惦记着买方子？10两银子如何？10两不行，那12两，这是我能给出的最高价了。周掌柜，不如我们换个思路，2文1碗冰粉，你在酒楼大概能卖5文的价格，也就是说，你不需要花巨资买冰粉方子，也不需要找专门的厨娘来制作冰粉，每天只需准备红糖和花生、山楂等物，就能直接在酒楼出售冰粉。陈弯弯知道周掌柜心动了，他继续道：不过有一点我提前说清楚，这冰粉不是专供你吉祥酒楼这一家，只要愿意与我合作，我都是2文1碗供货。赵大嫂子，条件你尽管开。我家的冰粉量大，吉祥酒楼一家吃不下。我已经和南府书院的陈掌柜达成了合作。按照目前收集的石花子来算，他们家一天至少能做出900碗冰粉。河口镇的市场有限，他还得再去平安镇和隔壁凤凰镇都试试。周掌柜叹了叹气，吉祥酒楼一天只有这么多人，
体量确实小了点，他哪有资格让人家只给他一家公？那马车是咱们平安镇县令家的，赶车的人是县令身边的小厮，专程送我回来的。呵，李正不得了哩，县令大人竟然派人亲自送你回来。咱们大河村的李正就是有本事，能让县令大人另眼相看。我能让县令大人瞧上眼，也是因为咱们大河村心合力气往一处使。前几日从山上挖沟引水的事，不知咋的就传到了县令大人耳朵里。今日叫我过去，就是问这个事儿。以前啊，我想见县令大人一面都难，如今竟能有幸和县令大人坐在一处喝茶。县令大人多大年纪了？县令大人胖还是瘦？县令大人好说话不？李正也是第一次被县令大人接见，炫耀欲很强，自然是一个一个回答问题。等这些人恭维完了，程弯弯这才开口：李正叔，县令大人咋会专程问起挖沟渠的事？是不是有啥安排？李正的炫耀之心立马淡下去了，他没料到大山娘竟然能猜出县令大人召见他的深意。平安镇下有36个村，每个村都干旱，县令大人想将挖沟渠推广开，问我是否可行。大东山上有水，又不代表其他山上也有水。离我们最近的桂花村都没得法子，更远的村更没法子。你们把东西带回去收拾干净，我等会回来。如今大旱，除了大河村，其他村落会颗粒无收，到时候大河村就成了众矢之的。众矢之的是啥子？众矢之的就是所有人攻击眼红的对象。县令大人推广挖沟渠之事，这是件好事。如今还有半个月丰收，早一天引水入田，庄稼就能早一天起死回生，多多少少能收获一些粮食。不过，并不是每个村都能找到水源，找水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就是想问问大山娘，山上的水你是咋找到的？县令大人说希望大河村能派些人去帮忙，一是帮忙找水源，二是帮忙规划挖渠路线，三则挖沟渠也需要人帮忙。这几日村里没有异样，村里的巡逻队似乎松懈了一些。田里有水之后，稻子长出来，杂草也多了，还生出来很多虫子。不仅要拔草除虫，还得施肥，施肥多，稻子才长得饱满。地里忙，巡逻的事情大家确实没那么上心了。因为巡逻没有放在明面上的好处，一旦感觉没有危险后，村里的人自然就不愿意出工了。李正叔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我觉得巡逻队之事一天都不能懈怠，要成立专门的巡逻队，并发放工钱。村里哪有余钱养巡逻队？这次挖沟渠就是个机会，大河村给县令大人解决燃眉之急，县令大人是不是该给点银两？能申请下来多少银子，就全靠李正叔的本事了。这笔钱就能当作是巡逻队的初始资金。李正的下巴都快惊掉了。大山娘这脑子是怎么长的？竟然能想出一个从县令大人那里名正言顺搞钱的主意。和李正聊完之后，程弯弯转到回家，走到家门口，他看到院子里的田地里竟然冒出来了绿油油的嫩芽，这青菜长得可真好。带着一家人奋斗，慢慢过上好日子，这也是一种生活。四蛋，你咋来了？啥子事跑这么急？脑门一头汗，赶紧来喝口水。我娘说把夏花姐的工钱结了。夏花接过钱，转头就给了他娘文氏，文氏放进自己腰包。夏花，这一文娘给你攒下来当嫁妆，明儿你可要给你大伯娘多挖点野菜杂草喂鸡鸭。大嫂还真是大方，想来真的赚了不少，不像我们天天地里刨食也赚不到一文。四蛋，是不是还有啥事？娘说让我来借4个木桶，2个木盆。大旺二旺，帮四蛋把木桶木盆拿过去。娘，等会晚上孩子爹还要去挑水，木桶借出去了咋挑水？刚刚不是挑了4桶水回来吗？缸里的水都是满的，咋地不够你用？你个瓜婆娘，一天天的不知道在想啥子。有这功夫赶紧给我别一双草鞋，天天鞋子都没得穿。老三，你去山上砍一棵杉树回来。快到山脚下，就碰到了村里另一个寡妇张氏。张氏20出头守寡，如今还不到30，身上的衣服没那么多破补丁，手里提着一个竹篮。赵三哥这是去哪？去山上砍棵树。赵三哥，我白日砍了些柴堆在山上，你也知道我一个人没那么大力气把干柴拖下山，赵三哥能帮帮忙吗？天都快黑了，我没这个闲工夫给你拖干柴，明个再说吧。他扛着斧头快步上山。张氏气得直跺脚，他都表现这么明显了，竟然走掉了。他拎着竹篮继续走，很快就在程弯弯家门口停下来。张婶，你在干啥？我上山弄了点灯笼，差不多2斤的样子，你娘收不收？赵大嫂子，我家的日子你也知道，3个闺女1个儿子，个个张口等吃的，我家没有男人，全靠我一个人拉扯长大。我比你还年轻几岁，瞧着倒像是比你年长，这日子真的难熬。大嫂子，你做的这吃食生意能不能也带带我，让我帮忙打下手就行了，一天给个3、5文都行。一天3、5文
还不如多摘点灯笼，2斤灯笼就4文呢。来我这里打下手图什么？我这不是想谋个营生吗？陈弯弯不冷不热地拒绝了。原生和这张寡妇根本就没怎么打过交道，更别说他了。他怎么可能会让一个不熟的人来打下手？拉拉扯扯的干啥？天都没黑透，被人看到了成啥样子？你这娘们装啥子装？最开始不是你找的我，上山还是随便找个地？给钱，不然不干。赵富贵骂骂咧咧地从裤腰带里摸出1文钱。大哥，你的手怎么了？陈弯弯放下手里活走过去，顿时吓了一跳。赵大山的手掌全都泡白了，因为用力过猛，手心的表皮被搓开。这2个时辰，他的手就一直浸泡在石花子的水里，这小子竟然一声不吭。娘，我没事，一点都不疼。大哥，你去干别的活，这事就交给我，我皮厚，经得住。大山，你过滤冰粉，冰粉里一点黑色的东西都不能有，你仔细一点。赵大山不愿意，但无法违抗亲娘的命令。这里太热了，我进里屋去搓洗。他从商城里买了一双塑胶手套，戴上在揉搓时，果然就感觉不到疼痛了。他飞快地搓洗起来。他端着木盆走出去，堂屋里5双黑溜溜的大眼睛看着他。娘，是我太没用了，以后这个活不能交给一个人做，我们3个大的轮流，1人1斤，手就不会受伤。这事交给我们就行了，不能一直让娘这么辛苦。陈弯弯心里有些熨烫。最开始他只是把4个儿子当责任和义务，没想到竟然真的处成了一家人。大山娘，这是县令大人，这是袁师爷。民妇见过县令大人，见过袁师爷，快里面请。惠娘，快倒3碗水出来。大山娘，县令大人这次来是想问问山上的水源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找到的？是我2儿子无意发现的，这事儿3言2语也说不清。不过我们家老2太忙了，现在去镇上送货，下午回来还得下地，估摸着晚上才有时间。县令大人可能要等一会子。放肆！县令大人有请，就算是爹老子嘎了，都必须接受县令大人的派遣。县令大人袁师爷有所不知，天逢大旱，久不降雨，村里人绝望之时，终于找到水源，还有半个月收稻子，地里的活计半晌耽搁不得。村里刚会走路的孩子都会帮着干农活，确实不是故意怠慢县令大人。这里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，你这脾气可以收一收了。是，县令大人说的是。这位县令大人竟然是个好脾气，看起来不像那种贪得无厌的贪官。他给了李正一个眼神，示意昨天那些话现在可以说了。李正立马打结，嘴巴张了又开，开了又合，愣是说不出一个字。我家老2是个野小子，天天往山上窜，对大东山很是熟悉，找水源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。但其他村子附近的山，我家老2从没去过，要找水源怕是得费不少功夫，走一圈找一找，1天就过去了，1天找不到，第2天还得去，家里这么多亩田可咋整？这没事，大山娘找村里人帮着料理田里的事就成了。请人干1天活不得给工钱啊，我们家一穷二白，一个铜板都拿不出来。若你家小子真能发现其他水源，这是大功德一件，本官会好好嘉奖一番。从发现水源到挖沟渠引水入田，这不是单个人就能解决的事，大河村至少得派出4、5人前去协助。正是农忙之时，谁家里都是一堆农活等着料理，因惦记着家中事，谁能全心全意投入帮别的村寻找水源呢？总不能别的村找到了水，而自家的稻田因没人伺候长满了杂草和虫子，到时收获亩产都比不上别家。县令大人的差遣竟还敢懈怠？民妇只是实话实说而已，距离秋收不远了，谁愿意丢下家中的活计给别人忙活？县令大人，民妇也曾是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员，未分家之时，浑水摸鱼，能偷懒则偷懒。当有巨大的利益摆在面前时，不用任何人鞭策，民妇能一整宿不睡将吩咐下来的事办好。县令大人觉得民妇此言可有道理。大山娘胆子也太大了吧，咋敢在县令面前说这些？没见袁师爷都生气了吗？万一县令大人震怒，我们可都要吃板子的。县令大人是第一次看到普通老百姓在他面前说出这么一长串的话，和平常奉承恭维的话不一样，这话说得很有深意，他竟然觉得很有道理。这次大旱，周边所有镇子下的村落都干旱，只有我们平安镇发现了水源，多去知府大人面前露个脸，我这位置或许能再往上升一升。师爷瞬间就懂了县令的意思。大河村所有帮忙找水源挖沟渠的人，1天奖赏100个铜钱。县令大人，民妇不是这个意思，为县令大人办事怎能要工钱呢？要是一处水源都没找到，这钱拿着烫手。那依你之见，该当如何？若是发现一处水源，县令大人就给嘉奖；若是无法为县令大人解忧，我们也没资格拿银钱，这法子如何？35个村落，3天内必须全部走一趟，如此下来，3日都不得成年。找到一处水源，奖赏2两银子。大嫂子和普通农妇完全不一样，难怪能养出发现水源的儿子。
这都是孩子爹教子有方。早些年间没有战死时，他每年都会回来教孩子们许多大道理。他虽然已经去了，但他的那些道理却一直被孩子们谨记于心。原来是个丈夫战死的寡妇，难怪会惦记嘉奖的银钱。世人各有不易，确实该体谅一二。一处水源才给2两银子，是不是太少了？此时赵二狗和赵三牛回来将木桶搬下来，两人颤颤巍巍地往屋子里走，目光发直，连站在门口的县令都没看到。民妇这2个儿子去镇上回来了，民妇让他们进屋换件衣服，再出来见过县令大人。他的面色有些凝重。这2小子送货回来，怎么一脸菜色？难不成是出什么事了？早知道第一次送货我就该跟着过去，出啥事了？娘，是银子，我和大哥去河口镇和平安镇，十分顺利，总共拿到了1100个铜板，一大包铜板放在腰包里鼓鼓的，总觉得街上都盯着我们腰包，实在是太危险了，我们就把铜板换成了银子。1两银子放在赵二狗怀里，剩下100文在赵三牛腰包里，两人坐在牛车上都不敢动，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让他好笑又觉得心疼。以后有机会要让4个小子都多多走出去。瞧这俩孩子累成什么样了，这个家是真的穷。县令大人，您瞧瞧，这屋顶上破了个大洞都没工夫修补，一家6口人在破破烂烂的土坯房里挤着，可怜呐。县令大人仔细看了看，叹了口气，找到一处水源，奖赏3两吧。什么？李正瞪大眼睛，3两银子？是他耳朵出问题了吗？袁师爷张了张口，没说话。草民方才没看到县令大人，还请大人降罪。县令大人摆摆手，没当回事。他看向李正，不是说4、5个人吗？叫上一起走，可能3、4日不能回来。李正咋地了？县令大人咋去大山娘家了？发生啥事了？县令大人找人帮忙办事，一天100文。王永成、赵有贵、赵安江，你们赶紧随我来。王永成是陈弯弯隔壁大麦的爹，赵有贵是赵傻根的爹，赵傻根就是和孙水琴好上的那个。给县令大人办事啊，咋不叫我家男人？我家男人力气大，也跟着一起去吧。当初挖沟渠你们又没第一个响应，干活的时候还怨天尤人，我可不敢带着，老老实实在村里巡逻，谁干得好，以后再有这种好事，我第一个想到他。马车急速离开大河村，村子里霎时间热闹起来，一堆人挤着来陈弯弯家院子门口。县令大人身为父母官，不忍心看到那么多稻子干死在地里，想让二狗去帮忙找水源挖沟渠。村中人表示不屑，找水源哪是那么容易的事，二狗子哪有这么大本事？帮其他村其实也是帮我们自己。若只有我们村丰收了粮食，其他村颗粒无收，大家知道有什么后果吗？咱们村不是有巡逻队吗？不会让那些人得逞的。建立巡逻队是为了保护粮食，但也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，快饿死的人我们是打不过的。就算没有人抢粮食，镇上也可能征收我们的粮食，然后平均分发给每个村，到时候就只能天天吃野菜稀汤了。村里的人瞬间听懂了，他们才知道差点做了错事。桂花村必须要有水，其他村最好也发现水，必须得挖沟，否则大河村丰收那一天还不知道会遭多少人惦记嫉恨。大山，先穿上鞋回去吃饭。这亩田的草拔完了就回去，等会太阳没这么大了再来，赶紧回去洗洗手吃饭，我去叫四蛋。他顺着田埂继续往里走，走了10几步，就看到四蛋蹲在田埂上挖野菜。这小子身边的背篓里装满了苦苣菜，脚边还有他顺手从稻田里拔出来的杂草。这几个孩子都太懂事了。四蛋，饭做好了，我们一起把鸭子赶回去，你去那边，我在这边。哎呦，这鸭子咋飞到我家田里来了？四蛋，赶紧抓回去，别把我家稻子给糟蹋了。婶子，我家鸭子不吃稻子，它们吃虫子。我家稻田里咋有蝗虫？哪来的蝗虫？好几天前我就发现村子里有蝗虫，不过数量不多，所以我买了点小鸭仔回来守稻田。王婶子想到了去年的事，漫天的黑色蝗虫像乌云一样飞过来，不到半天时间，上千亩的稻子全被吃了个干干净净。大山娘，小鸭子你在哪里买的？多少钱一只？我也去买点回来放田里养着。平安镇没看到有卖鸭子的，河口镇才有，我明儿要去一趟河口镇，要是看到了就给你带回来。王婶子千恩万谢，还帮忙一起将小鸭子赶回去。3个人合作，20只鸭子不敢再乱飞，乖乖跟着进了院子。大嫂这是赚大钱了呀，不年不节的，竟然穿上了新衣服，好叫人羡慕。他三婶说笑了，要是赚了大钱，我该去买绫罗绸缎，有钱人谁还穿土布衣裳？土布2文1尺，他三婶要是想穿新衣服，也不是穿不起。老三媳妇，屋后头还有一盆衣服，你去洗了。老大媳妇，这卖钱的东西你以后就别送过来了。12碗冰粉就是24文，给我们喝了不是白糟蹋吗？娘，不拿点吃食过来，我咋好意思开口让老二老三帮忙？大嫂，你有啥子事吩咐一声，我立马办好。都是一家人，客气啥子？
这冰粉做起来很是麻烦，主要是伤手。大山的手伤到了，我不敢让他再做，只好来请老二老三帮忙。具体做啥，跟我去一趟就知道了。伤手的活，凭啥让我男人做？大嫂心疼自己儿子，我也心疼我男人呢。夏花，你明儿不需要再去给鸡鸭挖野菜了。不过大伯娘有另外的事让你帮忙，明儿你吃了早饭再过去。我都听大伯娘的。老大媳妇，你过来看看，木桶做这么高，能行不？陈弯弯错愕了一下，老头子竟然是在做木桶，问他的意见，那就是给他做的木桶。他昨夜还在计划去买木桶木盆回来。爹，跟家里的木桶做一样高就好，到时我给爹付工钱。这木桶做好后，你带到镇上去，找木匠师傅刷一层油，能用个10几年，给大山二狗他们兄弟几个传下去。这是我们老赵家的东西，要你的工钱干啥？在后面洗衣服的孙氏差点把衣服给搓烂，孙氏快被气嘎了，他一甩手从后院窜过来。娘，水缸的水快见底了，家里也没留个木桶，咋去挑水？阿奶，这水桶我们家还得用，这几天我来给阿奶挑水。你这孩子咋一头汗？快去喝口水。孙氏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他还以为大嫂是白借水桶，没想到竟然包下了老屋挑水的事。老二老三，这活儿有点伤手，可能会脱皮，你们要想清楚了再做。干庄稼活也不是没脱过皮，都是小事。这工钱是咋算的？俗话说，亲兄弟明算账，就算是大山爹还活着，我也不会让你们白干活。这活不比摘灯笼，伤手是其次，还得小心控制力道。要是把这些籽全都搓碎了，后面过滤会很麻烦。每洗半斤5文，最多洗1斤。不过我有一个前提，就是在我这里做了啥，看到了啥，回去都不要告诉任何人。你们也知道，做吃食生意最是忌讳方子传出去被人模仿，到时候生意就做不下去了。就算老太太问起来，我也一个字都不会说。就算我家婆娘抓着我耳朵问，我也烂进肚子里。事情谈妥之后，两人开始坐下来搓洗冰粉。第一次干这种事，两人都很小心，时间上不免长了一点。2盆冰粉搓洗完后，2个时辰就过去了。这是喝多了还是没睡醒？娘，大嫂给的。活挺简单的，大嫂也太大方了，竟然给10文。简单啥？你瞅瞅这双手，厚厚的茧子都泡白了，再多做几天，一双手都得废掉，10文买药都不够。那行，老三，明儿你就别去你大嫂那边了，我寻摸个靠得住的人替你去。娘，我就是随口抱怨几句，不是真的怨大嫂给少了。干农活手也会受伤，砍柴有时候还砍到手上。赵老太太从2个儿子手上各拿走了5文，诞生吩咐：帮你们大嫂做事也不能耽误地里的活，休息一会就赶紧下地。这会子天没那么热了，干活也舒服一点。大嫂让你干啥子去了？手泡成这样，是洗啥东西？大嫂交代过了，不许说。大嫂这生怕被我把方子给学走了呀，不说就不说。另一边，文氏和赵有莹也在说话。大嫂能让你干这个活，是因为咱们都姓赵，是一家人，你可得好好干，千万别偷懒。他三婶，你在干啥呢？我来送灯笼，呵呵，大嫂还没吃呢。他看向孙氏手里的篮子，装的不是灯笼，而是包出来的石花子。大嫂，这都是冬花糟蹋的。他闲着没事，就把屋檐下的灯笼全部包出来，这些籽被他撒的到处都是。我也不知道大嫂是要外面的罩衣呢，还是要里头的籽，就全部分开带过来了。看来赵有才没那么不靠谱，不然孙氏不会多此一举前来试探。不过这孙氏还真有几分小聪明，为了打探冰粉方子，竟然连这事儿都琢磨出来了，真是辛苦他三婶了。我们本来也是要包出来的。大嫂，我看你一天到晚都在忙，这包灯笼也需要不少功夫，不如我来帮你包子吧，工钱大嫂看着给就行了。包10斤灯笼给1文。好好好。等答应下来，他又后悔了，刚刚包2斤，他都用了小半个时辰。只要能来大嫂家里待个1-2天，肯定能偷学到咋做冰粉，到时候自己做了拿去卖就行。他这心思，程弯弯又如何看不明白？我们家院子窄，他三婶可能要在老屋那边包好了送过来，我打算让他二婶帮我收灯笼，灯笼收好后就放在老屋，麻烦他三婶帮忙包出来。不过10斤才给1文，确实是太少了，2斤给1文如何？孙氏迫不及待就应下来了。他关上院门，和孙氏一起去老宅那边交代文氏收灯笼的事。文氏连工钱多少都没问，直接就应下来了。那我就一天给2文，成不？你是啥大财主吗？给这个工钱，又给那个工钱，多少都不够你这么造。娘，我咋会让自己亏本？放心，亏不了。这位大嫂真是好眼光，这本《三字经》是南府书院最优秀的学子抄录的，除了正文，抄书后还有该学子对《三字经》的见解，很适合正在启蒙的孩子。程弯弯将书翻到最后，有3页纸是详细注解和个人领悟，最末尾还有落款，是程昭2字。第一次买书，买的竟是程昭抄写的书，这到底是啥子孽缘？程昭是个好学生，家中清贫，从不抱怨，全靠自己抄书挣钱。听书院的山长说，明年院试，他极有可能考中秀才。
完了完了，从今天开始就要读书了，算术学不会，认字记不住，娘会不会嫌弃我？程弯弯没说什么，他付了钱，带着书走出德和堂。我家的小鸡小鸭便宜卖了啊，8文一只，随便挑随便选。鸭子我全要了，小鸡要20只，你给个实在价。这次的小鸡小鸭多养了几天，不然哪能这么壮实？这几天他们吃的粮食我得算减吧，一只8文真的很便宜了。不过大嫂是老顾客，我也想做回头生意，7文一只，成不？这样吧，要是买到了公鸡鸭，不需要你退钱，6文一只。太贵的话我买不起，家里自个都没粮食吃，还养啥子鸡鸭？算了算了，不买了。看得出来大嫂是真心想要，那就6文一只全部带走吧，小鸡也都带走，挑剩下几只别人也不会要，是不？两人一来一回就把价格给敲定了，50只鸭子，39只鸡仔，程弯弯多掏2文，连2个笼子一起买下来了。你去李正家，把你铁柱哥喊过来。铁柱哥应该不在家呢，上山挖野菜去了。大山娘在不在？今儿买了50只鸭子回来，6文一只，泥鳅娘要多少只自己挑，20只就行了。等会就让大麦小麦把鸭子赶到田里去吃蝗虫。谢谢大山娘。一天的忙碌渐渐接近尾声，程弯弯觉得这一天很充实，他做了很多事，每件事都让他觉得很有意义。铁柱，你是个识字的孩子，那你读过三字经吗？三字经我知道，以前掌柜的儿子读书，天天在店里背，我学会了一点。那你读给我听听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。最开始赵铁柱还读得很顺溜，毕竟他会背一点，到了后面他需要认字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下去，然后就碰到了不认识的字，顿时就卡住了。铁柱，你真厉害，我们大河村还真没人能把三字经读下来。其实很简单的。那我跟你商量个事情，你每天来教我一句，我给你1个鸡蛋。原来是娘自个要读书，不是让我们读书，太好了，简直太好了。真的，今天就先给你1个鸡蛋，你教我前面2句。他从屋子里拿出1个鸡蛋，递到了赵铁柱手上。赵铁柱生怕他反悔，连忙将鸡蛋藏进衣服里，立即道：第1句是人之初。他教完了这1句，拔腿就走。铁柱哥，你别跑，我还没学会啊。人之初，性本善才是1句吧？这小子不讲武德，坑了我半个鸡蛋，明天必须让这小子多教1句。我记住了，来，我教你们。三牛，你也过来一起学。娘，刚刚铁柱哥说太快了，我都没听清楚。第1句是人之初，你们先熟读这句话，然后对照这本书，慢慢认识这3个字。哪来的鸡蛋？莫不是在别人家鸡窝里偷的吧？阿奶，我才不偷东西呢，是四蛋娘给我的。四蛋娘说以后我教她读1句三字经，就给我1个鸡蛋，我一共会30多句，可以得30多个鸡蛋。大山娘啥时候这么重视读书了，竟然还给鸡蛋让你教？程家村那边有私塾，程家不是有个侄子读出来了吗？大山娘估计是想跟娘家那边的人较劲吧。这有啥子必要哦？程家那小子都成童生了，4蛋才开始念书，哪追得上人家？大山娘以前光补贴娘家，这回为了怄气，又跟娘家较起劲来，这不是平白浪费鸡蛋吗？鸡蛋给我吃能叫浪费吗？不叫。不过啊，你才教1句就得1个鸡蛋，这不行，你得多教2句，不然大山娘回过未来知道自己吃亏了，就不会再让你教了。还有你呀，想法子让人教你多会几句，这事儿也能长久一点。等阿爷回来了，让阿爷带我去镇上，我找方平哥去，让他教我背。不认识字没关系，会背就行了，对照着书读出来就有鸡蛋。李正老伴唉声叹气，谁都知道读书重要，但谁都供不起孩子念书，自家村里建学堂，孩子们念书也能便宜点。大山娘也就是跟娘家怄气罢了。天杀的黄鼠狼，把我家鸭子咬死了2只。泥鳅，大晚上的别追了，你2条腿追得上它4条腿吗？程弯弯连忙起床去看自家鸡窝，2只鸭子也不幸嘎了，还少了1只小鸡。赵四蛋眼眶红红的把2只鸭子给埋了。鸭子买回来之后，大多时候都是他在喂食，他对鸭子的感情很深。之后我就在院子里打地铺，一定要活捉黄鼠狼烤了吃。黄鼠狼跑得快，你捉得住才有鬼了。看来得养1只狗，不然家里的鸡鸭全都会被黄鼠狼给偷光。泥鳅娘知道谁家有狗吗？明儿一早我回娘家问问。我是凤凰镇悦来酒楼的徐掌柜，不知大婶这边还能匀1点冰粉出来吗？不知徐掌柜1日需要多少？悦来酒楼虽不是凤凰镇最大的酒楼，但生意也还行，一天应该能售出100碗。徐掌柜并没有端着架子，他儿子在南府书院读书，前几天就跟他提起过冰粉，但他并未当回事，以为就是普通的小吃换了个比较解暑的名字。谁能想到短短2天过去，
冰粉竟成了大多酒楼的标配。行，凤凰镇的悦来酒楼1天100碗，2文1碗。明早我带儿子去送货。这是定金，此事就这么说定了。娘，这是王婶子送来的小狗，我给它取了个名字，叫小黑，成不？小黑听起来太弱了，叫大黑吧。那就听三哥的吧，以后就叫你大黑了。他将小狗仔抱起来，这只狗应该只有1个月大吧？咋这么瘦了？年成这么差，谁会养一只狗啊？他揣着2个鸡蛋到了隔壁王婶子家里，地上有一只土黄色的小狗跑来跑去，同样很瘦。大山娘，你咋来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一只小狗要几个铜板，给2个鸡蛋成不？不值钱，身上也没肉，瞧着也活不了几天。我回娘家的时候，村里大爷正准备把狗扔山上去，2只狗就是白捡的，哪能要你家鸡蛋？我家准备吃饭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走走走。王婶子将程弯弯直接推了出去。俗话说人穷志短，王婶子虽穷，却从不贪别人一口吃的，这样有骨气的人值得敬佩。这狗生下来一口奶都没喝过，养狗的大爷说应该活不了几天。我要是收了他的鸡蛋，等狗嘎了，他不得找我赔命。他一个胡搅蛮缠的泼妇，我可惹不起。赵嫂子的家可真是叫我好找，总算是找着了。今日的冰粉早上就已经送到了，不知郑掌柜这会过来所为何事？半个时辰前，县令大人带着几10个衙役，还有10几个汉子，突然光顾我们儒家酒楼，一开口就点了冰粉。冰粉是一大早上送去的，中午就卖的差不多了，哪有剩下的留给县令大人？可县令大人指明要，我没办法，只得亲自来一趟。不知赵嫂子家中可还有剩余？县令大人回平安镇了。听他们议论，似乎是找到啥子水源了，田里的稻子大概是有救了，这是好事儿，天大的好事。那郑掌柜略等一会，我进去拿冰粉。马车一路去平安镇，大概是小半个时辰，若是还没凝结成块，就再放一会，明早再去结账。郑掌柜听懂了这意思，拱拱手，拎起冰粉桶，赶紧走了。大山娘，刚刚那位是儒家酒楼的郑掌柜吧？我还以为大山娘做的是小本买卖，原来是跟郑掌柜这样的大人物做生意。大山娘不得了啊，难怪买那么多鸡鸭养着，这还为了2只狗，那家里不愁吃喝呀。另一个狗是他去山上遇到的，顺便就带回来了。有啥钱，为了一点亏本的买卖，地里的活都没人做了。老大媳妇，我看你这生意也不用做了，瞅瞅你家稻田里杂草快1人高，等半个月后别人收粮食，你收一堆草回来喂鸡。站在外围的孙氏气得咬牙。老太太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，大嫂要是没赚到钱，怎么可能给我男人开那么高的工钱？生怕大嫂被村里人嫉妒，老太太还编出一套谎话来。孙氏拎着一篮子石花自己进去。大嫂，昨收的24斤灯笼都包出来了，你算算多少钱？村里人都惊呆了，就包这么一篮子的籽，12文。原来大山娘是收灯笼里的籽啊！我家2丫头一天到晚没事干，我干脆让他们包好了再送过来，咋样？这活是我的，都不许抢。有才媳妇，你那话都不中听了，大家都有手，咋能是你一个人的活呢？你一双手也搞不赢是不是？大山娘的生意那么好，人家郑掌柜都亲自来拿货了，你动作太慢，万一断货了咋办？就是，大山娘，我家也能包好了籽送来，成不？你大嫂做点生意不容易，可不能被你耽搁，你一个人忙死忙活也供不上，其他人搭把手，这生意才能长久做下去。刚刚还在骂我做亏本买卖，这会儿又担心这生意没法长久做下去。这个婆婆真是越来越可爱了。灯笼2文1斤，包好的灯笼子10文钱1斤，不管是什么，都送去老屋那边清算。大山娘真是个爽快人，我这就回去让孩子赶紧把籽拨出来。路边大树下，张氏手里拎着篮子，里头是刚挖的野菜。他看着远处被人围住的程弯弯，心里非常嫉妒。这赵成是能够上郑掌柜，定是因为还有几分徐娘未老的姿色。换成我也能让郑掌柜找上门。张氏一抬头，看到另一边赵富贵站在阴影下，一双眼睛粘在程弯弯身上。我摘了点野菜，送点给你家去吧。嫂子在家吗？我婆娘带孩子上山去了，今儿可是你主动的，我没钱。你也知道我是寡妇，身边没个男人，今天就算便宜你了。一会儿之后，我咋感觉你看上大山娘了？别他娘的乱扯，她都快是老婆子了，我又不是没女人。富贵哥，你要是真喜欢大山娘，我可以帮你。我们第一回好上的时候，不就是你骗我去小树林吗？生米煮成熟饭之后，大山娘自然就是你的人了。来强的有啥意思？我要让她心甘情愿。咦，院子门咋是开的？门外突然传来富贵婶的声音。张氏吓得一个机灵，飞快推开门，从后门拔腿就跑。
富贵婶走进来，只看到一个身影从眼前一晃而过，走进里屋的门一看，早上整理的干干净净的床铺乱成一团，还有些难以忍受的气味。赵富贵，富贵婶骂了一回赵富贵，坐在床边顿时大哭起来。天天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闹闹闹，就你这副德行，谁受得了？我在外面偷人也是被你逼的。你瞅瞅自己这样子，又老又丑还黑，谁下得去嘴？再敢吵，我把你休回娘家。此时张氏躲在不远处的草堆旁，他正要起身时，一条黑色的裤子就从他身上掉下来，竟然是赵富贵的裤子，嘴角突然勾起了一抹冷笑。泥鳅娘，大三娘这会子在家里吗？刚刚出门了，不知道去哪了。富贵婶心火上冲，果然是赵成氏。他将怒火压下去，看到程弯弯家院子门没关，抬步走进去，他一眼就看到了一条黑色的裤子。富贵婶，你咋来了？你说这是啥？别跟我装帅，这是男人的裤子，你一个寡妇哪来的男人？真是会装啊，还说啥给大三爹守一辈子寡，青天白日的就去我家勾男人，老娘抓烂你的脸，看你还咋勾男人。富贵婶，这到底咋回事？你说我大三娘偷人，总得拿出证据吧？大山娘看着不像是会偷人的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咋能搞错？这是我男人的裤子，在他院子里发现的，不是他还能有谁？我这是造了啥子孽？嫁过来第一天起就成了赵家的老黄牛，家里一堆事都是我在做，田里的事儿我也要做，我一个女人当男人死，我一句怨言都没有，他咋能背着我跟赵成氏搞在一起？天嘎的狗男女，一到雷劈嘎他们算来。凭一条裤子就认定是我，未免也太可笑了。这东西在我家靠外面的院墙下，一看就是被人扔进来的。我也想知道到底是谁千方百计栽赃我。不是你还能有谁？你是寡妇，你没有男人，除了你还会有谁惦记别人家男人？村里可不是只有我一个寡妇，那边张寡妇也在呢。照富贵婶这个说法，张氏也有可能。泥鳅娘可别瞎攀扯，我今儿下午一直在山上挖野菜。富贵婶可没说过是下午，张寡妇咋就知道是下午呢？反正不是我和富贵哥不熟，不熟还喊富贵哥，你又不是赵富贵的妹子。一条裤子说明不了啥，今儿风大，谁家的裤子被风吹过来了也正常，为了这么点事闹笑话，不值当。李正老伴走过去，把坐在地上的富贵婶扶了起来。你个瓜婆娘，吃饱了一天到晚没事干，闹啥子呢？跟我回家去。程弯弯眼尖的看到了他脖子上的一道指甲刮痕。富贵婶，把你的手伸出来给我看看。富贵婶哪会乖乖听程弯弯的话，指着他鼻子继续骂。不过他的手一伸出来，就被程弯弯看到了，一双粗糙不堪的手，因常年干重活，指甲被磨损，一点余地都没有。赵富贵脖子后头的指甲印，一看就是女人划伤的。富贵婶没有指甲，我也没有，在场的唯一有指甲的人就是他。他看向张氏，我有一回看到富贵叔和张寡妇钻研林子。富贵婶朝张氏扑了过去，张氏很少下地干重活，哪有什么力气，直接被推倒在地，一根银簪突然从张氏腰包里掉出来。富贵婶眼睛都红了，这是成亲时候赵富贵送给她，半年前就不见了，她找了很久，没想到被富贵送给别人了。张寡妇也不敢再多留，从地上爬起来就跑掉了。富贵婶，洗把脸再走吧。大三娘，对不住了，是我不分青红皂白就给你惹了大麻烦。她默默地洗了把脸，胡乱地整理了一下头发，挤开人群默默地回家了。孙寡妇和赵富贵勾搭，被富贵婶发现，孙寡妇一机灵，把赵富贵裤子丢在程弯弯院子里，闹出乌龙接上集。你个臭婆娘，把老子的脸都丢光了，看老子不打死你！大头，你给老子一边去，这日子我也过不下去了。大头、小头，你们是留在这个家里，还是跟我一起走？赵大头和赵小头坚定不移地站在了亲娘身边。行啊，你们一个个要造反，不过就不过，我要休了你这个恶婆娘！赵富贵一脚将屋里的桌子给踹翻，转身就出去。他走到院子里，就被他老爹老娘给抓住。把你婆娘气回娘家，看以后哪个给你洗衣服烧火，赶紧服个软，以后日子该咋过还是咋过。凭啥我服软？我的脸全丢光了，都是他的错。臭婆娘，是你把我裤子扔大山娘家里的是吧？我的名声全被你败光了，我不管，你必须要对我负责。从今儿开始我就赖上你了，反正你跟你婆娘这日子也过不下去了。发生了这事，她肯定会天天跟你闹，你休了她，娶我，难不成我还比不上你家恶婆娘？我婆娘虽然不咋地，但好歹给我生了几个孩子，里里外外的事也都是我婆娘在做。就算要娶，我也得娶个有钱的婆娘。你啥事都不做，娶你当花瓶供着。赵富贵眼珠子一转，去找赵达。赵达天天在大山娘去镇上一起去送货，肯定知道每天赚多少。我每天就负责把人和货送到，哪晓得赚了几多。我说富贵啊，你一个大男人，
惦记女人的钱干啥？有这闲工夫，把你家田里的杂草拔了，别啥事都交给你家婆娘。赵富贵，今夜轮到你巡逻了，别又找借口偷懒。赵铁柱今天教的是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娘，这句话是啥意思呢？我去镇上的时候，特意问过卖笔墨纸砚的老板，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人生下来的时候，本性都是善良的。那为什么有些人是坏人呢？这就是后面一句话要表达的内容了。性相近，习相远，意思大概是刚生下来时，人的性格都差不多，但是因为生活习惯和环境不一样，性格相差越来越大，所以才会有好人，也有坏人。吴慧娘一脸羡慕。下午铁柱过来教学的时候，她也在边上听，才一句话，她翻来覆去也记不住。囊真的很厉害，学一下子就能记住，比我想象中厉害100倍。半夜，吴慧娘身怀有孕，夜晚起夜次数会增多。她走出里屋，带上了房门，继续往外走。一个黑影突然窜进来，她没站稳，被撞得摔倒在地。娘，有贼！你们几个小子最好乖乖滚出去，不然我一个个收拾。大山、三牛、四蛋，你们都先出去。娘，我要保护你，我不许任何人欺负你。谁说我要欺负你们娘了？我是让你们娘享受一下久别的滋味。闭嘴，乖，都听娘的话，去外面等着。赵大山是结了婚的，他一下就看出来赵富贵想干啥，可对上城弯弯坚定的眼神，他仿佛明白了什么，娘肯定有别的意思。三牛、四蛋，出去。等到了堂屋，他们才注意到吴慧娘倒在进门口的地上，手捂着腹部，一脸痛苦不堪。赵大山吓得魂飞魄散，连忙将媳妇儿抱起来。三牛，快去烧水！一锅水还没有煮开，主屋就传来了一声惨叫。赵三牛赶紧跑过去，就见赵富贵瘫倒在地上。三牛用绳子把他绑起来。陈弯弯低头将地上的一枚戒指捡起来，这是电击戒指，一次性放电，能电晕一个成年男人。娘，不好了，大嫂一直在流血。四蛋，快去找郑郎中，快点！大山，你去倒一碗热水来。慧娘，你觉得哪里不舒服？娘，我没事，我真的没事，一定要保住孩子。陈弯弯心里有种极强的不祥预感，他紧紧握着儿媳妇的手。终于，郑郎中急匆匆赶来了。孩子大概是保不住了，先吃药，保住大人再说吧。不，保孩子，我要孩子。你都快嘎了，孩子又如何保得住？好好养身子，以后多的是机会要孩子。郑郎中，麻烦您赶紧点吧。三牛，你回去吧。陈弯弯的语气里带着命令的口吻，赵三牛只好先走一步。陈弯弯站在树下，眼前浮现出商城面板，他搜索太阳能电板，然后买了电线和一些电机设备，光这些东西就花掉了他20两银子。不过他觉得很值，这些电线都被他包掉了外头的绝缘体，然后连接上远处的太阳能电板。一个太阳能蓄积的电可能不够电晕一个成年人，他加了3个电板，放在不远处的草垛子上。这草垛是留着冬天当柴烧的，不会有人爬上去探究竟。等太阳出来之后，这一片区域无人能靠近了。陈弯弯躺在床上，根本就睡不着。他身边2个小家伙也是翻来覆去，也是一肚子心事。明天把家里的大母鸡杀了炖汤，给你们大嫂补身子。那就杀二黄吧，他比较懒，不爱生的。陈弯弯悄悄打开面板，他决定先买保胎相关方面的书。大晚上的看书也没灯，只能明天再说。赵富贵夜闯陈弯弯家，撞倒吴慧娘。陈弯弯机智抓住赵富贵接上级。不是，嘞咋回事？赵富贵昨跟寡妇偷人，不会是被自己婆娘绑树上的吧？没看出来富贵婶还有这么大魄力，叫我说就该这么教训一顿。富贵婶搞这么一出，你以为赵富贵能放过他？我看他们这日子也过到头了。赵富贵被绑了一夜，当耳边传来人声时，他睁开了眼睛。他动了动，动弹不得，顿时破口大骂：赵成是你个破娘们，你对老子干了啥？看老子怎么弄死你！这跟大山娘有啥子关系？赵富贵，你跟张寡妇的事还没扯清楚，咋又攀扯别人？是我让儿子把赵富贵绑在树上的。昨夜赵富贵偷偷摸进我家院子偷东西，推倒了大山媳妇，我大儿媳现在还躺在床上昏迷不醒，我们孤儿寡母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好在大山爹显灵，他在天之灵一直在保护我们孤儿寡母，不然我哪能有本事把赵富贵绑在树上。大山爹说了，大山媳妇啥时候好起来，赵富贵啥时候才能离开这棵大槐树。少在这里说些不着调的话，我儿子要是真做了啥，你去报官啊，看官老爷会不会把我儿子抓起来。陈弯弯冷笑，这时代伤人不是什么大罪，村里天天扯皮打架，也没见谁报官，除非闹出人命。有大山爹在天之灵保佑，赵富贵休想离开这棵大槐树一步。赵富贵的娘还真不信这个邪了，抬步就冲过去。这地下埋着电线，潮湿泥土，潮湿是导体，不远处有太阳能电板。赵富贵的娘一脚踩在土地上，就感觉酥麻的触感从脚底板窜上来，
他一下子就栽倒在地了。老头子，你还呆愣着干啥子？还不快去给富贵松绑！赵富贵的爹不敢大大咧咧走过去，可不管他有多小心，还是落得了和赵富贵娘一样的下场。老两口瘫倒在地，眼中终于浮现出了恐惧。臭不要脸的肮脏东西，家里有婆娘还不够，偏要勾搭村里的寡妇。张氏的男人是个怂包，我家老大可是上阵杀敌过的。老嫂子，你别骂了，我家富贵已经受到教训了。咱们人多，阳气重，还能怕一个死人不成？大家一起帮帮忙，把我家富贵先弄过来再说成不？村里还是有些热心人的，几个30-40岁正值壮年的男人走过去，脚刚迈过，一股电流就从脚底板往上窜。大山娘说了是大山爹显灵，那肯定错不了，只能等大山媳妇啥时候没事了，大山爹才会放过你。我在这里说一句，别以为李正不在，一个个就能胡作非为，谁再敢搞偷鸡摸狗的事，我老婆子直接去报官，关个3-5天也是关，总能老实一点。赵老太太对着大槐树下吐了一口唾沫，转头看向程弯弯道：大山媳妇出啥事了？带我去看看。赵家的2个妯娌文氏和孙氏也赶紧跟上。文氏是真的担心出了啥大事，孙氏纯属是瞧热闹。咋搞成这样？郑郎中怕是看不好，得去镇上请郎中。不要怕花钱，没了还能赚，人没了就啥都没了。我这里还有些钱，你拿去镇上请个好的郎中回来。他从裤腰带里取出一个布包，这里头放着100个铜钱。这阵子我手上也攒了10几文，先拿去给大山媳妇看病。孙氏默默低头，婆婆给钱，二嫂也给，她一句话都不说，好像显得自己像个另类。她扯了扯嘴角，从袖子里拿出2文。我就只有这么点了，大嫂你别嫌弃。她没有接这些铜板，叹息。郑郎中说，就算是镇上的郎中来，也没啥法子，只能慢慢养着，运气好能保住孩子，保不住也正常，只要大人没事，一切都好说。也是，大山媳妇还年轻，等身子调理好了，再生一个就是了。程弯弯点头，将赵老太太和2个妯娌送了出去。一行3人刚走，一个身影就出现在了院子门口，是富贵婶。赵富贵伤了大山媳妇儿，照理说这费用该我们家来出，但我家只有这些铜板呢。程弯弯这次没有拒绝，他将铜板接过来清点。这里一共是67文钱，不过惠娘花了130文，你们还欠63文。富贵婶点点头，没说什么，转身就走了。富贵婶从程弯弯家离开，走到村中间，要经过大槐树。赵富贵还被绑在大树上，他看到自己婆娘走过去。你过来给我松绑，快点！臭婆娘，你要翻天了是不是？就算赵有金还活着，老子都不怕，别说他已经嘎了。赵富贵一直在挣扎，草绳慢慢的就松了。你有本事就站着别动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他飞快解开绳索，朝富贵婶冲来。他一脚踩在外围的土地上，一股酥麻的电流自下而上。你不是不怕赵有金吗？你给他下跪干啥？赵富贵哪里是想下跪，是根本就无法控制自己的肢体。程弯弯坐在屋后，手里捧着一本书。他没学过医，不敢乱给吴慧娘用药，所以只能先买本书来恶补一下基础知识。大黑突然小跑着过来，趴在地上咬住他的裤腿，那双漆黑黑的眼睛满是自责地看着他。这件事不怪你，你还1个月都不到，是个小宝宝呢。再等半个月，你们应该就能看家护院了。大黑在他边上趴下来，安静的不再吭声。程弯弯迅速的看书，终于他找到了，他在商城赶紧买了下来，不过很贵，要5两银子。这笔账得算在赵富贵头上，让他再多吃几天苦头。他走进屋子，用热水冲开，小心翼翼的给吴慧娘喂下去。吴慧娘还有自我意识，她张嘴咕噜咕噜给喝光了。娘，镇上没有卖鱼的，不过我买回来一只乳鸽，乳鸽比鸡鸭还贵，60文。乳鸽很贵，他犹豫了很久才决定买下来。大山，鸽子也可以，你先把鸽子宰了，把毛洗干净，我来炖鸽子汤。娘，今儿我们去镇上，听人说县令大人找到了10几处水源，二哥他们应该马上就回来了。程弯弯松了一口气，这几天一直没有二狗的消息，他着实是有点担心，这会儿有了消息，又担心孩子这几天在外头没吃饱没睡好。娘，鸡汤和鸽子汤哪个更补身体？对你大嫂来说，鱼汤最补，鲫鱼汤、鲈鱼汤最好。那我去山上的泉水那边捉鱼回来，娘是不是就不会杀掉二黄了？四蛋，你呀！程弯弯笑了笑，这孩子太纯善了，既想保住二黄，又想让大嫂好起来。不过有句话说得好，水至清则无鱼，山上的泉水里是不可能有鱼的。咱们稻田里有水，你可以在稻田里找找看。赵四蛋的双眼立马亮起来，转头就往稻田里跑。四蛋，你等等，先把院子里的干草柴火放灶房里码整齐。咱村里的赵猎户昨晚上猎到了一只鹿，这事他一般不声张的。不过听说大山媳妇出了事，特意放了一碗鹿血送到我们家，这不，我赶紧给你送来了，放在锅子里热一下，给惠娘灌下去，
补身体。四蛋，你哪来的鱼？阿奶，我在稻田里抓到了2条鱼，还是活的。娘，赶紧给大嫂炖汤吧。稻田里的水引进去还不到10天，咋可能长出这么大的鱼呢？我们这一家子过得不好，大山爹去天上了，都还惦记着我们孤儿寡母。这2条鱼他应该是费了不少功夫才放在我们家稻田里的吧？大山爹给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，希望惠娘肚子里的孩子能平安生下来。有金一直是个实诚的孩子，打仗的俸禄1分不少全部寄回来交给家里，现在人都死了，还惦记着家里。我这个儿子一心都是别人，从来不为自己想一想。娘，这碗鹿血您带回去和爹吃了吧，惠娘这边有鱼汤就够了。赵老太太将鹿血放在桌子上，板着脸道：我跟你爹半截身子都入土的人了，还喝这干啥？你留着等惠娘明儿喝，多放点盐进去，坏不了。他老人家说完转身就走了。大山娘，快别睡了，赶紧起来，出事了，赵富贵出事了。赵富贵躺在大槐树下，一张脸惨白，有人喊他，他也没什么回应，看起来像是嘎了。我错了，赵有金，我错了。有金，你放过我吧。我的儿啊，你小时候就喜欢偷鸡摸狗，当时我觉得你还小，不懂事，没咋管，哪能想到会造成如今的大祸。是我错了，是我这个当娘的没教好你。程弯弯扫了一眼赵富贵那张脸，不仅是惨白，还有不正常的红色，可能是吓到发烧了。我跟大山爹说了一下，大山爹同意让一个人进去照顾一下赵富贵。让我进去，我儿子就算是死也得死在我怀里。您年纪大了，不行，就让张寡妇进去照顾吧，她不是很稀罕赵富贵吗？人家有婆娘了还往上凑。张寡妇，你也算是赵富贵的女人，她都这样了，你不得进去看看啊？我跟他啥事都没有，凭啥让我照顾他？我要回去干活了，都让开！他低着头飞快跑掉了。我去吧。程弯弯有些失望，他还以为富贵省会对赵富贵彻底死心，没想到还会去照顾这样的男人。算了，古代女人以夫为天，我不该用自己现代观念去评判。程弯弯随意走了2步，切断了电源。等富贵神走进去之后，再次将电流接通。赵富贵浑身滚烫，他虽然昏迷过去，但仍然有意识。他知道周遭发生了什么，他的眼皮撑开一条小缝，看到了自家婆娘。要是赵有金这次放过我，以后我跟你好好过日子。赵富贵发烧了，娘，你去郑郎中那开点药，熬好了送过来。赵富贵的娘连忙去办。围在大槐树下的人慢慢散了，人人心有余悸。你走的这几天，村里发生了一点破事，我跟你仔细说一说。说的自然是赵富贵的破事。不要脸的肮脏东西，要不是他姓赵，我非得把他赶出大河村。干出这样的事，简直是给赵家人丢脸。他这次要是捡回来一条命，赵家族谱也留不得他。这次我们参与寻找水源，共找到了12处水源，帮助30多个村子引水灌溉，拯救了数以万计的稻田，算是立了大功。县令大人奖赏我们村共50两白银。50两银子，我活了50-60年，就没见过这么多钱。李正要发财了，要成为咱们村的大财主了。不，这钱不是我的，是属于我们大河村的。从今天开始，大河村建立正式巡逻队，我会选出10个之前表现好的人当巡逻队队长，10人每个月出3天工，1天18文钱。每名队长下面会安排12个队员，2人一组巡逻，队长监督。算下来，1人1天出工2个时辰，1个月就长监督。算下来，1人1天出工2个时辰，1个月就是6个时辰，6个时辰，工钱是8文。李正真是大好人，这不是白给村里人发钱吗？哪里是白给钱？之前表现好的才能成为队长有钱的。我家不争气的儿子最开始还卖力巡逻，后来每次轮到他就请假，这样的好事肯定跟他没啥子关系。娘，我成队长了。三哥，你真厉害。李正相信你，才愿意提拔你，你可得好好干，不能给你爹丢脸，知道吗？我会的。程弯弯这才看向赵二狗，声音温柔，好像瘦了点，没事，娘给你做好吃的。他原先的补丁烂衣服在多次上山找水源的过程中被树枝山石划烂了，县令大人手一挥，他们每人就多了一身新衣服。这衣裳不是粗布做的，摸起来很软和。让大嫂把这身衣服改一下，给娘穿。胡闹，娘还少了这一身衣服不成？你好好穿着就是了，这可是县令大人的奖赏。你跟我说说，这5天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儿？赵二狗开始说这5天的见闻，无非就是怎么找水源，怎么确定沟渠路线，有个别村不合作，被县令大人武力镇压。第4天的时候，凤凰镇、河口镇都派了风水大师过来，他们要学咋寻找水源，我没有藏私，这是我的错，请娘罚我。那你说说，为何没有藏私？平安镇30多个村子，我们就跑了4-5天，
河口镇更大，底下接近50个村，若是全部交给我们，确实能再从河口镇的县令手上赚一笔银子，但同时时间耗费也会更久，眼看着还有半月稻子就能收割了，再拖下去，我怕其他镇子的稻田颗粒无收。那你又为什么认为娘会罚你呢？你这是做了一件好事，行善能积德，以后会有福报的。娘，你真的不怪我吗？当然不怪你，你这次赚了500文，真的很厉害。走，回家。赵三牛当上队长，赵二狗找到水源回来接上级。哎呦，二狗，这一身真好看，这料子我摸摸，这是细麻布缎子料，1尺布差不多要10文，县令大人出手果然大方。阿奶，这是我娘让我拿来孝敬您的。二狗，你咋也学着败家了？你才赚了500文，也就半两银子，这么点钱买啥不好，非要买肉，肉多金贵，一口就是1文钱，你真当自己是财主老爷是吧？行了，你少说2句。孩子好不容易赚点钱，想着孝敬长辈，结果一来就挨训，你说二狗以后还敢登门吗？赵老太太心里其实是高兴的，二孙子想着自己知道孝顺老人，人年纪大了，不就盼着晚辈孝顺吗？赵二狗准备走的时候，走进来一个人，是赵有贵，也就是赵傻根的亲爹。老婶子，我想开口求你们一个事儿。都是一家人，有啥事儿我们能帮上忙的，绝不含糊。就是想借200文，我这不是刚赚了500文吗？加上以前传下来的一些钱，合起来也才800文。可是傻根看中的那个媳妇，家里开口要1两银子的聘礼，要不是怕耽误孩子的终身大事，我也拉不下这张脸来开口借钱。傻根这孩子从小就傻乎乎的，我还老担心他的婚事来着，没想到神不知鬼不觉，自个就把这事儿办好了。哎，傻根看中的是哪家的姑娘？说出来让我们高兴高兴。是桂花村孙家的姑娘，傻根一口一个水钱，我见过那姑娘一次，眉眼周着，手脚勤快，这是我们傻根的福气。一听到孙水琴这个名字，赵老太太脸上的笑就僵住了。她老人家可没忘记前不久陈弯弯过来打听这姑娘的家事，还说是想给二狗找对象。赵老太太看着赵二狗失神的模样，看来并不是误会，二狗这小子肯定也惦记孙家的姑娘，不过人家姑娘都跟赵傻根谈婚论嫁了，再惦记可不行。这200文晚点我让大旺送过去，肯定不会耽误傻根娶媳妇儿。赵有贵千恩万谢着走了，赵二狗还在失神。这孙家的姑娘挺有派头的，这年头聘礼钱顶天了也就半两银子，他们家竟然要1两。若这银子是姑娘父母张口要的，说明当爹娘的不是个拎得清的人，聘礼要多了，以后闺女在别人家咋过日子？若这银子是姑娘自己开口要的，说明这姑娘心眼还挺多的。总之这姑娘不适合我们赵家的人。赵二狗默默地低头，转身走了出去。他回到家时，还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。你刚回来，应该是累着了，等吃了饭回屋子休息一会。赵二狗回屋换了一身补丁衣服出来，然后开始打土坯。他对房子很有执念，但凡家里的房子宽敞一点点，水情都不会拒绝他。去你阿奶家借点盐，再问问你二哥去那边发生啥事了。赵老太太本就有心敲打几句，自然是通过赵四蛋一张嘴，将赵傻根要娶媳妇儿的事情告诉了程弯弯。他也不知道该说啥，他从来没谈过恋爱，更别说体会一下失恋的感觉了。他对赵二狗的难过无法感同身受。二狗，打土坯的泥巴不够了，你去那边再挑几担回来。二狗，家里柴不够了，你多砍点柴劈了。二狗，地里的活你跟你大哥一起干，趁太阳不大早点干完。赵二狗忙得团团转，没有时间想七想八，整个人的精神气也慢慢回来了。我这会儿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卖的那个冰粉传遍了附近几个镇，河口镇、凤凰镇、白云镇等等，那边的人过来时特意问我能不能帮忙带个话，他们那些小酒肆客栈也想进冰粉放铺子里售卖，不知你这边还能供货吗？当然能。那些需要供货的名字我都让人记下来了，低于50万的就算了，我记得都是供货量大一点的。河口镇的迎风客栈、诸暨酒肆、如意酒馆各50万，凤凰镇的华庭酒楼、富贵酒楼、美食院各100万，白云镇的……程弯弯迅速心算，就这些小酒楼、酒馆、酒肆客栈的量加起来，竟然有1000万。李正叔，这事儿我该怎么谢您是好？不如这样吧，李正叔帮忙卖出去的冰粉，盈利分您1成。大山娘这也太见外了，我就是帮忙传个话，哪有脸要你1成的盈利？你做点小本生意也不容易。这次县令大人奖赏的50两银子，就是全靠大山娘，不然咱们村是1分钱都没有，做啥事都不趁手，这一来一回就算抵了。明天要供上千碗冰粉，我这边人手有些不够，不知能不能找李正叔借2个人，铁柱爹和铁栓爹，下午抽出1个多时辰时间就可以了。李正爽快地应下来了。程弯弯又去隔壁找泥鳅爹王永成，刚开口，王婶子就代替自己男人应下来了，都没问工钱是多少。大旺娘，再有人来送灯笼子，你就说一声，以后12文1金子，越多越好。
满山的灯笼草根本就没人要，都是不值钱的东西，你咋就要给12文？你家钱是大风刮来的是吧？娘，您也不好好想一想，既然我出得起这个钱，就说明我还有的赚，我能让自个吃亏吗？能多赚为啥子不多赚一点？干啥要给别人？那不如娘来帮帮我吧，我这边缺个烧水的人，娘每天过来烧水2文咋样？烧个水就2文，真是不把钱当钱。那就说好了，1天2文，我明儿过去。这时门口一个相熟的妇人跑进来，着急忙慌地说道：大山娘，你娘家来人了，你赶紧回去看看。我娘家？是啊，程老太太带着你娘家的侄女儿来了，到门口了，你快回去。大嫂之前和程家人走得近，这段时间不知咋回事疏远了，但不管咋说，程家都是大嫂娘家，大嫂亲娘过来，母女俩大概有啥梯级话要说，娘这时候过去不合适。日子总算是好过了一点，程家那群吸血虫又找过来了，我看这好不容易挣回来的一点钱，又会进程家人手里，造孽哦！二旺，你赶紧跟你大伯娘过去看看，发生了啥事回来说一声。大山，你这孩子咋不认识外婆了？还不快请外婆和你表妹进去坐一坐，倒2杯水出来，再加点糖，你表妹喜欢喝甜的。程老太太有些恼怒火，这4个小崽子咋回事？看到她这个亲外婆，像是看到了仇人似的。哟，这是谁来了？咋一点礼数都不讲？你们外婆这次来，定是为了偿还那18两银子，是的吧？昭儿下个月的束修费要交了，加上笔墨纸砚，一共是5两银子，你拿给我。程昭读书让我出钱，你是他二姑，你说过会供昭儿考上举人，你咋能说话不算话？你拿不出5两银子我也能理解，那就2两银子吧，总要先把束修费给交了。看来老太太不是来还钱的，那就没必要进我家的门了。我之前就说清楚了，我程弯弯和程家一刀两断，我是赵家人，与程家再无任何关系。今天你必须拿出2两银子，否则我就不走了。不走可以，那我让人把您老人家抬出去。此时在后院忙活搓洗冰粉子的5个大男人也走了出来。大嫂有啥要帮忙的不？大山娘有啥事尽管说一声。我这次来束修费是其一，其二，我给你说了一门婚事，就咱们程家村的一个官夫，他家里有田有钱，你嫁过去就能当家。我娘才不嫁人，你不是我外婆，我没有外婆，你再也不准来我们家。我娘不会再供程昭读书了，死了这条心吧。阿奶，我害怕。哭啥哭？我又没死，我咋生了你这么个没良心的小贱人？亲娘都敢动手，是会遭天打雷劈的。反了，真是反了。大山，你去请巡逻队的人过来，就说程家村有人来我们家闹事，让巡逻队把人轰出去。大河村的巡逻队，程老太太也听说过，她刚刚进来时盘问了好一会，看到她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孩子，这才放心。那群人一个个凶神恶煞，而且不讲情面，真的来了，她也反抗不了。你啥时候拿出2两银子来，我就啥时候来把小草接走。你奶还没走远，你赶紧跟上去，我们家可不会管你。程小草呜哇大哭，她当然不想一个人留在这里，但是一抬眼就看到院里的鸡鸭，她忍不住舔了舔脏兮兮的嘴唇。要是能偷偷抓住1只鸡再回去，阿奶肯定会夸我。她没有哭了，站起身，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小鸡小鸭。你干啥？走，我带你去追你阿奶。我不回去，我会干活，我可以喂鸡喂鸭。二姑不要赶我走好不好？大山，送他回程家村。我不走。二姑，求你不要赶我走，我回去了阿奶会打死我的。二姑，求求你了。留在我这里可没有东西吃，只能饿肚子，你要是受得住那就留着吧。他掰开程小草的手，进屋去忙活。你不是赵家人，不能进去，就在外头给我站着。这些年我娘为程家做的够多了，别想逼迫我娘低头。小草，你还是回去吧，饿肚子的滋味可不好受。程小草不说话，回程家只能喝野菜汤，留在二姑家里，说不定还能偷偷抓1只鸡来吃。昭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阿奶，您这是去哪回来的？我去了你二姑家。呵，你二姑真不是个东西，她说了会供你读书，才2两银子就舍不得，还找人把我轰出来。我可是她亲娘，她这是对我大不敬。昭儿，你考上秀才后，不管你二姑说啥子，你都甭搭理她，谁让她对你不好，休想再沾我们程家一点好。娘，我就说了让你别去找二姑子，她也不知道是脑子被门夹了还是被驴踢了，竟然敢跟程家作对。以后咱们赵二出息了，必须去他们赵家门口走一圈，1文都不给他，看他能把我们咋样。两人一唱一和，将程弯弯狠狠骂了一通。听到这些话，程昭内心有些复杂。哎呦，我咋能在昭儿面前说这些？
美得污了我们家昭儿的耳朵。昭儿，你咋突然回来了？是不是缺钱花了？娘这里还有些钱，你都带去书院，该买啥就买啥，千万别省着，免得被同窗耻笑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读书了。昭儿，你说啥？昭儿，你说啥子胡话？我的行李书籍都带回来了，我不会再去南府书院了。也好也好，在家里好好学习，明年再去省城考秀才也无妨。不过家里也没个人能教你，还是去书院吧。你放心，束修费阿奶会想法子凑齐的，你别担心这个，读书最大。我被南府书院除名，无人担保，无法参加院试。你说啥？南府书院是疯了吧？为啥把你除名？不行，娘要给你去讨公道。简直是没天理，没王法。我儿子这么优秀，凭啥不能考秀才？走走走，咱们这就去镇上。南府书院的山长我认识，一把年纪了还欺负一个孩子，看老婆子我咋骂他？我被除名是因为我考试作弊，作弊者永不能参加科举。他弯腰将地上2个香笼提起来，走进里屋。程老太太和程大嫂面面相觑，他们都是妇道人家，一辈子在这山沟沟的村庄里，压根就听不懂程昭说的是啥意思。两人还没想清楚，程昭就从屋子里走了出来。这些年我读书花了不少银子，家里人都辛苦了，从今往后阿奶阿爷爹娘都不必再为我凑书修费了。还有，我想知道这些年大姑二姑共出了多少钱供我读书。你大姑嫁得不好，一个铜板都拿不出来，一年拿点粮食过来做个样子。你二姑吧，也就去年男人赶了拿了20两絮银过来，其他的啥也没了。每个月交束修费时，二姑都会来程家，少则100文，多则1两银子。这么多年零总算下来，我们家至少欠二姑50两银子。你这孩子胡说八道些啥子？她是你亲二姑，她的钱不给你给谁？你花她的钱名正言顺，不存在啥欠不欠。应该这样说，是我欠二姑50两，与程家无关。程昭从袖子里取出一个钱袋，这是我闲时抄书赚的几两银子，我先拿去还上。昭儿，你是不是被读书的事刺激疯了？你二姑不给你交束修费就算了，你咋还能给她送钱？你放心，读书的事爹娘会给你想法子的，不可能不让你去考秀才。你别糟蹋钱，来，这些钱娘先收着。程昭默默地抿着唇，以前心安理得享受二姑的偏爱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有朝一日一定会出人头地，总会有机会报答二姑。可是现在他被开除，失去了院士的资格，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走出程家村，他很难受，但是他没有办法。他明明没有作弊，可2个有身份的人诬陷他，人证物证都那般齐全，山长无话可说，他连辩驳的余地都没有。他沉默着走出程家院子。小草，你怎么会在二姑家？大哥，四蛋表哥不许我进院子，让我在外面站着，我肚子好饿。别以为你亲自过来，我娘就会松口。我娘说过了，有钱也只会供四蛋念书。你赶紧带着自己妹妹滚出我们大河村。我不是来要钱的，这里是3两银子，先还给二姑，还欠的钱我以后慢慢还。赵二狗看到了那3两白花花的银子，眼中闪过一丝不可置信，他不敢自作主张，进屋就将娘叫了出来。昭儿，你阿奶说我不拿出2两银子给你做束修，她就一直把小草扔在大河村。我家人口多粮食少，供不起你读书，也养不起你妹妹。二姑，我以后都不念书了，也不参加院试了。以前二姑给我念书的钱，我都会慢慢还回来。这是3两银子，还请二姑收下。程昭差不多是南府书院最优秀的学子，明年院试很大可能考上秀才，怎么说不念书就不念了？真的因为差钱？可是差钱程家上下10几口人定然会帮忙解决，我得让人去打听打听。既然不读书了，那以后有什么打算？耕地种田可还不起欠下的那些银两。我打算给德和堂抄书，100文一本书，我多抄一些，总能还上。既如此，那我明儿跟你一道去德和堂说清楚，你负责抄书，我每半月去结一次账，什么时候还清了，你什么时候回程家村。二姑的意思是让我在这里留宿？怎么在二姑家住一夜都不愿意？程昭只得应下了。旁边还有个程小草，程弯弯不耐烦应付这丫头，给这丫头塞了一块杂粮饼子，让赵大山赶紧送回去。大哥让他回去，他也只能回家。这丫头片子咋自个回来了？不是说了让你在你二姑家待着吗？是大哥让我回来的，大哥自己留在二姑家过夜，不许我留下，我害怕大哥。昭儿一向聪明，定是有自己的主意。我知道了，二姑子虽然跟我们闹翻了，但她肯定不会跟昭儿多计较，她最喜欢的就是昭儿。在二姑子心里，这个大侄子的分量比赵家那4个小兔崽子重多了。昭儿亲自去开口，二姑子肯定会欣然给昭儿凑束修费。想来定是如此，既然昭儿自己能解决束修费，那我们就得想法子再给昭儿找一个书院。这天底下又不是只有南府书院能念书，有我能帮上忙的吗？大表哥的手是读书写字的，别搓磨坏了，站远一点，小心被泥溅到了。大哥二哥，吃饭了。赵四蛋欢快地出来喊人。
他看到程昭也在，卡了一下，不知道该喊还是不该喊。昭儿，你要是饿了就一起吃。不过你们读书人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一顿饭5文。你要是接受，那就吃；不接受，晚餐你自个解决。我身无分文，待日后赚了钱再还给二姑。今天我要教的内容是狗不叫，性乃迁。狗不叫，性乃迁。铁柱哥，这句话是啥意思？狗不叫，狗不叫，狗狗不叫，那就是不乖。意思是说，一只狗如果不乖乖看家护院的话，就会被主人扔出去。真是误人子弟，误人子弟啊！连狗都要听话，我们人就更加要听话了。程昭用力咳嗽了一下，打断了赵铁柱的讲课。狗不叫，性乃迁。狗不是小狗的狗，而是如果假使的意思。这句诗是说，如果孩子不好好教育，善良的性格就会慢慢变坏。程昭站在了桌边上，在桌子上写下这句话：狗不叫，性乃迁。大表哥，你的字好漂亮。他噔噔噔跑到里屋，将家里唯一一本珍贵的书拿出来。大表哥的字和书上的一模一样。这是书店老板推荐的启蒙书，我也是想让孩子们多读书，读书能变聪明，是这个理儿吧？读书能使人明智明理。古人云，活到老学到老，哪怕是种田耕地，多认字总归没错。后面一句是教之道，贵里专，这句诗是啥意思呢？是教之道，贵以专。为了让人不改变本性，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一定要专心致志的教育。他仿佛想到了自己年幼的时候，老秀才把他放在膝盖上，一个字一个字的教他。他才4岁的时候就已经熟读《三字经》了。老秀才说他有读书的天赋，以后一定会有一番大作为。可他现在呢，连院试都无法参加，和谈大作为。铁柱，拿好，别摔碎了。赵铁柱有些不好意思，他一直觉得自己学的挺多的，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他学的很多东西都是错的。程表哥，给你。大表哥，鸡蛋可以水煮着吃，也可以在锅里煎熟了吃。你要是不会做的话，我帮你。不过你得分一半给我。这段时间家里也没断鸡蛋吃，这小子怎么还这么馋？明早给你做一个鸡蛋野菜饼子，赶紧洗洗睡吧，明天还要去镇上。大表哥，你今天晚上跟我挤一挤吧，我有好多话想问你。昭儿，你就打地铺将就一晚上吧。四蛋，你出去帮忙扯点芦苇干草回来垫地上。大山，你们房里还有一张旧床单，拿出来给你表哥用一次。慧娘，你咋起来了？娘，我感觉已经好多了。洗完这盆衣服后，我再上床躺一会，没事的。程弯弯看他确实是没事的样子。商城里买的药果然有效。既然大儿媳恢复了，赵富贵也该放了。昨天晚上赵富贵一直做噩梦，高烧也没退下去。大山爹是不是真的要把他这条命拿走了？程弯弯切断电源。大山媳妇的孩子保住了，大山爹也不想再为难赵富贵，你把他带回去吧。大山娘真是对不住了。看，就是他，他怎还有脸来南府书院门口？他有脸作弊，自然有脸来此处，真是辱没文人风骨。程弯弯听明白了一个大概，他之前就猜测程昭肯定不是因为缺钱才不读书的，看来确实是另有隐情。他昨晚观察了一下这个大侄子，怎么看这个侄儿都不像是会舞弊的人。程学子，你也看到了，书院的人容不下你，你的抄书在我铺子里也很难再卖出去。抄书的事就算了吧，抄书是小事，院士才是大事。我知道你品行高洁，不可能做舞弊之事，既然没有做，那就一定要想法子澄清自己，等到了明年无人担保，你连院士的资格都没有。程昭捏紧了拳头，他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他不是会求人的性子，掌柜既然拒绝了他，那他不可能再多留。昭儿，不是说好了抄书还钱吗？你跟掌柜的说好了吗？我以后多久来结一次账？二姑，我可能需要找其他活结。无事，慢慢来，等会再寻摸看看。你才高8斗，教人绰绰有余，不知你对当先生有没有兴趣？南府书院的先生至少要是秀才，其他镇上的书院基本上都是老秀才自己开办的，老秀才一人就能撑起学堂，不会对外招先生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可愿意来二姑家教你几个表弟读书写字？昨儿你说你欠我50两银子，我1个月给你5两银子酬劳，如此算下来，大约1年你就能还清这些钱，如何？他家里4个孩子送到书院，1个月至少4两银子，一个班上那么多人，未必能学到什么。5两银子，请一个家教回来，简直不要太划算。不好了，蝗虫来了！天哪，为啥这么多蝗虫？不要急，不要慌，这些蝗虫还没有去年1/10，大家一定要冷静。回去拿家伙，把蝗虫赶走。这么多蝗虫飞过来，就是不吃我家稻子，我也不晓得为啥子。鸭子是蝗虫的天敌，我和王婶子家地里有鸭子在，蝗虫自然会选择没有鸭子的稻田。今天飞来的蝗虫算是给了我们一个警醒，还有不到半个月丰收，绝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出岔子。家里还有余钱的，就赶紧买鸭子放地里养着，能防一点是一点。
大山娘，光有鸭子可不行。去年蝗灾来之前，就有这么几次小范围的蝗虫飞来，当时大家都没当回事。谁能想到，短短几天之后，所有农田都被毁掉了。干旱的事好不容易解决了，真的怕蝗虫飞来，一切就全完了。陈弯弯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今天的蝗虫数量少，能侥幸赶走，那下次呢？下次呢？李正叔先别急，肯定有办法的，我们都好好想一想。李正叹着气，看向面前渐渐饱满的谷粒，脸上的皱纹更深了。系统，我要一本现代农业治理蝗虫的书。好的。娘，我们要盖多大的房子？起几间？至少每人一个房，免得以后娶媳妇又得盖房子，还要有一个大堂屋，一个灶房，书房也得备着。对，最重要的是厕所。赵大山点头，在心里盘算着要打多少土坯。不过就他那点数学水平，根本就算不出来需要多少块土坯。三牛，先来考你，13加4等于多少？赵三牛满脑门都是汗，他让自己冷静，伸出手指头数，发现不够用，把赵四蛋的手指头也借过来。三牛，你在干什么？数数呀，11、12、13，再数4个出来。我知道了，娘是17。他正要继续教学时，程昭不动声色拿出来一个算盘，以后算数用算盘，不需要再数手指。算盘一拿出来，赵二狗的眼睛就亮起来了。他每次去镇上送货，都能看到那些掌柜身上挂着一个小算盘，几根手指拨来拨去，就能算出来一共多少或需要多少钱。他都快羡慕死了。他其实早就想算猪教学了，但原身是个文盲，他莫名其妙会算猪会崩人生。我们先来看看算盘的结构。4个小子都很认真，如饥似渴汲取着陌生的知识。赵二狗甚至还上手拨了2下，一种奇异的感觉从手指间传到心口。他看向程昭的目光终于没了之前的抗拒。婶子，我就是想听听程表哥在讲啥子，我这就走了。你要是想学，就进去一起学。可是我奶肯定舍不得让我一天拿一个鸡蛋过来。你进去问问程昭愿不愿意教你，他愿意的话，不拿鸡蛋也没关系。程表哥，我能跟你们一起学认字算猪吗？我会说服我阿奶给束修费的，可能拿不出鸡蛋，但应该能给1捆干柴，不知道行不行？不需要束修费，你拿个凳子坐下一起听就是了。二姑已经付了5两银子，4个学生是教，5个学生也是教，对他来说没太大区别。大三娘，最近李正有啥事都找你商量，我知道你很能干，也很聪明，所以也想向你讨个主意。啥主意？我不想跟赵富贵过下去了。俗话说一夜夫妻百宴，那天我去大槐树下照顾赵富贵，就是想全了夫妻这么多年的情谊。我该做的做完了，那么就到了该了断的时候。我不想天天被人指指点点，也不想村子里那些妇人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。这样的男人确实不能要，你能这么想是件好事儿，不过了就不过了嘛。女人单独过又不是不行，照样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不管是和离还是被休，我都必须回娘家。我给赵家生的几个孩子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以后再想看一眼都难。你家大头说亲了吗？亲事去年就定下来了，是我娘家妹子的大闺女，计划年底成婚。找个最近的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，大头成婚之后就让大头分家出去，然后你跟着大头和他媳妇一起过，以后再想法子把小头和几个丫头接过去，这样就不用再跟赵富贵过日子了，你也不必和孩子们分开。至于赵富贵，他想干啥就干啥，你以后就当这个人死了。大三娘，谢谢你给我出主意，太感谢你了。以前我还那样误会你，我真不是个东西。这些事情都过去了，我们要向前看。昭儿，不如我明儿买几个算盘回来。算盘最便宜都要300-400文一个。表哥，我和3个哥哥轮流用你的算盘就好了，我们一定会学会的。四蛋，你阿爷会做木头，应该或许可能也会做算盘。那我去找阿爷。我带上算盘一起去。等等，上回你阿爷做木头，我没给工钱，这钱给了你阿爷也不会要。这次开口让阿爷帮忙做算盘，必须要给钱。昭儿，你说一个算盘给多少钱合适？得做出来了才知道，不过就算最差，也有至少50文一个。行，那就做出来再说。阿爷、阿奶、三婶，赵家阿爷阿奶好，三婶好，我这次来是有一件事想请求赵家阿爷帮忙。程家小子，有啥事你赶紧说，只要是我能做的，绝不含糊。不知赵阿爷会做算盘吗？赵老头子走过去，将那算盘接过来，圆润的珠子滚动着，滚在他的心口。不会做也得试试。老三，去山上砍树，樟香木或柏木都行。做算盘最好的是檀木和黄花梨，不过这些好木头太难找了，用柏木也可以。算盘做这么大行不？再小一点，这样方便带在身上。两人分工合作，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四四方方的框子。接下来要做珠子，这是最细致的工序。我师傅说要用细布来抛光，这东西太金贵了，买不起，就用粗麻布吧。
再拿手上把玩个几天，慢慢就光滑圆润了。程昭二话不说，掀起衣袍，从自己的里衣撕下一块布，这是绸布，不知是否可行。你这孩子咋这么虎？好好的衣服扯去了一个口子，再咋穿？我观之发现，大家都会穿里衣，我以后也可不穿。这能一样吗？你是读书人，以后要当秀才老爷的，咋能跟我们这些地里刨食的人比？一点都不讲究。这块布你放好，回去让你二姑给你缝上，用白色的线，也不会被人看出来。给蒜珠抛光后，这几块布正好可以当洗脸洗脚的抹布。二姑家里缺这个。你这孩子，你这……赵老头子叹气，再一次明白为何大儿媳会偏疼这个侄儿。他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老头子都喜欢这后生，恨不得变出来一件棉质里衣送给他。做这么多算盘干啥子？送给4位表弟，他们都很喜欢学蒜珠，我想把我会的都教给他们。赵老头子的眼睛瞪圆了，他很想问他能不能跟着一起去学。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有3件事：第一是没有学成木工，第二是没有学成算盘，第三是没有看到大儿子得胜归来。3个遗憾，其中一个好像有可能实现的样子。不过赵老头子面皮薄，他一把年纪的人了，跟着一群毛孩子一起学算盘，传出去了，他还要这张老脸布？你不是还要考秀才吗？咋有功夫来你二姑家教书？这些年读书，二姑帮了我许多，我欠了二姑许多，只能教书来抵债。我能让家里的臭小子跟着一起去学吗？不过你放心，我肯定不占你便宜，家里正好还有些粟米，用粟米当束修咋样？大旺想学过来就是了，不需要束修费，二姑都已经给了。你二姑给是你二姑的事，我们家不能白占便宜，多的钱拿不出来，几斤粟米还是给得起的。1个月就10斤粟米吧，让大旺一个人去，学会了回来教他弟弟。粟米不必了，可以让大旺、二旺一起来，多带张凳子来就行。让大旺去就可以了，大旺学会了回来，教二旺的时候，我还能在边上偷学一点，起码我这张老脸能保住。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？算盘呢？做好了吗？表哥，你先做。最后一道工序完成之后，才能做好算盘。算珠竟然做好了耶！小小一个，和表哥的算珠一样大，就是不太光滑。程昭把自己里衣下摆上的布全部撕下来，一人发了一块，用布一直摩擦打磨，到这些珠子变光滑为止。4个小子一人捧着一大把珠子，细细的打磨起来，像是在对待最珍贵的玉石。你今儿学了些啥？教二旺也学一遍。阿爷，我能不学吗？我不喜欢认字，也不喜欢算术。你不想学，我还不想教呢。程表哥真厉害，啥都会。我以后一定也会变成跟程表哥一样厉害的人。你这小子必须教。二旺，你要是不好好学，以后就别喊我阿爷。既然二旺不愿意学，那就别强迫他呢。春花和冬花都很聪明，让他们2个跟着一起学吧。2个丫头片子，学啥子学？学了也没啥用。娘，您这话说的，大嫂不就在做生意吗？万一我们春花冬花日后也嫁了一个生意人，那不得算账啊！记账就得会认字写字，这时候学也不算太晚。冬花扭着身体，一点都不想学，她宁愿被阿奶叫去挖野菜。不过在她娘冷冷的眼神盯梢之下，她只能违背本心开口：阿奶、阿爷，我想学。春夏秋冬4个花都跟着大旺一起学。大山娘，你接去镇上给我带30只鸭子回来成不？我婆婆说昨儿20只鸭子少了，还想再要20只，大山娘能帮忙不？我家也想买些鸡鸭回来养着，有多少要多少。一大早的，程弯弯就接到了400只鸭子的订单。多抓一点蝗虫回来，先别喂鸡，关起来养着，我回来了要用。娘，你是不是想油炸蝗虫给我们吃？一个小吃货。灾年的蝗虫大部分是有毒的，不太好区分，鸡鸭吃就算了，人最好别吃。他要4担抓蝗虫，是为了做实验。这几天翻看农业治蝗的书，他对这方面算是有了一些深度的认知。送货的最后一站是平安镇，程弯弯让赵二狗去买点盐巴，他则走到巷子里，不动声色买了400只鸭子出来。走出巷子的时候，路过一个宅院的后门。再敢勾引我爹，我把你家全都砸烂。我和你爹有媒人牵线，名正言顺，何谈勾引2字？不过若是嫁给你爹，就会有你这样不讲道理的继子，我可消受不起。你现在从我家出去。你发誓以后再也不去找我爹，我立马就走。程弯弯不欲看热闹，正准备悄悄远离是非之地，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：沈正，你来此处干什么？我竟然撞破了县令大人的家事。他努力降低存在感，但是400只鸭子实在是太能嘎嘎叫了。你们继续，我路过。你不在书院好好念书，在这里作甚？爹，她就是你准备娶回去的女人吗？我不同意。县令大人，我和您还只是堪堪见了一面，未曾谈婚论嫁，沈公子就如此羞辱我，我一个女人还怎么过活？沈县令头大，
他是迫于家母压力出来和这夫人见一面，并非是真的要娶亲。被他儿子这么一闹，好像不娶都得娶回去了。好在这会儿附近无人，这么闹了一场也没被人瞧见。除了徐娘子放心，此事不会有外人知道，不会影响你的名声。二狗，你来镇上怎地不去找我？怎地，本公子还叫不动你了？二狗与你同岁，已经跟母亲学着做生意了，而你只会惹是生非，制造麻烦。本官教子无方，叫二狗娘看笑话了。我家二狗在家里也是不着调，10几岁的孩子都是这般，县令大人不必为此置气。刚刚看到的那一幕，县令大人放心，民妇什么也没看到，什么也没听到。二狗娘换了一门营生呢，这是改卖鸭子了。回县令大人的话，这是我娘帮村里人买的鸭子，各家10几20只的样子。养这么多鸭子做什么？庄户人家的农事，你自然是不懂的，问了也不会懂。鸭子能吃蝗虫，是为了防蝗虫。这段时间田地里发现了不少蝗虫，也是怕去年的蝗灾重演，这会儿先预防着。不过光有鸭子也不顶事儿。你说什么？地里有蝗虫？他是真的被吓到了。前阵子找水源挖沟渠的事，这是他在平安镇为官7载第一次被知府大人召见。可现在听到蝗灾2字，县令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不知朝廷有没有什么法子对付蝗虫？如果蝗虫数量不多，倒是有法子，燃烧其艾，可驱赶蝗虫。若本官查清之后确有其事，必须上报知府。沈县令说完就匆匆走了。娘，万一蝗虫没来呢？程弯弯摇头，他之前也存过这样的侥幸心思，但看了那本书之后，他确信今年一定有蝗灾。7文1只鸭子，这是抢钱呀！我记得之前只要6文1只，大山娘是不是过手多赚了1文？400只鸭子，那就是400文，都快半两银子了。大刚娘这是瞧不上这些鸭子呀，正巧泥鳅娘还想多买几只，这20只我拿去给泥鳅娘。还是大山娘想着我，140文回头就给你。还有谁觉得贵了可以退，没关系的。确实还有人嫌贵，但不敢再说什么，得罪了大山娘，以后只能自己去镇上买鸭子，还不一定能撞上卖鸭子的人，白跑一趟家里的事情也耽搁了。天气太热了，一定要注意鸭子的卫生问题，免得鸭子生病，一只生病就会传给其他鸭子。大山娘，刚刚是我多心了，你那边还有鸭子吗？10只也行。卖给你鸭子，你会在背后骂我贪图你的钱，我何苦吃力不讨好？还想让我低声下气求你不成？我明儿自己去镇上买，真以为别人没长腿吗？这是过路黄，这种草药似乎可以杀虫，鸡窝鸭棚里蚊虫多。二姑需要采摘一点回去试试吗？你还懂药理？南府书院有书馆，我曾借一本草药大全看过。为了锻炼增强记忆力，我背过草药的药性，但并不懂药理。科考并不考这些，可他还是去学了。这个大侄儿在程家那样的环境里长大，被程家上下溺爱，被整个程家村捧很高，难得没有长歪，从高处摔下来也没有自怨自艾。你被南府书院开除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没有作弊，但是先生找到了作弊的证据，还有人证物证，在证据面前，山长无力保我。你知道是谁诬陷你吗？一个是凤凰镇县令的儿子，另一个是白云镇富商的妻弟，两人在书院为虎作伥，数次拉拢我，被我拒绝后恼羞成怒，栽赃陷害。一人有权，一人有财，我无权无势，如何对抗？或许我程昭这辈子就止于此了。既然你觉得会止步于此，又为何深夜用功呢？南府书院开除你，并不代表你就失去了院士的资格，只要有人为你担保，你照样可以参加科考。距离院士还有大半年的时间，不着急。既然你熟读草药大全，那帮忙多找点驱虫的草药，各类都要。大山娘，你知道我是个没啥想法的人，别人说啥我都会信。你说能有办法治理蝗虫，我是真的信了，你可别骗我这个老实人。李正书看看我这儿写的东西，就知道我有没有骗人了。程昭将一叠纸递过去，李正扫了一眼，字大部分都认识，看得懂，却难以理解。其艾能驱赶蝗虫，马英丹能杀死蝗虫。现在我们就来试一试。咋试？说话的这会儿，夕阳西下，晚霞散尽，暮色已经降临了。他用火折子将干柴点燃，火光照亮了这片地。马英丹味道有些刺鼻，把口鼻捂住。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地上很快就铺了一层蝗虫的尸体。这只是一部分蝗虫，在收割之前，我建议每天晚上都试试这个法子，能杀死多少是多少。这也太难闻了，这种味道都能把蝗虫毒死，我们闻了这种味道会不会生病啊？大山娘，你可别把大家伙都害惨了。马英丹是有毒草药，人误食后会有中毒反应，其烟雾中也有少量毒素，致人咳嗽，重则呕吐，不会有性命之忧。大山娘，你在村里烧这个，是想毒死我们全村人吗？怕自己被毒死的，那就关好门，不让烟雾进去就是了。呵呵，我之前咋没看到你们一个个这么惜命？要是蝗虫把稻子都吃光了，大家也会饿死，反正都是死，被毒死也好过被饿死。马英丹治蝗虫不一定通过燃烧，也可熬煮成水喷洒在稻子上，蝗虫食之即亡，
不过熬煮的比例需要掌握好，水多则药性低，水少则费时费力。读书人就是聪明，这要是我们大河村的孩子就好了。这法子是我二姑想出来的，我只是配合记录，这方面我也不太懂。若是信得过我的人，可以明儿上午先去上山采集马缨丹，下午来我家熬煮。张无赖的婆娘气得直跺脚，她也不是非要跟程弯弯作对，她就是看不惯村里人全都围捧程弯弯。二狗，你要不要跟我去吃喜饼？我等会还要去镇上送货，就不去了。娘，我能去吗？我想去看新娘子。走吧，看新娘子去了。要我说，还是傻根媳妇好看，那眼睛水汪汪的，傻根都看傻了。孙家那姑娘确实是好看，但大头媳妇也不差呀。听说家里家外的活都是一把好手，以后富贵婶可以享福了。大头媳妇是富贵婶的亲侄女，以后也没啥婆媳矛盾。这是我们赵家的大婶子，你喊大婶就可以了。大婶，这是我娶的媳妇，叫水琴。大婶，婶子也没啥好东西给你，这块布不大，可以做个鞋面啥的。谢谢大婶，以后你们两个就好好过日子，争取把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争取早日生一个大胖小子。真好吃呀，我留一半带回去给二哥吃。为啥只给二哥呢？因为二哥今天心情不好呀。娘，偷偷告诉你，其实二哥很喜欢水琴姐，我觉得二哥比傻根哥长得好看，也比傻根哥聪明，为啥水琴姐不嫁给二哥呢？因为他不喜欢你二哥。四蛋，你以后选媳妇一定要擦亮眼睛，你二哥这双眼睛太瞎了。可是水琴姐真的很漂亮。行吧，就连四蛋也被视觉支配，赵二狗栽在孙水琴身上不冤。从赵傻根家出来，母子二人去赵富贵家中，比起那边的热闹，这边显得有些冷清。明明是大喜的日子，赵富贵却坐在的凳子上骂骂咧咧。家里1粒米都没了，还娶啥子媳妇？多一个人多一张嘴，谁来养活？本来就没粮食，还到处借粮做喜饼。你这婆娘就是不干一件好事，说好了年底再娶，非得这时候娶进来，细胳膊细腿的，还能指望他下地收稻子不成？你跟张寡妇的事儿闹这么大，我有说啥吗？你儿子娶媳妇儿，你多完不对，你是当爹的人吗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娘家的人，也不喜欢我娘家的子女，不然这样了，让大头跟他媳妇儿分出去过，正好那边不是有个破屋吧，给他们两口子单独住。既然爹觉得我娶媳妇是拖累，让我和媳妇就分出去。分家就分家，一亩田都休想分出去，饿死了别回头来找我。这个家也容不下我，我和大头一起分出去。亩田都没分出来，以后准备咋办？家里田地的事儿都是我和大头小头在做，我们走了，这些活儿就没人干了，除非赵富贵想让稻子烂在地里，不然他肯定会回来求我们。大三娘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有手有脚，总不至于饿死。这几天我看到张寡妇老在我们家院子外头转悠，我们分出来了，张寡妇会不会又跟爹？他要是有个当爹的样呢，你们就继续当他是爹，他要是做荒唐事，不认他也不是不行。就是苦了大头媳妇儿，第一天嫁进来就跟着受苦。娘，我不苦，我先来把屋子收拾干净。大头娘前脚刚走，张寡妇那个不要脸的就摸到赵富贵家里去了。赵富贵这个狗东西上回都快嘎了，张寡妇也不管他，他咋还能干这样的事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赵富贵要是能改过来，就不叫赵富贵了。富贵婶分出来了以后，过清静日子多舒服，就怕赵富贵不要脸拖累大头两口子。那啥，大山娘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就是那啥，你娘家的侄儿不是每天晚上都教四蛋他们读书写字吗？我能不能厚着脸皮，也让泥鳅跟着过来一起学？你放心，我不占你侄儿的便宜，我给束修费。泥鳅娘，这事儿你问他，我做不了主。于是王婶子又把这话说了一遍，程昭点头，带凳子过来坐下一起听就是了，不是什么大事。还没到秋收的时候，我家也没粮食，鸭子还小，也没到生蛋的时候，我让泥鳅爹砍几担干柴来先垫着，以后再补上，成不？程昭都还没来得及拒绝，家门口又走来了一个人，是朱老婆子。镇上一个月束修费1两银子，这么多钱我老婆子出不起，不过我要求也不高，让虎子多少能认识几个字就行。这里20文，晚上我让虎子过来跟着一起学。朱老婆子说完这番话就走了。王婶子转身从自家柴房里扛了2担柴，扔到了程弯弯家的院子里，生怕被拒绝，扔完就走。我是二姑请来的先生，不该私下收束修费。如果想学认字的人越来越多，你打算如何？我来这里教书，是为了偿还这些年欠下二姑的债。二姑的债还清之后，或许我就该走了。可是我走之后，这里的孩子们怎么办呢？开创认字班吧，让更多的孩子认识更多的字，他们给的束修你就收着，这是属于你的。不过我也给了束修费，所以我有额外的要求，二狗和四蛋不跟大家一起上课，单独教他们2个，
上课的进度要快一点。比如说，我希望短时间之内，二狗能精通算术，4蛋能熟读300千。加快进度，那就要增加读书时间，以后下午可能也要读1个时辰。你来安排就是了。还有这些束修费、粮食，我想拿去给大姑。这些年大姑也出了力，虽不如二姑出的多，但大姑也是竭尽全力了。铜钱我想送去给程家，毕竟他们养我这么多年，为了我读书，全家都在吃苦，我也想尽快回报一大家子人。程弯弯知道他是个有良心的人，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。赵二狗手放在蒜珠上，却没有任何动作，整个人像是被定住了，完全没有听见程弯弯叫他。赵二狗，娘，啥事？你没啥事儿吧？不然我们娘俩去那边走一走。好。这是你爹当年酿的桂花酒，有些年头了，本来打算留着等你大哥的儿子出生了再拿出来喝，你来尝尝味道。爹还会酿酒吗？赵有金除了会种地会打仗，其他啥也不会，反正人都嘎了，我说啥就是啥。你没喝过酒吧？酒可是好东西，喝一口解千愁。娘，你喝吧，听说酒喝多了会醉，醉了就会看到想看到的人，到时候娘就能看到爹了。问问爹过得好不好？我要见你爹做什么？倒是你，赵二狗，你给我说说，你是不是还惦记着孙家那姑娘？赵二狗所有的神情僵住了，他呆呆看着天上的月亮，深深的叹了一口气。先喝酒，喝了再慢慢说。赵二狗仰头喝下一口酒，这不是烈酒，有着桂花淡淡的清香，酒喝下去，思绪就开始飘远，所有的情绪都展露在脸上。刚认识水琴的时候，以后不许喊水琴，要喊嫂子。刚认识的时候，他对我很好，一口一声二狗哥，说只跟我一个人好，还说以后天天给我洗衣服，天天给我做饭吃。不过他后来说只把我当哥哥，我就慢慢放下了。我今天心里难过，是想起了以前的事，并不是说还想娶她，她以后就是傻根的媳妇，是我的嫂子。你能放下了就好。不过以后你们俩在同一个村里生活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若是傻根媳妇有个啥事儿求你帮忙，你会怎么做？都是一个村的，能帮当然要帮。那以后孙水琴时不时来借几斤米，再来借一点钱，再请求我们家给他安排个活计，或者呢，干脆让你去他们地里帮忙，这些你也都答应吗？当然不行，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，能帮就帮，跟整个家有关的粮食和钱，我才不会这么傻借出去的。那他如果这样呢？二狗哥，我是真的没办法了，才来求你帮忙的，你就帮帮我好吗？我一直都拿你当哥哥，这点忙你都不愿意帮我吗？赵二狗本来有些醉意了，看到他娘用这种语气神情说话，酒都醒了大半。他设身处地的想了一下，如果孙水琴真的这样子哀求他，恐怕无论什么事，他头脑一热就应下来了。娘，我好像是真的醉了，我看到了好多绿色的眼睛。胡说，哪有人的眼睛是绿色的？走吧，娘扶着你走回家。就在那边，1双、2双、3双、4双。他说的有鼻子有眼，程弯弯也看了过去。这是狼？是狼，好像是去我们家，家里的人肯定都睡了，我跑回去叫醒他们。这时候冲回去会惊动野狼，受惊的狼肯定会攻击人。大河村山上的狼从来没有下山过，和村民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为什么这一夜突然下山往我们家里去？难道是为了家里的鸡鸭？如果是专程偷吃鸡鸭，倒不用太紧张，吃饱了肚子狼群自然就走了。但如果万一呢？先点火，看到有火，狼群应该会逃走，别慌，冷静。赵二狗点头，立马弯腰去捡干草。久不降雨，干草一碰到火就烧起来。两人举着火把朝自己家院子慢慢靠近。是不是娘回来了？天哪，这是啥？他一抬头看到了举着火把的程弯弯，惊恐的道：娘，家里有狼，4只狼。上回恐吓赵富贵的电线和太阳能电板被他拿回来埋在了院墙里，用干草遮掩挡了起来。几只野狼身上的毛都焦了，但没有晕厥过去。看来这电流挺强的嘛。二姑，小黑不是狗，是狼。这里有一只母狼，有奶，应该是小黑的娘。程弯弯吓了一跳，仔细看了一下，还真是狼。狼是群居动物，且记仇，杀死一只，以后会有无穷无尽的野狼找上门。母狼应该是来找狼崽子的，把小黑一起放走，他们应该就不会再来了。你们几个一人扛一只狼上山，把他们扔山里吧，小黑也一起放山里去。你这是不想回自己娘身边了？行吧，我救了你，养了你，这些东西就当是你娘送来的谢礼，以及你的伙食费。你们大嫂怀着孩子，兔肉不能多吃，这鸡汤是特意给你们大嫂准备的，谁都不许贪吃。娘，其实我喝不下多少，这一顿喝不完就留着下午喝，下午喝不完留着晚上喝。你饿肚子没事，可不能饿着肚子里的孩子。4蛋，你先把这一碗送到老屋那边去，我们等你回来再吃。我听大旺说你们家养了一头狼，还说啥有野狼给你家送了兔子，真的还是假的？小黑就是狼，昨天晚上他娘找上门来了，今天早上送了好多野兔野鸡过来。阿奶，我先回去吃饭了，走了。野狼都摸到屋子里去了，老大媳妇咋还像个没事人似的炖兔肉吃？老头子，你快想想这事儿该咋办？
野狼吃人，万一哪天发狂。四蛋说他爹保护他们，野狼一进他家的门就全部摊地上了。阿奶，快让我尝一口吧。刚吃完饭，吃啥吃？留着晚上吃。阿奶，我把碗给大伯娘送去。赵老太太正缝补衣服，心里思虑着啥时候买点肉回来给孩子们补一补。正想着，冬花就通红着一双眼回来了。你这是咋了？谁欺负你了？赶紧告诉娘。我刚刚去大伯娘家里还空碗，看到大伯娘拿肉喂狗，我也想吃一块，可是大伯娘不给。什么？大嫂咋能这样？有肉喂狗，咋就不能喂一口亲侄女？为啥喂狗你们还不知道吗？因为这兔子是狼抓来的，整只喂给小黑都成，谁都不能说啥。我看大嫂就是故意不给冬花吃肉，这是压根就没拿冬花当亲侄女。大哥嘎了之后，大嫂就不拿自己当赵家人了，啥好事都不会想到我们赵家。感情你大嫂让你男人过去帮忙，不是拔拉你。孙氏，我看你是日子过得太舒坦了，偏要找排头来吃。一家人日子和和美美的，就多了你这个搅家精。你收拾收拾，回你们桂花村去吧。就你破事多，一天天的想东想西，想吃兔肉是吧？等会我就上山逮一只回来。行了，你赶紧下地抓虫去吧，别在家里碍眼。孙氏觉得委屈，他心里难受，腹部突然有点不舒服，再加上天气很热，他捂着嘴巴就冲到了一边干呕起来。别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，赶紧下地干活去。孙氏仰起头，露出一张极致苍白的脸。你这是咋了？他三婶，你是不是有段日子没来那个了？该不会是有了吧？啥？对，我这肯定是怀上了。快，赵有才，赶紧找郑郎中来，快点！大山娘，你咋来了？我来找李正叔有点事儿，李正叔在吗？你李正叔一大早被李家沟的人请过去了，咱们村灭蝗这事儿不知咋传到李家沟那头去了。李家沟李正听说我们的稻田里没有蝗虫，就想找你李正叔问问有啥子办法吗？你李正叔是个热心肠，带着马英丹就去了。他正想着时，身后就响起了李正的唾骂声。李家沟那帮人太不讲道理了。李正跟我也算熟识，我好心告诉他如何灭蝗，他别的没听进去，就听见了奇艾可以把蝗虫赶走。他们村里的奇艾特别多，疯长了一大片，有人当场试了一下，这不，地里嗡嗡乱飞的蝗虫果然被赶走了。能赶走蝗虫也是好事儿。屁的好事！李家沟隔壁就是汪家屯，蝗虫全飞到汪家屯去了。那边来人跟李家沟差点打起来，汪家屯也开始熏奇艾，两个村的蝗虫就往另外一个最近的村子里飞。奇艾只能驱赶蝗虫，蝗虫还不就是在我们这些村里头飞来飞去，总会糟蹋庄稼。明明能有法子杀死，为啥要把蝗虫赶到别的村里去？李正叔，看来只能去找县令大人了。对，去找县令大人。县令大人不可能不管这事儿，我现在就去。带着程昭一起去吧。程昭记录下来了这几日大河村灭蝗之事，事无巨细都被程昭写在纸上，县令大人一看就懂了。程昭是读书人，他说话有条有理，他说啥县令大人都会相信，就让他跟我走一趟吧。这是一个机会，你好好把握。二姑，我不能去，我知道二狗以后想做生意，让他多和县令大人接触，以后去镇上做生意也便利一些。让你去你就去，你这孩子哪来的这么多废话？县令大人愿不愿意帮你，还得看你的本事。行了，赶紧走吧，别耽误了大事。他将程昭推了出去，程昭满脸复杂，眸子深处有浮光闪动。去年这个时候，蝗灾已经爆发了，我看再等最多2-3天，蝗虫会聚拢成灾，一切再无挽回余地。好不容易解决了干旱之事，却再一次栽在了蝗虫上，连年受灾，税收不上，官库空虚，曹廷怕是要问责。报，大河村赵李正求见。小明拜见县令大人。跟我就不必这么多礼了，起来吧。大人，小明这次来是为了蝗虫之事，虽说蝗虫还未成灾，但据小明的经验来看，不出3天，蝗虫势必聚集起来，就跟去年一样，一大群飞来，不到半天时间就能把地里的粮食吃干净。那你今日来，可有什么高见？4-5天之前，大河村就在研究灭蝗的法子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总算是被研究出来了。程昭，你赶紧把东西呈上去。程昭上前一步，双手将一叠厚厚的宣纸奉上。这上面所写可都是真的？纸上所写都是程昭这些日见闻实录，所有数据都是清点之后才会写上去，绝无虚言。你是程昭？我听人说程昭因作弊被南府书院开除了，事情闹得还挺大。他就是程昭，二狗子的表哥，二狗子他娘就是程昭的亲姑姑。这段时间程昭在我们大河村住着呢。这后生字写得好看，俗话说透过字能看到一个人的风骨和气节，能写出这样一手好字的人断不可能作弊。我那儿子要是能跟程昭多学一下就好了，但作弊之事具体是什么情况，还是需要派人去打听一二。若此法真能灭蝗，
本官记你大功一件。此法是程昭二姑想出来的，若县令大人要记功，这功劳应属于我二姑，属于大河村的赵立正，也属于大河村的每一位参与了灭黄的村民。没有他们，就没有程昭记录下的这些数据。功劳之事日后再论，现在需要把这法子让所有人都知道。袁师爷，你赶紧吩咐下去，让所有村的里正来一趟县衙。赵立正、程后生，你们2人先不急着走，灭黄事宜具体如何操作，还需你们口述告知其他村的里正。是，县令大人。你不是回娘家吗？又跑回来做啥子？吵死个人！张婆娘将战利品拿出来，3只鸡1只兔子。你这婆娘哪搞来的这么多猎物？不会是跟赵立户勾搭上了吧？你说啥混话？别瞎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我刚刚经过大山他们家，看到他家门口全是猎物，好家伙，8只野鸡2只野兔，我怀疑大山娘才跟赵立户勾搭上了，不然赵立户给他家这么多猎物干啥子？还别说，这事儿瞒得真严实，全村愣是没一个人猜到这2人有一腿。我从来没见赵猎户跟赵成是那婆娘讲过一句话，肯定是你弄错了。那就等着瞧吧。这猎物是赵猎户偷摸摸送过去的，就算被人拿走了，大山娘也不敢声张，咱们不吃白不吃。你在家里收拾这些东西，我还得趁太阳没出来赶紧回娘家，我先走了。张无赖抓了抓下巴。前2天好像听村里人说了啥子稀奇事，好像跟猎物有关，是啥来着？算了，不管了，赶紧把猎物收拾出来，这可是肉啊，家里都有多久没吃上一口肉了。夏花，我这嘴巴没味儿，你下个白面汤给我开胃。冬花，你别偷懒，衣服洗干净晒起来。家里哪有白面？要吃你用自个的钱出去买，别故意说这些话给我听。娘，我这里怀的可是老赵家的，我年纪大了，比不得小年轻，我得好好顾着自己的身子，总得平平安安把孩子生下来。呵呵，你吃白面，我们大家伙吃糠咽菜，你在做啥子白日梦？你肚子里怀的是金孙不成？你想吃也行，那就分出去吧。你们一家人爱吃啥吃啥，吃天上的仙鹤也跟我没啥关系，看我会不会多嘴一句。娘，我这是开玩笑呢，大家吃啥我就吃啥，只要不饿肚子就成。早上给大山媳妇炖了鸡汤补身子，她3婶不也是怀上了吗？我就分出来1碗送来了。大嫂，太谢谢你了。大嫂，你们家的鸡不是很能生蛋吗？咋杀了炖汤呢？太不值当了。这是野鸡。程弯弯也不打算瞒着这事儿，家里野味太多，根本就瞒不住。是野狼送来的，就是生小黑的那条母狼，天天晚上都来，可能是担心小黑没吃的，就往我这儿送一堆野鸡野兔啥的。家里还有，吃不完，怕放坏，这只野鸡爹娘炖着吃了吧。程弯弯放下东西就走了。孙氏端着1碗鸡汤回到自己屋子，把冬花叫进去，夹出来1块肉塞进冬花嘴里。冬花囫囵一口咽下去，睁着眼睛巴巴继续望着自己娘。把你姐叫进来，给你姐也吃一口。大姐出门去了，我拿1块鸡肉追上去给大姐吧。冬花，你在吃啥？没吃啥。我都看到了，你在吃肉，大伯娘给你娘的肉，你竟然偷吃。3婶，冬花偷吃鸡肉了，1大块鸡肉被她吞下去了。说了是给你姐的，你又偷吃，你这张嘴咋回事？啥都要吃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冬花被抽了一下，拔腿就跑。娘，外婆来了。程老太太有什么话就站在外头说吧，说完了就赶紧走。这是我给你找的男人，彩礼给了，8字也交换了，该走的流程都走完了，今你就跟他走吧。我上有公婆，下有儿子媳妇，程老太太一算老几，真是摇着扇子说话，净说风言风语，我的婚事还轮不到你来做主。再者，你给我找男人，问过大山爹的意见了吗？大山爹可是在天上看着呢。还愣着干啥子？这就是你婆娘，绑起来带回去，今天洞房，以后就是你们家的人了。那男人打了10几年光棍，不是因为家里穷，而是长得丑。10几年前嘎了婆娘之后，底下多了几个娃儿，更是没人愿意嫁过来了。他一看到程弯弯就看上了。我家有40亩田，我手上有5两多银子，你嫁过来之后，田和钱都给你管。我娘才不要你的田，也不要你的钱，我娘是不会嫁人的。你个小杂种，你要是敢坏了这门婚事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弯弯，你一个女人带着4个孩子过得实在是辛苦，娘这不是心疼你吗？才给你找了个男人，他家里还算富裕，这年头也不会让你饿肚子，他上头老头，娘都嘎了，你过去就能当家，这是天大的好事儿，别人求都求不来的。说的好像我现在不能当家一样。程老太太，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只能喊人过来了。我倒是不怕丢人，就怕你们程家的脸面全毁在你手上了。阿奶，您怎么来了？昭儿，你咋在这里？你个坏了肠子的烂东西，竟然这么对娘家的大侄儿！我们昭儿是读书人，哪能穿这种破烂衣服？我命苦的昭儿啊，都是阿奶没用，让你被人搓磨。
这是咋回事？程昭来他二姑家住着，程家人不知道。说来也是怪，程昭不是应该在镇上书院读书吗？咋就一直住在他二姑家呢？不是说了吗？教四蛋他们读书呢。周边不少人议论纷纷，程老太太算是听明白了，她的大孙子竟然在大河村教书。阿奶，我在这里很好，阿奶不用担心我，告诉爹娘我在二姑这里很好。好啥子好？一身破烂衣服，每天是不是吃都吃不饱？瞧瞧，孩子都瘦了。阿奶带你回去做好吃的，走走走，回家。阿奶，我不回去。你这孩子说啥子胡话？你是读书人，咋能在这种地方受苦？咱们有啥事回家说。我已经读不成了，我不再是什么读书人。昭儿，程昭的目光环视走过来看热闹的村民。他自从来大河村之后，这里的每个人都会用尊敬崇拜的眼神看着他，好像他是什么圣人。事实上，他早就没了这个资格。他必须要跟所有人把这件事说清楚。我因为某些原因被南府书院开除，失去了院士的资格，也就是说，我这辈子都只能是个童生。这话啥意思？我咋听不懂？程家村的人不是说他们村要出第二个秀才老爷了吗？程昭说他不能在院士，意思应该是不能去湖州赶考了吧？连赶考都去不成，哪能中秀才？这个侄儿眼神清明，背脊挺直，无论村民议论什么，他都坦然受之。这样的心性，以后必有大出息。就算我大孙子一辈子只能是个童生，你们也没资格请我们家昭儿当先生。我家昭儿天赋异禀，南府书院的山上亲口说过，会一举中秀才，然后一举中举人，最后当官老爷。你们谁都不配让我们程家的大孙子亲自教读书写字。程昭是个成年人，他走还是留，让他自己做决定吧。昭儿，你自己说吧。我以后不能再考秀才，若是二姑和大河村还需要我，我自然是留下。从我留下你的第一天，我就知道你无缘院士，二姑当然希望你一直留下。程同生，我们也希望你留下。我连束修费都交了，自然希望程同生能教我孙子读书认字。秀不秀才的有啥子关系？我们认可你这个人，你在我们心目中就是秀才。不许你去湖州赶考，这是朝廷的损失，也是我们大河村的运气。程同生，你就留下来吧。我留下，不走了。昭儿，你太不思进取了。我回去请程家族长和李正。不是来给我娶媳妇儿吗？不把那婆娘带走吗？娶你大爷！我大孙子的事重要还是你的事重要？等我大孙子的事处理完了，再给你娶婆娘。承蒙大家不弃，程昭一定会竭尽所能教授孩子们读书认字。大山娘，快出来！出事了！张无赖的家被野狼给围了，不知道跟你们家小黑有没有关系？赶紧带着小黑走一趟。这到底是咋回事？大半夜的突然有人抓门，我跌起来去开门，就被野狼按住了，我娘也被按住了，幸好我跑得快。大山娘，让小黑把这些狼引到山里去吧，咱们人和狼和平相处，彼此不伤和气。大河村的人和山上的野狼几十年来都是和平共处，从未发生过矛盾。我想知道这4只野狼为啥深夜造访张无赖的家。张无赖不如给我们好好说一说。我还想问你为啥子要在家里养野狼，就因为你养了狼崽，把山上的母狼都招下来了。畜生就是畜生，他还真能保证不伤人不成？李正书，等小狼把这几只狼引到半路上的时候，所有人一起上，把这几只狼全都给宰了。张无赖，你别唧唧歪歪了，先让大山娘把这几只狼弄走吧。这些狼又不是我养大的，我说啥他们也不会听。张无赖，大刚娘，你们2个还是好好想一想，到底是哪里得罪了野狼吧。李正，动手吧！全村人一起上，不信解决不了这4只狼。李正书，狼群记仇，山上至少还有上百只野狼，解决了这4只，那剩下的100多只谁来解决？野狼深夜找上门，也没一口咬死张无赖，这明显是想讨一个说法。只要张无赖承认错误，野狼应该自己就会离去。臭婆娘，都是你，是你害的。我早上在大山家门口拿3只野鸡1只野兔，野鸡吃了1只，剩下的在我屋子梁上挂着。大刚，你快把东西拿出来。吃下去的那1只野鸡是不是也该补上？都吃下去了，咋赔？平安镇的鸡大概是30-40文1斤，1只野鸡就算它只有2斤吧，也该至少赔个60-70文。这是野狼抓来的野鸡，凭啥要赔钱给你？李正书，这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大家伙都走吧。大半夜的把人都闹腾过来，也不好好配合解决。我赔还不成吗？秀红，你去我房里拿60文出来。不一会儿，一个清秀的姑娘从屋子里走出来，月光和火光的照耀下，显出一张白白的圆脸。女孩将手里的铜板递给程弯弯，转身又进屋去了。小黑，跟你娘说一声，天色晚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小黑叫了几声，那2只狼立马就松开了张无赖和张婆娘。大家也都看到了，只要不招惹这些狼，他们是不会伤人的。
大家让一让，让狼群回山上去吧。大山娘，我看你是故意勾结畜生，欺负我们这些平头百姓，进而我家被野狼威胁拿出60文，明儿就是你家，还有你家，必须解决这些野狼，否则大河村后患无穷。养野狼就是为了对付咱们村里人吧？李正，大山娘家里的小狼崽子绝对不能留。小黑能不能留，你说了不算。那就让大家伙来说。大家伙，你们放心，咱村里住着一只小狼崽吗？狼崽小时候是没啥，等它长大了，就是丧尽天良的玩意儿，今儿咬人，明儿吃鸡，咱们还不能反抗，否则山上的母狼就下来吃人。我说张无赖，你这话就不对了，是你婆娘偷东西，野狼才找上门，自己做错了事，咋能怪狼呢？就是说啊，人家野狼抓来的猎物被你婆娘拿走了，能不着急上火吗？要不是你反抗，野狼也不会伤你，都是你自个做的。李正叔，我在山上看到了3、4个可疑的人，我跟着他们走了一段路，结果听到他们提起啥王员外，1个多月前镇上王员外家的粮食不是被盗匪偷走了吗？县令大人还贴过通缉令，我仔细看了2眼，通缉令上的画像和刚刚山上的可疑之人非常像。泥鳅爹，你可看清楚了，确定只有3、4个盗匪？是4个人，其中1个就是通缉令上的人，应该是土匪头子。若是让他们走了，一定会带更多的盗匪来抢走我们的粮食。把年轻力壮的男人们叫醒，快点追上去，把4个土匪抓起来。周边围着的村民露出惬意，那些土匪手上肯定沾过人命，他们可不敢跟刀口上舔血的人对上。过几日稻子收起来之后，应该就是土匪光顾大河村之时，家家户户粮仓的粮食全都会被土匪抢走。我们经历了那么多，从山上挖沟渠引水救活了水稻，想方设法对付蝗虫，保住了地里的粮食，难道就便宜那些土匪了？全村壮年劳动力4、500人，还对付不了区4个土匪。他们如今只是踩点，若是放他们走，就是放虎归山，再来世可能是40个、400个土匪。到了那时，我们就是砧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。李正叔，我让大山、二狗、3牛跟你一起去追土匪。4个土匪手上拿着大刀，他们有大刀，我们有锄头，有铲锹，全部都带上，打死那帮土匪。完了，盗匪踩点完肯定回去了，大河村的情况都被他们摸清楚了，我们村真的要完了。就在这时，空寂的山上响起狼嚎声，紧接着是人的惨叫声，凄厉无比。是谁？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，走去看看。快救救我们！快上去绑住他们4个，别让土匪给跑了。这件事谁都不许声张，一个山头上的土匪能多达100、200号人，这4个人来踩点被大河村绑起来的事要是传出去，肯定会有土匪过来报复，我们都是平头百姓，惹不起这些人。天一亮我就把他们送去县令大人那里，再看怎么处理。昭儿，你从小天资聪颖，3岁起就被老秀才看中亲自教授，这么多年你读书的束修费，程家全族都出过力，你是整个程家村的骄傲，也是我们未来的希望。读书一事，不是你说不读就能不读了的。程族长能说出这番话，这意思是不是表示族长已经和凤凰镇县令的儿子，还有白云镇富商的妻弟达成了和解？六叔公，我被南府书院开除，就是因为凤凰镇县令之子和白云镇富商妻弟勾结陷害，附近镇上的书院都被他们派人叮嘱过，不许我入学读书。在读书人这个圈子里，我的名声已经全毁了，不会再有童生愿意为我担保，除非我能认识领善生，但这显然不可能。怎会这样？程家好不容易出一个有天赋的孩子，怎能被扼杀？族长，就真的没有其他法子了吗？除非昭儿能取得凤凰镇县令之子的宽恕。他强权逼迫我与之为伍，我拒绝何错之有？还未读出头就畏惧强权，这一路上无数强权，我要一直卑躬屈膝往下走吗？若有朝一日为父母官，如颜屈膝的我，又如何为百姓出头伸冤？如果你不喜欢这些强权，那就应该去改变，而不是自以为清醒的远远逃开，冷眼旁观，疾言痛斥。二姑的意思是让我卑躬屈膝请求凤凰镇县令公子的原谅。如果只有这一条路，那你只能这么做。昭儿，你不需要低头，这些事交给阿奶，阿奶跪在他面前求饶，跪个3天3夜，他一定会放你一马的。二姑，我懂了，我会去找沈县令。这小子终于懂了，沈县令性格不错，对程昭也有印象，只要程昭开口，沈县令定然会解决这件事，毕竟程昭是平安镇的孩子，程昭要是考中秀才，沈县令脸上也有光。昭儿，你说啥子胡话？县令大人哪会召见你一个书生？他活了这么一把年纪，都没见过县令大人。县令大人那就是天上的云，是他们老百姓头上的天，是难以触摸的大人物，比皇帝2个字都震慑人心。县令大人道：县令大人这次来大河村，是为了论功行赏，大河村全体村民听令。大河村众民开渠引水有功，治理捕杀蝗虫功德无量。经与知府大人商定，大河村近3年田地税收降到15之1。
大河村民风淳朴，照理政治行有声，全村团结一致，共堵灾荒。时来典范，县令大人特将大河村附近无归属荒地1000亩归于大河村。县令大人听闻，开水渠灭蝗之法是由赵成式经过试验提出来的。赵成式聪慧过人，克令克柔，县令大人特赏赐纹银100两。本官是个赏罚分明的人，只要有功就能领赏。本官广纳贤言，诸位有什么建议都能来县衙进言。大家都起来，程昭你的事我问过了，乃小儿胡闹，南府书院山长竟也纵着他们胡闹。明儿我会和凤凰镇郑县令通个气，不日你就能回南府书院继续念书了。程昭谢县令大人出手相助，不过程昭决定自己读书，不会再去南府书院，请县令大人恕罪。看来你心中自有成算，院士之事不必忧心，我会亲自派人来为你担保。多谢县令大人，程家在此拜谢。县令大人不如留下吃过饭再走吧。家家户户都没有余粮，本官就不留在这里吃百姓的救命粮了。等秋收后粮食入仓，本官倒可以厚着脸皮来讨一餐。县令大人，民妇有一事要进言。稻庄留足至少8寸，秋收忙完，稻庄被太阳晒干之后，再来翻土，焚烧田地，能杀死藏在泥土层中的虫卵。袁师爷，把赵成式的话记下来，明日给所有村的里正宣读。沈县令浩浩荡荡来，又浩浩荡荡离开。沈县令真是我们的再生父母，今年只要交1/15的粮食上去，剩下的都是我们自己的，还给我们大河村赏赐了1000亩荒地，这下不愁家里没地了。这话说的好像你有银子买荒地一样。大家都安静一下，我今儿也学县令大人论功行赏一回。昨夜机缘巧合之下，我们村里多了4把长刀，老大，你把长刀拿过来。昨夜泥鳅爹巡逻第一个发现贼人，及时前来汇报，才让我们大河村免于被山匪惦记。这第1把刀就奖励给泥鳅爹。王永成，你还愣着干啥？咋的？不想要这把刀？谢谢李正书。赵三牛在对面土匪和野狼时毫不畏惧，敲晕了土匪头子。这第2把刀就奖励给赵三牛，还有第3把、第4把刀给下次有功劳的人。不过我有句话必须叮嘱一下，手里的刀只能向着敌人和盗贼，不能自持有刀伤害村里任何一人，除非对方要夺走你的粮食，伤害你的家人。李正书放心，我的刀永远只会指向敌人。我们大河村都是一家人，我永远不会伤害自己的家人。灭蝗之事我们全村人都有功劳，所以我决定沈县令赏赐的1000亩荒地，大河村任何人购买5钱1亩。李正书，我还在愁啥时候能买地呢，这不银子就到手了。大东山下的一片荒地里，正叔给我量一量，具体多少亩，我今天就买了。李正点头，但程老太太突然就炸开了锅。你是昭儿的二姑，是我们程家的人，昭儿进省城赶考是大事，你必须也得出一份力，这100两银子就给昭儿当盘缠吧。程家老太婆，你还真是不要脸，在赵家的地盘上也敢抢我们赵家的银子，还敢抢走100两，真是一口吃12个包子，好大的胃口啊！把银子还回来。程弯弯是我们程家人，县令大人赏赐给他的银子，那就是我们程家的银子，跟你们赵家有啥子关系？程老太太，我如今是赵成氏，我姓赵，你拿走我的银子当然可以，不过我后脚就去报官。你说县令大人要是知道他赏赐下来的银子被人抢走了，该如何震怒？你个胳膊肘往外拐，你要是敢报官，我……阿奶，你别闹了，这些银子是二姑的，不属于我们程家，你把银子都拿出来。昭儿，县令大人亲自给你担保了，你到时候去湖州，路上那么远，做啥都要钱，这100两银子其实就是县令大人送给你的盘缠。若是阿奶非要占二姑的钱财，那我宁愿不去赶考。昭儿既然这么说了，那自然由法子筹集盘缠，银子还给赵家吧。程老太太只能肉疼地将银锭拿出来放下。我们程家不要你们赵家的钱，以后昭儿考上了秀才举人，当了官老爷，你赵家也休想占我们程家任何便宜。昭儿，收拾东西，我们回家。我不回家，我说过了会留下，就一定留下来，等过完年再回去。阿奶，我一定会考取功名，光宗耀祖。你和六叔公带着大家都回去吧，过年之前我会回去，阿奶不用再来找我。每次阿奶过来，都把二姑家闹得鸡飞狗跳，她很是自责。大旺娘帮我跟大家伙说一声，还收最后一次灯笼子，今年就不收了。好，我等会就知会大家。我多嘴问一句，大嫂不做冰粉的营生了，那之后有啥子打算？等秋收结束，正式入秋后，我到时候看看秋天能做啥吃食，做出来拿去镇上试试看吧。大嫂，我说句厚脸皮子的话，若是大嫂有啥子用得上我的地方，只管开口，我也想跟着大嫂学点生意经。这得看大旺娘自己有啥子擅长的东西，吃食也好，绣花也好，哪怕是编草席，只要做得比别人好一点，就能靠这个赚钱。
绣花我不太行，但是夏花还可以。明儿我让他送绣好的帕子过来给大嫂看看。好，改日你拿过来就行。文氏是个什么样的人？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相处，程弯弯也略有了解。文氏话少，是个做实事的老实人，这样的人他也不介意帮一把。恭喜系统升级，商城储物功能已开放，1000两银子即可获取储物柜功能。竟然要1000两银子！我搞冰粉产业累死累活这么久，也才只赚到了30多两银子。他正发愁时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了小黑呜咽的声音。小黑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院子外头有4头野狼。小黑，要不然让你娘留下吧，家里这么多钱，大半夜有人翻进来，虽然墙上有电线，虽然3牛有长刀，但还是怕。若是院子里放一条狼，我一觉能睡到天亮了。大山娘，我是特意来给你赔个不是的，虽说已经赔了铜板，但我还是觉得不够，良心实在是过不去。这不，我把侄女带过来，让她给你家干活，她手脚勤快，随便咋使唤都行。婶子，我会做饭，会洗衣服，也会下地拔草除虫。婶子有啥要我做的，说一声就行。我家里事情都有人做，就不麻烦你们了。昨大树娘来说亲，今天张婆娘又把自己侄女送过来，不会是看上了二狗这小子吧？我得到了县令大人的奖赏，家里多了100两银子，还买了40亩地，家里儿子被人惦记上了也正常。不过等程昭从屋子里出来时，程弯弯就知道自己想错了。程表哥，这些事哪能让你来做，我来帮你，我来吧。尚未出阁的大姑娘给外男洗衣裳，这就是你们李家的家教吗？大山娘，你这话咋说的？秀红是个热心肠，看到程同生还要自己洗衣服，自然是想帮一把。再说了，程同生也没有拒绝，2个孩子你情我愿，大山娘就别挡在中间，拦着他们2个相处了。我不是没有拒绝，是没来得及拒绝。他拿起自己的衣服，走到了院子的另外一边。张婆娘还想拉着程弯弯说点什么，突然就看到后院里跑出来的3只狼，转身拔腿就跑。姑姑，发生啥事了？你刚刚应该再主动一点，下回趁大山娘不在的时候，我再带你过去一趟。一来二去的，你们2个熟悉后，再来说亲事就容易了。张婶子，这是去哪呢？哟，傻跟媳妇模样真俊。婶子正要去找你呢，没想到在路上就碰到了。婶子跟你商量个事儿，就你身上这件衣服，能借给我2天吗？你放心，穿完后洗得干干净净再还给你。她嫁进来第1天就听她婆婆说了村里不能招惹的几大妇人，张婆娘就在其中。她本来是想躲着走的，可这条路就这么宽，躲也躲不到哪里去，她只能硬着头皮打了声招呼。你不说话就当你应下了。过2天你换下来洗干净晒干之后，我过去拿，就这么说定了啊。过几天你就穿这身衣服去找程家那小子，保准程家小子看到你都移不开眼睛，这事儿就成了。我都听姑姑的安排。傻跟媳妇，在这路边站着干啥子呢？大叔好，这不是傻根让我带一句话给二狗吗？那二哥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傻根咋不自己来跟我说？二狗哥，你咋跟我生分了？他发现自己竟然无法正视孙水琴了，只要孙水琴说话，他脑子里就浮现出娘的样子。我去找傻根说吧。二狗哥，你不是说拿我当妹妹吗？我也一直拿你当哥哥，我有个事情想求你。你不会又想找我借粮食吧？傻根这不是也想读书吗？但是我们家穷，拿不出束绣费。二狗哥，你能不能借点银子给我？你娘昨天得了县令大人100两银子的奖赏，我也不借多的，1两银子就够了。读书束修费10几个铜板就够了，要是10几个铜板都拿不出来，就别读了。赵二狗头也不回的走掉了。他回到家，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了程弯弯。你这样做很好，不过以后还是尽量不要单独跟大姑娘新媳妇说话，被人看到了难免会传出来闲话。是3牛跑得太快了，我哪知道他是要借银子，下回我挡着他。二哥你先跑。程弯弯不由失笑，村里肯定不是只有孙水琴惦记他手上的银子，他得尽快花出去。这年头青砖可不便宜，1块砖3文，放在往年都能买1斤粟米了。我家如果盖房子，应该至少6间房，算下来要多少青砖？1块砖头这么小一点，一个屋子方方正正4面墙，一面墙要砌2层，就这么粗略算一下吧，一面墙就得1000多块青砖。你家盖6间房，那前前后后那么多墙，加起来得有2、3万块青砖，也不知道够不够。反正这么多就得花掉快100两银子，这屋子还得上梁盖瓦，这玩意儿更贵。我看你这房子搞下来得130、40两银子才行。那就还是盖土坯房子吧。不过屋子里的地面我想铺石砖，李正书到时候帮我问问哪里有这种石砖卖。行，秋收后我就给你去问问。程昭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草民见过县令大人，以后不必再行此大礼。我今日来是给你送担保书。他从袖子里取出1张纸递过去。一般来说，明年才会有这东西，沈县令却提前弄出来了1份，到明年只需要再找人签个字即可。县令大人的恩德程昭铭记于心。
这本来就是你应得的东西。明年院试，我们平安镇能不能出秀才，就全靠你了。爹，你说这话置我于何地？我学问做的也还可以，未必考不上秀才。沈县令冷笑一声，懒得多说什么。二狗娘赵成氏呢？二狗，这是二狗的家。正说着，程弯弯就走进了院子。赵成氏，我今日来是想拜托你一件事。湖州有1/3的地界颗粒无收，接下来可能会面临流民乱窜、土匪盛行的局面，我怕是要忙一阵子了。我想让犬子在大河村住一段时间。什么？爹，你说什么？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余地。赵成氏教子有方，让沈某佩服，而犬子顽劣不堪，不如二狗一根手指头。爹，我比那个赵二狗强多了。我闭嘴！沈某知道这个要求过于唐突，但沈某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犬子顽劣，赵成氏只管教育，不用顾忌他县令之子的身份，该骂就骂，该打就打。他若是敢反抗，赵成氏尽管来找我。县令大人也看到了，正值秋收，地里忙碌，民妇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，哪有时间照顾沈公子？还请县令大人想想其他法子。程昭能做农事，犬子定然也能。秋收忙碌，正是需要人手之际，犬子以及犬子书童就都留在此处，协助你们家将稻子收获入仓。程昭这么听话的孩子，努力踏实干活，都干不了多少，我能指望上他吗？他准备开口，沈县令猝不及防将一个钱袋子扔到了他怀中。赵成氏，犬子就拜托你了，这是他在大河村的食宿费，县衙还有事要处理，沈某先告辞了。爹，这么大的事你为何不跟我商量？跟你商量，你会答应来大河村吗？你就在这里住10天半个月，程昭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要是敢仗着县令之子的身份在村里作威作福，那我会命人送你回沈家老宅，去给你娘守孝。爹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儿子？哼，我要去找祖母。你祖母被我送去寺庙礼佛了，你找不到他老人家，本来让你待个10天半月算了，你非要跟我掰扯，那就待满1个月再说吧。爹，我以后一定好好读书，你别这么绝情，我从小身体不好，在这破地方待着会生病的。沈县令走到沈正年前，直接上手把沈正身上的钱袋子扯下来，脖子上的金玉锁，还有腰间的玉佩香囊，大拇指上的翠玉扳指，所有东西都没收了。在沈正不可置信的眸光下，沈县令坐上马车，策马而去。爹，少爷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大人一旦铁了心，9头牛都拉不回来，咱好好表现，争取10天半个月就能回镇上。沈少爷要是想回镇上，我这就去找牛车过来，1个时辰内保准将沈少爷送到家。见他不说话，程弯弯开口，那这意思就是你要留在大河村，既然留下，那就得听我的规矩。我堂堂沈少爷怎会听你一个妇人的规矩？你听着，我在你家里住10天半个月，你必须。程弯弯笑了，正好赵三牛挑着稻子回来。三牛，把他按住。这是干什么？放开我们家少爷！县令大人说过了，该骂就骂，该打就打。沈少爷这般气盛，不如先打一顿，打老实了我们再来谈。三牛，动手！住手！你说你的规矩，真的是疯了！一群刁民竟然敢揍我！等我回城了，我要带一群人过来将这里给掀翻。我家的规矩很简单，第一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；第二，干活的人才有资格吃饭。在我这里，你们2个都是一样的身份，也跟我儿子没太大区别。想逞县令之子威风也行，那我会立即安排人把你送回去。哼，我可是县令之子，在我爹的辖区内，我难道还借不到银子吗？借1两，日后还双倍，定然多的是人来送银两过来。行，我都答应。这会是下午了，就不给你们安排太多活，给稻子脱粒，1人5斤。我听人说县令大人来了一趟，把儿子丢下就走了。大山娘，沈少爷呢？在院子里打稻子。大山娘，你咋能让沈少爷干活？县令大人给我们大河村降税，那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。沈少爷是县令大人唯一的儿子，得好好伺候着。李正书，县令大人特意把儿子送来改造的。县令大人说了，谁要是敢帮沈少爷，敢给他钱，敢给他吃喝，敢纵容他耍威风，那谁就是县令大人的敌人。这话李正书私下给全村人都说一说，大家老老实实干活就是了，千万不要把他当少爷捧着，喊一声沈少爷算是给面子了。李正一转头就去地里了，沿着田埂走一遭，现在正是秋收的村里人也没闲工夫去围着这位少爷，啥都比不上粮食重要。少爷，您坐到边上去休息一会儿吧，这些活交给小的来做。阿福还是挺乐观的，但是当他用连夹打了几下稻子后，顿时就觉得太热了，太累了，手好疼，肩膀也疼，哪里都疼。阿福累得怀疑人生，但是他不敢停下，继续干活。喂，你不是姓陈吗？怎在赵家干活？这是我二姑家，明年就要院试了，你不去南府书院用功读书，怎留在这破地方？沈少爷不也在此吗？沈少爷何不想想县令大人为何将你送来此处？还不是你程昭害的。程昭在南府书院考试时回甲等，
山长赞誉有加，我爹肯定是想让我跟着程昭学习写文章做学问。喂，赵二狗，你给我过来！赵二狗忙得晕头转向，刚刚隐约听到他娘说家里来了客人，他还没当回事，这一抬头就见县令之子站在自己面前，他一张大汗淋漓的脸顿时垮了下来。怎么，看到我来，你很不高兴？你手上是什么东西？拿过来给我看看。这是割稻子用到的农具，沈少爷要不要下来试一试？沈正是个爱玩的性子，做什么都是一刻钟热度。他扔了手里的树叶，跳下田埂朝赵二狗走去。刚走到面前，他还没摸到镰刀，突然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整个人朝前扑去，地上全都是稻茬。要不是赵二狗正好挡在前面，他这张脸肯定会被硬硬的稻茬给戳烂。哎呀，沈少爷，你没事吧？好你个赵二狗，你竟敢对我使绊子，我看你是找死！这田里到处都是稻茬，沈少爷应该是被稻茬给绊倒了。田里地面不平，不适合沈少爷多留，沈少爷还是回去吧。沈少爷，这里不是玩闹的地方，你要么回院子去给稻子脱粒，要么就跟着四代一起去捡稻穗，捡个5斤算你完成任务。沈正才捡了几根，就觉得不停弯腰起身这个动作实在是太累人了，他的腰都快断了。他看了一眼走在前面的赵四代，计上心来，快步过去，一抓一大把，全都塞进了自己的背篓里。沈少爷，你这是干啥？一只其膝盖高的家伙突然从田里钻出来。有狼，有狼！小点，别咬人，这是沈少爷，是我们家的客人，不可以这样做。赵四蛋走过去，将沈正背篓里的稻穗拿回来，开口道：我娘说过了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我表哥也说过了，求助人不如求知己。沈少爷，赶紧干活吧。哼，我偏就不干活，看这个赵成氏能把我怎么样。一共是6斤2两，算是完成了一个人的任务。你们2个谁上桌吃饭？少爷，您赶紧过去吃吧。我不吃，吃这种东西还想让我干那么多活，疯了吧？别管他，都坐下吃吧。吃完了还得去学习。沈少爷，本少爷饿了，拿吃的过来。李正犹豫了，大山娘特意交代过，不许给沈少爷任何吃食，他要是接济沈少爷，就是和县令大人作对。他犹豫之时，李正老伴已经从屋子里出来了。李正老伴手里端着一碗食物，主食素米，加了黑豆和野菜，煮成了一碗青绿色还带黄的糊糊。沈少爷，赶紧吃吧。赵李正，你身为一村之长，竟然吃这种东西？好在稻子刚收上来，家里有了新米。沈少爷等一会子，我去冲米，等会就能吃上干白米饭了。谁要吃白米饭？少爷，我怀里还有一张玉米饼，您先吃了垫垫肚子吧。谁要吃这种东西？反正我不吃。少爷，这是去哪里？回镇上。少爷，万万不可啊！大人要是知道了，会把少爷关黑屋子的。去镇上吃饱了肚子再回来。大山二狗三牛，我们出去找人。他肯定是回镇上去了。县令大人的儿子哪里吃得了这样的苦，能待上半天就算不错了。就算是这样，也得确定一下他们的行踪。娘，你就在家里休息，我们几个出去找一找。话刚说完，院子门口就有人举着火把走进来，是今天负责巡逻的人，身后跟着沈正和阿福主仆2人。赵大婶，他说自己是县令的儿子，我们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就先把人给送回来了。要是赵大婶不认识这2人，我们就绑起来送李正叔家里去。沈正和阿福2人回镇上，结果走到了山里，在山里晕头转向走了2个多时辰，从天还有光亮，转到了深更半夜。先吃饱了再说话。二狗，拿一套你的衣裳出来，给沈少爷换上。三牛的也拿一套给阿福。你们到这里来做甚？郑望风、林辉，你们2个还真是把仗势欺人这个词演到了极致。程昭被你们赶出南府书院还不够，这会过来是赶尽杀绝吗？沈兄，你这身衣衫不错，很衬你的气质。住口！别忘了我们今日是来做什么的，别惹是生非。难怪沈县令亲自替程昭出头，原来他巴结上了沈正，表面上一副清高不与我们为伍的模样，实则是瞧不上我们吧。程兄，我今日来是特地向你赔礼道歉，南府书院之事是一个误会，我已经向先生和山长澄清了此事，你随时可以回到南府书院继续读书。我身后这些人那日曾公开羞辱过你，他们也是跟我一起来道歉的。程兄，这件事是我们错了，还请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计较。身后的人陆陆续续上前道歉，郑望风还奉上了赔礼，是一副文房四宝，林辉则送上了一把纸扇。这件事程昭也未曾放在心上。郑兄、林兄，将这些东西收回去吧，我还要做事情，就不陪各位闲聊了。你这是不识好歹。怎的？你道歉人家已经原谅了，你还非逼着人家收下赔礼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只能说你们这些赔礼没有送到程兄的心坎上去，不如这样吧，你们帮程昭干活，干得好，程昭自然就原谅你们了。沈正，你真是敢开口，我堂堂林公子怎么可能干农活？那我就只能将今日之事跟我爹好好叨叨了。
我爹这几日每天都要去湖州面见知府大人，要是一不小心把郑县令儿子仗势欺人的事透到了知府大人耳朵里，那郑兄，你别变脸呀，我就是开个玩笑话而已，呵呵呵。沈兄，你想让我们做什么？沈正脸上的笑容放大，正想着怎么把活干完，这些免费劳动力就送上门来了，真是不用白不用。昭儿，这些都是你的同窗吧？怎能让同窗在这里干农活，让大家手上的活都停一停，坐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？3辆马车应该能打出差不多4、5斤稻子，我这些同窗加上阿福，打出来了20多斤稻子。我和阿福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吧？明天的任务也完成了。喂，你说话啊！虽然我没亲自动手，但任务确实是完成了。你该不会说话不算话吧？我不叫魏，你可以跟你爹一样，叫我一声赵成事，也可以跟阿福一样，叫我赵大婶。喊你赵大婶行了吧？你善于借用外力达成目的，你很聪明，就像军师远不如前线的战士那般骁勇善战，但军师却能指挥千军万马。你能想到借用同窗之力，很不错，但他们是书生，4、5个人加起来才抵得上村里一个壮年劳力。借用人力不如借用牲口，就比如牛马，只不过马车轮子太窄，来回走了接近1个时辰，打出来的稻子也不过才4、5斤，效率太低，得不偿失。如果有一块类似于车轮的石头呢，让马拖着石头在稻子上滚动，事半功倍。山上石头很好找，就是要做成车轮的样子，怕是有点难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我去找石匠做，1个晚上就能做好。赵大婶，我要是办成了这件事，下次我爹来的时候，你得像今天这样夸我，行不行？当然行，你先去招待你的同窗，我进去煮点茶水。堂堂县令之子，竟然跟一个农妇聊如此之久。是农工商，农是第2位，农妇可比你这个商人之子高贵多了。林辉啊林辉，本来你干了这么久的活，我都准备原谅你了，你偏要来讽刺我，我这口气还是下不去，你说怎么办？我们是来跟程昭道歉的，你这口气下不去，与我何干？我和程昭是好兄弟，晚上睡一起的好兄弟，我不原谅你，他肯定也不会原谅你。这样吧，你等会回镇上了，找你们白云镇技术最好的石匠，帮忙做一个石头一样的车轮子。昭儿，外面都是你的同窗，你躲在这里干什么？他们诬陷你，害你被南府书院开除，换成是我也不愿意跟他们多说一句话。但7、8个人里有凤凰镇县令之子，还有富商之子，都是10里8乡有钱有势的大人物，和他们交好没有任何坏处。二姑的意思是让我放低姿态攀附权贵？当然不是。若你有一日走上官场，刚进入官场的你大概就是个七品这样，身边的人都是你的上级，你要是不喜欢谁，就像今日这样躲着不见，你觉得你在官场会有出头之日吗？做人要真实，但也不能太真实，学会隐藏本心，学会和一些不喜欢的人貌合神离，这也是一门大学问。二姑，我好像懂了，我跟你一起去煮茶水吧。感谢郑兄、沈兄以及各位同窗帮忙打道，程昭感激不尽。秋收之时过于忙碌，招待不周，略备1碗凉茶，还请谅解。林辉根本就看不上这碗凉茶，他没忘记今天过来的目的，冷声开口道：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南府书院？我之前就说过，暂时不回书院。你林兄莫误会，那件事在我这里早就接过去了。当初就算南府书院没有开除我大概也没法再去读书。程昭家中清贫，这段时间我会留在村中教书，希望能尽快凑够盘缠，以期明年能和诸位一同前往湖州赶考。大家都别站着了，赶紧喝茶。昭儿性子比较内敛，又不太会说话，无形之中可能得罪了各位，大家可千万别跟他这个死心眼计较。赵夫人客气了，我们都是同窗。我可不是什么夫人，我充其量就是个长辈，你们跟着沈正叫我一声大婶吧。大婶实在是忙，家里也没什么吃食，不然今日定要留各位在家里吃个饭。这凉茶味道真不错，就是在山上随便扯了点草药，放开水里一起煮，家里孩子都爱喝。南府书院门口卖冰粉的就是大婶吧？对，就是我。大家觉得冰粉的味道怎么样？盛夏之日喝1碗冰粉很是解暑，不过这几日怎么停卖了？这不是家里忙吗？等这会子忙完了，我再研究一点新的吃食，到时候大家得给我捧场啊。大婶放心，我第一个捧场。冰粉做的这么好吃，其他的吃食肯定也好吃，我们就等着大婶来书院卖新的吃食了。程弯弯和几个书生愉快地聊起来，边上的程昭有些不敢相信，他二姑竟然能跟这些二世祖们打成一片。他在这些人手上吃了不少亏，他是宁愿躲着走，都不愿意上去搭话。他总觉得这些人不可理喻。你今天超额完成任务，奖励你1个鸡蛋。真的是给我的？等你做好了石滚，再奖励你1个大鸡腿。你们的活干完了，就好好休息吧，我先去地里忙活了。沈正拿着鸡蛋傻乎乎地笑起来，这是第一次有人夸他聪明，还奖励了他1个鸡蛋。程表哥，这粗活不适合读书人干，我来帮你吧。李大姑娘，这不合适，正是秋收的时候，张家也忙，你要是有功夫，回去帮你姑姑多干活。我的活都干完了，所以过来看看，我特意给程表哥做了一点吃食，
用刚收上来的新米煮的粥，程表哥，你尝一尝吧。我不是你表哥，请注意措辞。那我该叫你啥？就叫你程大哥好不好？李大姑娘，让一让，我要扫道子了，再让让。李秀红直接被轰出去了，她一张脸更红，是气的，也是羞的。不解风情的书呆子。她正准备走，一抬眼看到了院子里的另一个人。听姑姑说，赵大山家里来了贵客，是县令大人的儿子。这躺在院子里抖腿的人，应该就是县令的儿子沈少爷吧？他看过去的时候，沈正也看过来，两人的视线在空中交接。沈正勾了勾手指：“李大姑娘，你又进来干什么？”沈少爷让我进来的，这是新米煮的粥，很粘稠，很香。沈少爷尝一尝吧。沈正装模作样的吃了一口，然后一口吐掉了。真难吃。我们这种读书人，要是成亲，那定然也要找个知书达理的女子，能写字，能添墨。你的手如此粗糙，想来都不懂添墨是什么。红袖不能添墨也没什么，会做吃食也不错，但你这手艺实在是让人难以下咽。你空有美色，毫无内涵，也无厨艺，你凭什么觉得程昭会看上你？还有，你身上的衣服似乎是大了，不会是从谁家偷来的吧？如此品行不端之人，也配在程昭面前晃悠？李秀红的大眼睛顿时红了，她捂着脸，转身就跑。程兄，以后碰到女的纠缠上来，就该说最难听的话把她们轰走，不然她还真以为自己有机会呢。时不时送个吃食，时不时投怀送抱，多次不成就会想到下药。哎，程兄，你知道下药是什么意思吗？我听林辉说的，他爹后院的小妾互相这样，他3、4个弟弟妹妹都被弄掉了。哎呀妈呀，幸好我爹没有小妾，不然我都活不到这么大。你要是闲得慌，就帮我筛稻子。我帮你解决了大麻烦，你还冷着一张脸，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白云镇富商是林辉的姐夫，林家也是商人，小有名望。林辉亲自吩咐，底下的人迅速办好了此事。第二日，一个非常合规的石滚出现在了程弯弯家的院子里。这石滚子做得真好，我也去山上找块石头，让人帮忙做成这个样子。石头不难找，就是难找石匠。就算找到了石匠，我们也难拿出工钱。你莫不是忘了，这会儿粮价高涨，1斤粮食能卖20、30文呢。我们用粮食当工钱，石匠不可能不要，4、5家凑一凑，一家出个2、3斤应该就够了。不说了，我得赶紧去山上找原石头。沈少爷一来就给我们解决了大麻烦，真不愧是县令大人的儿子，脑瓜子真灵活。我们这些庄稼老把式都没想过还能这样。你们这些老家伙连马车都没见过几次，哪能想到把石头做成车轮子的样子？想不上去也正常。我这功劳不小吧？赵大婶，你可记得一定要在我爹面前给我多说几句好话，这样我就能早点回家去了。等秋收忙完了，我亲自送你回去，放心，一定会好好夸你。我明儿去镇上卖点粮食，老大媳妇，你要一起去吗？卖多少出去？交了税也没剩下多少，卖个1、200斤，手上留点余钱应急。剩余的就换成便宜的陈米和粟米，撑到春收问题不大。这是夏花那丫头用碎布缝成的围兜，说是给大山媳妇肚子里的丸准备的。你看看这绣工咋样？明天不是去镇上吗？正好拿去绣房问一问，要是值几个铜板，以后夏花可以专门做这个营生。得到程弯弯的肯定，老太太这才放下了心。也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，她老人家开始特别注重这个大儿媳的意见。大儿媳要是说没问题，那肯定没多大问题。秋收结束了，现在我来给大家发工钱。上回卖冰粉，家里人人都出了力，一直忙，所以没来得及算账。冰粉生意一共做了月余，按照1天20文计算，每个人能拿到700文。秋收一共是13天，秋收类人就按照1天30文来计算，那每个人就是390文，再扣除1日3餐，1天按10文计算，最终的结果是赵大山610文。娘，这么多钱，我拿着干啥？娘收着吧，我怕给弄丢了。你都多大的人了，还能把钱给弄丢？别让人笑话。惠娘一心一意跟着你，你就没想过给惠娘买2身好看的衣裳，买点好看的首饰啥的吗？留着买粮食，留着应急看病，哪能买衣服首饰？大山媳妇610文。娘，我咋也有？咋的？你是在质疑我这个当婆婆的？行了，给你就拿着，以后给孩子买点什么小玩意儿也不用伸手找我要，快收起来。赵二狗560文，中间你有几天去了镇上，那几天就给扣掉了。谢谢娘。赵三牛610文，赵四蛋610文，程昭390文。冰粉生意你没有参与，没有这部分工钱，而你给孩子们上课本来就是包餐的，所以没有扣除餐费。昭儿，别跟二姑推辞，收起来放好。程昭郑重地将沉甸甸的铜板接过来，二姑给予他的实在是太多了，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。沈少爷住在我们家，县令大人本来就给了餐费，这部分就不用扣除。再则，沈少爷的石滚极大地提高了秋收的效率，为全家减轻了负担，额外奖励100文，一共是490文。沈正挺直背脊，双手将铜板接过来。
妥善的放进了胸口衣服里。阿福，390文。大婶，我也有。你在家里天天干活也很辛苦，当然也有工钱，钱不多，就是大婶一个心意。不能要。我是少爷的书童，大人每个月都给了工钱，我哪能拿2道工钱？大婶，这使不得。让你拿着就拿着，你推辞个没完，显得我多不懂事似的。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，我们家的日子越过越好。等这几天忙完之后，咱们正式开始盖房子，以后1人1间单独的房子，单独的床，还可以放一张桌子，专门用来读书写字。好了，去吃饭。老大媳妇，你不会就只带100斤去镇上吧？我们家不是住着一位少爷吗？他从小到大吃惯了大白米，哪能委屈他跟着我们一起吃粟米黑面？再一个，年成这么差，谁知道会不会出啥子事？粮食放在手上比银子安心。赵老太太立马就顿住了。他看向自己扛上牛车的500斤大米，突然感觉自己好像做错了。这100斤米我先扛回去，马上就来。二姑，我也想去一趟镇上，我作弊之事已经过去了，我想找点抄书的活计。我也要去镇上，我是想回家拿换洗的衣服，绝不会逃走。阿福还在你们家呢，我肯定不会丢下阿福不管。咋这么臭？好像是臭鸡蛋的味道，这也太臭了。应该是院子里鸡屎鸭屎的味道。鸡屎鸭屎不是这个气味。沈少爷，是你身上臭，咋这么臭？就在这时，老太太的手伸进了沈正的衣服里。老大媳妇，你也太抠门了。沈少爷可是县令大人唯一的儿子，金尊玉贵的公子哥儿，你咋能给沈少爷吃臭鸡蛋？这鸡蛋放了至少有7、8天，臭的不能再臭了，吃了会死人的。这不是收稻子第3天，因为屎滚的事，我奖励给这孩子的吗？这么多天过去，这个蛋竟然还留着。沈正这样的贵公子哥，竟然会把鸡蛋留着，舍不得吃。我还以为是生鸡蛋，可以多放几天，打算留着带回去给我爹吃。程弯弯隐隐约约明白了什么，不过这孩子死要面子，他还是不戳穿这层窗户纸了。这位老太太，这位嫂子，需要什么尽管开口。你帮忙看看这个围兜上的绣花咋样，拿得出手不？若是前年，这个围兜2文我能收下，但今年不行，村里人不会特意来买围兜，镇上的人有余钱都去买粮食了，这东西很难卖出去。掌柜的意思是，这绣品手艺还不错，正常年成是能卖出价钱的，对吧？这女工其实还行，主要是布料太差了，还是碎布缝合成的，若是换成绸缎细布料子，价格会更高。既然来了，那就买几匹布吧，马上到秋天，孩子们长高了，去年的秋衫穿不了，全部都得重新做。娘，你喜欢啥颜色？爹呢？黑色行不行？不是给大山那几个小子买吗？之前县令大人不是奖赏了我100两银子吗？我老早就想给爹娘买点啥东西了，但是秋收太忙，抽不出时间，正好一起来镇上，就一道买了吧。我觉得这个灰色的很适合娘，黑色的就给爹吧。1人16尺布，各做1身里衣，1身外衫。娘，这匹布给沈少爷行不？月白色的多好看，衬气色。就是这匹布有点贵，18文1尺，做1身得100多文，太贵了。算了，换成这个12文1尺的吧，也挺好看。这匹布的钱我出1半。县令大人是个好官，日子过得也挺不容易的，鸡蛋都吃不上，都是可怜人。程弯弯有些失笑，没有拒绝。好不容易来趟镇上，我去肉铺割1斤猪肉回去给孩子们解解馋，你也一道去吧。娘，你去帮我也带2斤肉，我去杂货铺买点粗盐啥的，再到处闲逛看看，以后可以做啥小生意，半个时辰后在城门口汇合。花钱的时候别露白，小心被人盯上。系统，我要一套古装华丽点的衣服和首饰。好的，立马安排。不错不错。不知是哪家的夫人，有什么需要小的帮忙的？我是哪家的你就别管了，让你们掌柜的出来，我们东家有一件好东西要出手。穿这么华丽，怕莫不是王员外家的？不过王员外家中富的流油，怎会来典当行当东西？我们东家是南方人，家道中落后，决定来湖中谋生，没曾想半路遇到了劫匪，大半身家全都被劫匪抢走了。穿得这么华丽，不被土匪盯上才有鬼了，只抢走大半身家，还留下了性命，这已经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了。这是我们东家祖上传下来的传家宝，若不是万不得已了，绝不会拿出来典当。这是夜明珠，掌柜的估个价吧。我们东家的老祖宗是上的朝代，不对，再上一个朝代就是晋朝，晋朝的开国元勋。这夜明珠就是晋国的开国皇帝赏赐给我们东家老祖宗的，流传了500、600年，落到了我东家手上，若不是实在没有法子了，也不会想到变卖祖产。夜明珠在平安镇很难见到，不过听我们少东家说，京城能常常见。京城那边的活当一般是200两银子，平安镇就比照这个价格来，如何？500两银子算是我能给出的最高价了。看来掌柜并不是诚心想要，看来我就只能去河口县碰碰运气了。坐地起价，就地还钱，夫人要是不满，咱们再商量商量，
800两银子如何？程弯弯伸出2根手指头。行吧，那就2000，我去取收据。是否使用1000两银子获得商城储物柜功能？是的。程弯弯将刚刚买下来的一堆乔装打扮的衣服放进去，果然储物柜里多了衣服和首饰。他将身上的银票也放了进去。这储物柜还是太小了一些，要是能再大一点就好了。消耗5000两银子即可将商城储物柜扩大至2倍。5000两银子，我得再卖2个夜明珠。但是频繁出手这些昂贵稀有的东西，肯定会被人盯上。等过1-2个月之后，再去河口镇试试水吧。目前1立方米的空间也够用了。大胆！衙门重地，岂能擅闯？你们才是大胆，竟敢拦着本少爷回家，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本少爷是谁？2人不可置信的抬头盯着他看，县令大人金尊玉贵的少爷，竟然落魄成了这样。少爷恕罪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这就去禀报大人。爹，你不会跟门口那2个狗东西一样，连自己亲儿子也不认识了吧？你怎么说话的？他们是当差的衙役，不是我沈家的奴仆，注意你的措辞。我都快半个月没回家，回来后第一句话就是呵斥我，都不问我在大河村过得好不好，不问有没有人欺负我，不问我为什么突然回来了，这还是我亲爹吗？沈正的腰包里放着400多文，他长这么大第一次赚了铜板，想回来让老爹帮忙保管。他还带了1个鸡蛋，虽然鸡蛋被扔掉了，但这件事他肯定是要显摆一番的。可老爹一开口就发脾气，他什么心思都没了。站住！刚回来又去哪里？阿福呢？怎没跟你一道回来？你不是让我在大河村待着吗？我这就回去，不在这里碍你的眼了。又在发哪门子脾气？你这10多天在大河村如何？可有帮助赵家秋收？学业可有精进？天天秋收累死个人，哪有时间看书？爹，我这次回来就想求你一件事。你说吧。在大河村修一个学堂吧，那里的孩子都想读书认字，但是连学堂都没有，是在一个祠堂门口，露天读书，一旦下雨就没法读书了。现在大概是40-50个学生，还有其他很多人也打算送孩子来读书，估摸着能到100多人，学堂要建大一点。听他说这个，沈县令满心甚慰。这小子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只不过注定要让正儿失望了。平安镇下36个村，我作为这里的父母官，不可能厚此薄彼。在一个村修了学堂，那么每个村都必须修建学堂。你知道这是一笔多大的开销吗？你能有这份心，说明你开始长大了。但无论做什么事，都要从实际出发，各方各面都要考虑清楚。就像写文章，确定主题之后，必须。行了爹，我知道。不能修学堂也行，那你给我点银子，我想买一些笔墨纸砚送给大河村的孩子们，这总可以吧？爹，你不会又拒绝我第2个要求吧？1套最便宜的笔墨纸砚2两银子，50套也就100两银子，快给我！沈县令有点肉疼，他虽是官员，但俸禄真的不高，不贪不腐，两袖清风。这小子一张口就要走了沈家半年的收益。罢了罢了，这孩子也难得提一次正经的要求，我这个当爹的，除了答应还能怎样？阿奶买了肉，今天有肉吃了，还有点心，好多点心，阿奶变大方了。阿奶，冬花偷吃，都起开！买了还不是给你们吃的？瞧瞧一个个馋成了啥样，就好像赵家苛待你们了一样。老二媳妇，你过来，这2斤猪肉拿去收拾一下，切半斤出来炖了，剩下1斤半抹点盐挂在封口。这半年家里就没痛快吃过一回肉，好不容易等到了秋收，怎么着也该让孩子们肚子里有点油水。这2斤肉都炖了，敞开肚皮吃个饱。不知哪里学来的这么败家的吃法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一点肉都给霍霍了。还有1根猪骨头，拿1根萝卜炖了喝汤，每人都能喝上1碗。春花，你去灶房帮你二伯娘。娘，咋只有2匹布？家里这么多人呢？这是你大嫂非要送给我和你爹的。想要穿新衣裳，自己去镇上买。你们2房3房手上都攒了钱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行了，都散了，都去忙吧。这是点心，你们几个1人1包。这是布料，1人做2身衣裳，料子不一样的2匹布是昭儿和沈少爷的。买了4斤猪肉，还有些猪内脏。大山，你去把猪杂碎洗干净，先别急着动，等会我来看看咋做好吃一些。哦对，还买了豆腐豆芽，今天晚上可以吃点新鲜的了。我也买了好东西回来，文房4宝。沈兄，你买这么多做甚？你不是要给学堂那些人奖励吗？才2套，2个人得了奖励，其他人怎么办？眼巴巴看着吗？南府书院多少人不愿意上学，却用着最好的宣纸和狼毫笔。大河村的孩子们既然想读书，没道理不给他们配备齐整。沈少爷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以前在家里的时候，鸡蛋是很寻常的东西吧？但是一旦鸡蛋变成了奖品，它的意义是不是就不一样了？沈正摸着下巴，
好像是这么回事。以前蒸鸡蛋煮鸡蛋他都瞧不上，可是来了大河村，竟然把一个臭鸡蛋揣在怀中这么多天。通过自己努力得来的东西，才会格外珍惜。这些孩子并不是为了科考才读书，送给他们笔墨纸砚不合适。如果有愿意在读书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的，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得到这些，而不是其他人馈赠。我建议把这50套文房四宝当作奖品放起来，每隔一段时间安排考试，成绩优异者可领取1套笔墨纸砚。那我岂不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能拿到1套新的文房四宝？你把你二哥放在哪里了？同一个人不可重复领奖。早知道就不说出口了，到手的笔墨纸砚飞了。我觉得可行，就这么定了吧。晚点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所有人。大婶，这个太好吃了，是不是加了猪鱼，带了一点点辣味，再保留了食材原本味道的痛时，还增加了辣味和香味，简直欲罢不能。这叫卤味。南府书院的食堂也有卤肉，但完全不及这个美味。娘，这比红烧肉还好吃，就是有一点点辣，吃几口就想喝水。辣没事，好吃就行了。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娘，我跟你商量一件事。程弯弯点点头。娘不是给我发了工钱吗？我想用工钱将灶房里剩下的卤味买下来，能买多少是多少。二哥，你想吃就吃呗，我不会跟你抢的，买下来干啥子？你就知道吃。表哥不是说了吗？南府书院有卤肉，那镇上的酒楼里应该也会有卤肉。我敢肯定，娘和大嫂做出来的卤味应该比他们做的味道更好，不然沈少爷和阿福不会连吃2大碗饭。别乱说，我只吃了1碗半。所以你是想从我这里进货，拿到镇上去卖？娘觉得这门生意能行吗？当然能行，镇子上猪肉价格被压下来了一些，25文一斤，这些猪杂碎便宜一些，不拘是啥都15文。我做这些费了不少调味料，就给你开35文一斤，这个价格你能接受吗？那我手上所有钱加起来能买16斤，灶房里还有这么多吗？一共只有7、8斤，吃了4、5斤，还剩3斤多。3斤多我都要了，明天带镇上去试试看。猪杂碎这些东西价格是便宜，但一下子要买这么多也有点难，不然这样吧，大婶，我来给你供货。你刚刚说市面上的猪杂碎是15文一斤，那我给你14文的价，你也能省一点成本。你一个公子哥还知道做生意？这话说的，本少爷啥事都会，就看想不想做而已。程昭，你还记得南府书院有个叫朱阳的吗？他爹就是杀猪匠。阿福，你明儿去河口镇走一趟，跟朱阳把这件事定下来，就说本少爷要用10文一斤的价格买下他家里每天所有的猪杂碎。二狗，你打算多少一斤卖出去？沈少爷每斤能赚4文，娘每斤能赚21文，我觉得我不能赚的比娘还要少，那就卖60文一斤。二狗，你这是瞎喊价，20多文一斤的肉，咱村里都没几个人买得起，你卖60文，那些人是疯了才会买。大哥，你不懂，卤肉又不是卖给村里人，管他们买不买得起。就比如说1个多月前的冰粉，2文一碗，村里人不是也买不起吗？咱大河村就不是能赚钱的地方，要赚钱就得去有钱人爱去的地方，比如说酒楼酒肆，过往行商还拿不出这点钱吗？还有一个好地方，怡红楼，去这里的可都是有钱人。怡红楼是啥？怡红2字很有韵味，这是何处？不是吧，程昭，你竟然连怡红楼都不知道？赵二狗一个土包子不知道太正常了，你不是一直住在镇上吗？就没去怡红楼看一眼？沈少爷，你跟我过来一下。沈少爷，我喊你出来，就是想问问你，怡红楼是什么？怡红楼就是河口镇最大的青楼，没有2个钱根本就进不去怡红楼的大门。这里头的男人都是舍得花钱的，一个晚上就能花掉7、8两银子，60文一斤的卤肉放在怡红楼，价格应该能再翻个几倍。那你进去过吗？那倒没有，我爹一次才给我5两银子，这也太少了，根本就请不动花魁来陪酒，去了也没意思，还不如不去。沈少爷，怡红楼这种地方不是你该去的。当然，你愿意去也行，千万别带着程昭和二狗们一起去，咱们家穷，那地方消费不起。程昭那么穷，赵二狗这么土，怡红院的人根本就不会让他们2个进去好吧？喂，沈正，你说谁土？你不土吗？你瞅瞅你穿的都是些啥？从头到脚都是补丁，一看就是个土包子。你不也一样，一身破烂衣服也好意思说我？我虽然穿着补丁衣服，但我腹中有墨水，有才华。圣人云，腹有诗书气自华，破烂的衣服挡不住我的气质，所以我不土。你要是去城里做生意，得穿一身干净整洁的衣衫，不然那些商人狗眼看人低，不等你说什么，就将你轰出来了。这我知道，不需要你来教。二哥，我的钱拿手上也没用，借给你当生意本吧，你赚了钱记得连本带息还给我。我也没用钱的地方，二哥都交给你吧。赵二狗没有推辞接了过来，他坚信自己能赚到钱。程弯弯很喜欢几个孩子互相帮助的氛围。
大山娘，我正要找你呢。昨儿把话放出去后，有10来个人报名，等会吃了早饭就过来帮忙打土坯。打土坯的事等会再说。李正书，快看，稻庄发芽了。你是不知道，去年秋收完了，过阵子不是要耕田吗？大家都耕田，张无赖那个懒货，他偏不，张家满田的稻庄愣是发芽了，比这长得还高。李正书，这不一样。他家的稻庄长出来的青色只能当作杂草，而我们留下了关键的截止点，这个地方萌发出来的叶芽能抽穗，能长出稻子。你说啥？你说这能长出稻子？咋可能？根本就不可能。李正书，咱们认识这么久了，我啥时候骗过您？大山娘，你当初让村里人留稻茬，是早就知道会长稻子出来吗？主要目的还是想利用稻庄烧死虫卵，稻子只是意外之喜。李正书，你要是愿意信我一次，就让村里人趁这个时候赶紧追肥。这件事应该也要禀报县令大人吧？就是不知道县令大人会不会相信。不管信不信，我都得去一趟。赵达，你干啥？闲着没事，把地耕了，稻庄能肥田。平时不见你多勤快，这时候咋就开始犯糊涂？不是说了吗？稻庄留着烧死虫卵。你把稻庄翻地下，一烧就全是烟，你想熏死谁？行了，把牛赶出去，千万不要耕田，到时候吃了大亏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李正疾言厉色，赵达一个晚辈哪里敢反驳，只好悻悻地将牛牵走了。我娘生了很重的病，阿奶说我娘要死了，死了是啥意思？就是以后都没了吗？死了就是变成星星到天上去了，这是我嫂子说的。那我娘就算死了，也能在天上看着我，对吗？狗屁！死了就是死了，人死了埋在地下，被虫子吃得干干净净，变成一堆黄土。他小时候也有人骗他，说娘死后变成了天上的星星，总有一天会回来。小时候什么都不懂，信了，一直在期望中长大，希望娘能回来呢。与其给这个孩子希望，还不如残忍地告诉他，人死了就是死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沈少爷，你是坏人，我讨厌你。我娘不会死的，不会被虫子吃掉，你是坏人。好你个沈正，仗着县令之子的身份，就在村里逞威风。你但凡对付个5大3粗的男人，我也敬你是一条汉子。你竟然逮着小姑娘欺负，你说你到底干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，就说了句实话，他自己要哭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还敢狡辩？县令大人，孩子这么大了，不能打。沈正，你跪下，背一遍我们沈家的祖训。凭什么？我没做错事，凭什么要跪下？他头一甩，顺着田埂跑掉了。逆子，娘，出事了！赵二狗火急火燎地冲进来，抓着程弯弯就往外走。一路上将情况简单地说了一遍。程弯弯知道县令大人过来是为了再生稻的事，结果正好碰到了沈正这茬事。大人，请听民妇一言。沈少爷住在民妇家中，一共半个月。沈少爷有没有仗势欺人，这件事民妇最有发言权。那天沈县令将沈少爷扔下之后，沈少爷一直发脾气。赵成氏，这件事是本官思虑不周，是本官太唐突了，不该将逆子留在大河村，更不该。大人，您先听我说完。沈少爷刚来之时不愿意干活，对吃食也不甚满意，甚至还带着阿福逃走了。只不过山路太复杂，沈少爷和阿福大半夜转到深山里去了，从山坡上滚下去，一身是伤。第一天晚上，他一身伤，很累，还没有吃饭，饿着肚子在地上睡了一夜。第二天，他穿上了民妇儿子的补丁破衣服，和民妇的儿子们一起干活。虽然有怨言，但他确确实实是在做事情。那天镇上南府书院的书生们来了，大人您知道发生什么趣事了吗？沈少爷竟然说动那些书生帮着一起干活，还用马车的车轮当工具来给稻子脱力。这件事给了沈少爷启发，他让林少爷做了石滚送来大河村。石滚就是石头做的类似于车轮一样的工具，牛拉着石滚碾过稻子，能代替人力脱力，省了不少时间力气。民妇觉得沈少爷很聪明，奖励了沈少爷一个水煮蛋。不过那个水煮蛋他舍不得吃，一直藏在衣服里。前几天被民妇的婆婆闻到了臭味，将那个臭鸡蛋给扔了。大人，您知道沈少爷为什么不吃鸡蛋吗？他从小就不吃鸡蛋，就算是吃也只吃蛋白，宁愿放臭也不拿出来给其他人吃，真是浪费粮食。大人，您这是对沈少爷有偏见。沈少爷说这个鸡蛋他要带回镇上给大人吃，县衙当然有鸡蛋，但这一个鸡蛋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奖品，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鸡蛋，他想将独一无二的东西送给自己最敬爱的爹。沈县令猛地呆住，有些不敢相信，这个儿子向来和自己作对，他说东，那小子就往西，除非他发火，这小子才会乖乖听话。正儿要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鸡蛋带回镇上给我吃，也就是说正儿虽然顽劣不堪，但心里有我这个父亲。大人，草民闺女突然哭起来，跟沈少爷真的没关系，小孩子不懂事，
说啥人死了会变成天上的星星。沈少爷告诉草民闺女这话是错的，人死了睡在棺材里变成了黄土，就啥都没了。闺女接受不了这件事，就哭起来了，跟沈少爷没关系。大人要怪就怪草民吧，是草民没有教好孩子，跟小女娃没关系。起来吧。大人，民妇看到沈少爷回家了，就是回大山娘家里去了。正儿，你要是想骂我，就继续骂吧，反正我不想听。大人，沈少爷正在气头上，民妇先去跟他说几句话，眼睛都红了，告诉婶子，是不是躲起来哭了？谁哭了？我才没哭。你是想让我跟他道歉吧？我又没做错事，偏不道歉，让他打死我算了。尽说孩子气话，他是你爹，是亲爹，打死谁都不会打死你。而且啊，你爹过来是专门来跟你道歉的。怎么可能？他从来就没跟我道过歉，他就是想找借口再把我痛骂一顿。从小到大他就不喜欢我，他总觉得我丢人，觉得我不懂事，他还想给我找个后娘来管束我，我才不会让他如愿，我偏要坏他好事。想哭就哭吧，有什么事哭完再说。他泪眼朦胧地看向程弯弯，这一刻他好羡慕招二狗他们，羡慕他们有这么温柔的娘。沈正放肆哭了一回，哭过一次就该长大了，不能再赌气躲着不见人。沈少爷，走吧，出去跟你爹说清楚。大婶，你别叫我少爷了，就喊我名字吧。行，那我就叫你小郑吧。正儿，是爹误会你了，爹郑重给你道歉，你能原谅爹吗？哼，那正儿，你想让爹做什么才会原谅爹呢？我听那个小姑娘说她娘得了重病快死了，如果你真是心有百姓的父母官，就派一个好一点的郎中来诊治一下，顺便把费用也帮忙出了。这点小事沈县令自然不会拒绝，让袁师爷立即去办。正儿，你真的长大了。他收拾了一下心情，转头看向程弯弯。赵成事，让你看笑话了，我们赶紧办正事吧。沈少爷，你个好哭佬，这么大个人了还哭鼻子，比我还不如呢。你个小兔崽子竟然敢偷听，你要是敢告诉别人，我弄死你！没良心的畜生，每次我有好吃的都给你吃，你还想咬我？哼，再也不理你了。哎，沈少爷，你别生气了，看我给你带了啥好东西，刺梨可好吃了。看在你帮我摘野果的份上，我呢就不跟你计较了，以后你也别叫我沈少爷了，喊我一声郑哥吧。这咋行？我娘听到了会骂我的。不会，你娘也喊我小郑呢。四蛋，你看看那边看到了什么？就一片田，田里有水，还有鸭子。哎呀，得赶紧把鸭子赶回来。四蛋，你仔细看清楚，站在田埂上的两个人，一个是我爹，一个是你娘，还有李正爷爷和袁师爷。这两个人你就当看不到行不行？当你娘和我爹站在一起，有没有觉得特别养眼？沈少爷，郑哥，你到底想说啥？那个四蛋啊，就是吧，我就是想，我听人说你一生下来就没见过你爹，你就不想要个爹吗？生下来没有爹，我不也是过得很好吗？有没有无所谓。你就不羡慕我吗？不羡慕我有一个当官的爹吗？我才不羡慕你呢。我阿奶说，您要讨饭娘，不要当官爹。你爹要是喜欢你，咋会把你扔在我们家？我说沈少爷，你该不会是羡慕我有娘吧？你是不是想抢走我娘？是，我就是想要娘，做梦都想要个娘疼我。我想让你娘给我当后娘。你做梦，沈正，你爹是县令大人，多的是人愿意给你当后娘，别来惦记我们的娘。万一你们的娘也愿意给我当后娘呢？二哥，不准说话，让我先冷静一下。正儿，为父要先去处理政务，你在赵家好生待着，不许生事。等半月之后，为父派人来接你回去。爹，我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你说，为父听着。爹，赵大婶怎么样？赵成事很聪明，对任何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思考。他和一般的农村妇人不一样，若他是一个男子，怕是早成就了一番大事业。爹，你不是老想给我找后娘吗？胡说，一直是你阿奶在张罗，我只是配合而已。既然你不喜欢，那我以后不去就是了。沈家有你，也算是有后了，我也能跟沈家的列祖列宗交代了。爹，我以前反对这件事，是害怕后娘进门了虐待我，万一偷偷给我饭食里下药什么的，那我们沈家不就绝后了吗？我帮爹确认过了，赵大婶的人品绝对没有问题，最关键的是，赵大婶不可能虐待我。爹，不如你就把赵大婶娶回家当沈夫人吧。你这是胡闹。爹，你是不是嫌弃赵大婶生了4个儿子，觉得赵大婶配不上你？哼，我问过了，赵大婶才33，比你小2岁，你头发都白了几根，赵大婶看起来还特别年轻，和20岁的女子站在一起也丝毫不输。最关键的是，赵大婶有智慧，比城里那些徐娘子、张娘子之流强太多了。爹，赵大婶真的很好，
对我很好，而且他特别聪明，说不定还能帮爹出谋划策。呀，沈少爷这是夸咱们大山娘呢。大山娘确实是聪明，最近这段时间，李正有啥事儿都会找大山娘讨主意呢。县令大人，这是村里各家凑的20个鸡蛋，大人拿回去吃吧。一个鸡蛋2、3文，对百姓来说都是好东西。本官哪能要老百姓的东西？这使不得。正儿，为父先走了，你别胡思乱想。老太太追了几步没追上，叹息道：“要换成别的官老爷，怕是要在村里各家各户搜刮一层才会走。咱们的沈大人真是个好官。”赵大婶，我爹不只体恤民情，心怀百姓，而且做人特别有担当，从不让家人吃苦，有什么好东西都会带回来给家人。要是成了我们沈家的人，那一辈子都会有享不完的福。你爹确实不错。那赵大婶，你有没有想过？沈正，赵二狗大喊一声，将他给拖走了。二哥和沈少爷就是讨论一下生意上的事，娘，你别多想。虽说沈少爷随和，但也不能这么没大没小吧。我去好好说道说道。几个孩子闹惯了，随便他们。县令大人走了，劳烦娘帮下忙，把打土坯的人都叫回来吧。干活一天得30文，耽误了这么久，这得浪费多少啊？就算熟了也不许吃，我明儿去镇上就全靠这个赚钱了。要是赚得多，我给你们带好吃的。我想要糖人。这天气，糖人带回来都化掉了，换一个，就给你带油炸酥饼吧，我听说特别好吃。正哥，你是城里人，你应该知道啥零嘴好吃。我刚刚跟这个小子商量爹娘的事，这小子没给我一点好脸色，我凭啥要告诉这家伙镇上好吃的零嘴儿？那个，娘，我想问娘一件事。你问吧。就是那个，我记得之前有一次，娘当着村里所有人说过，一辈子不会再嫁人，要为爹守一辈子，这话还算数吗？当然算数。赵二狗，你们也太自私了吧！你们娘才33岁，正是大好年华，凭什么要求你们娘为一个死人守一辈子？以后你们都长大了，成家立业，分家后你们娘怎么办？一个人孤苦伶仃吗？父母在，不分家，只要我们娘还活着，我们4兄弟绝不会分家单过。没错，不分家。我要一辈子跟娘在一起。娘，我们一辈子都不分开。你们怎么说到这个事上去了？吃饭吃饭，别东扯西拉。哼！沈正扔下筷子，转身就跑了。说吧，你们有啥事瞒着我？沈正先跟你提起的，你来说。我一个小孩子，不懂大人的事，二哥，还是你来说吧。二狗，你来说。就是沈正他想给自己找个后娘，他觉得娘对他很好，他就想让娘当他的后娘。娘，你以后别对他这么好了，他都想来跟我们抢娘了。虽然我们是娘的亲儿子，但也没有资格让娘这一辈子不再嫁。二狗、四蛋，你们2个少说几句。哥，你想让娘嫁给沈大人吗？那以后娘就是沈夫人，是沈正的娘亲，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不管娘做什么选择，这都是娘自己的事，我们不应该仗着自己是亲儿子就左右娘的想法。大山说的没错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不能因为自己的一时私欲就去左右他人。娘，你真的要去给沈正当后娘吗？你们有你们的私心，我当然也有我的私心，我的私心就是你们呀。对不起娘，我太自私了，可是我真的舍不得娘。娘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首先想到的永远是自己，我从来没有站在娘的立场上想过这件事。你是一个孩子的立场，何错之有？我说过不会再嫁，说话算话，以后都不要再提这件事了。小郑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，你能喜欢我，愿意我给你当后娘，我很开心，但我有丈夫，而且我心里只有自己的丈夫，暂时接受不了任何人代替这个位置。沈正虽早有预料，但眼中还是浮现出了浓浓的失望。不过当不成你的后娘，我也还是你的婶子，我怎么对四蛋呢，就怎么对你。后娘和继子的关系其实挺复杂的，而且我要是带着4个儿子嫁到沈家去，你祖母被气出个好歹来，可怎么办？沈正的唇张了张，不知怎么反驳。阿奶给爹找的女人都是未曾婚嫁过的，要是知道我给自己找了个有儿子的后娘，估计会骂死我。罢了，骂我就算了，我可不希望赵大婶遭受无妄之灾。婶子，我知道了。郑兄、林兄，你们怎么又来了？你们2个最是讲究，这里是乡下，泥土地，地上还有鸡屎鸭屎，也不怕踩到脏了你们的锦靴。我要是不来，还真不知道有人如此不要脸，竟然抢走了我的功劳。不是，我怎么感觉你这话是在骂我？小郑，来者是客，你别动手动脚。林少爷，有什么话还是说清楚吧，我这一把年纪的人了，被一个年轻的后生骂不要脸，我还能不能活了？我又不是骂你，使滚是不是我找人去做的？是我林家的奴仆找林家的石匠做出来的，你也好意思说是你一个人的功劳？
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觉得是你的功劳就是你的呗，跑来跟我说什么？懒得理你。哼，反正我祖父已经请了白云镇县令去跟知府大人汇报此事，我等着领功劳就是了。赵大婶，我这次来是奉我爹之命来跟着程兄读书学习。我爹让我带了10两银子食宿费，这10天就叨扰赵大婶了。村里人吃饭就1碗大白米配1碗野菜，偶尔买点肉打牙祭，一顿10几个铜板就够了。至于住的地方，郑少爷看看我家房子就这么大，沈少爷和程昭都是在堂屋里打地铺，铺上稻草杆，就是郑少爷脚下踩的这个干草铺在地上，再铺上床单，就算是一张床了。就这样的条件，10两银子有点多。郑望风伸出去的手僵住了，每天吃白米饭和野菜，偶尔才能吃肉，这便算了。他是堂堂县令之子，怎能以地为铺？来，郑少爷让一让，我把这些干草晒一下，把里头的虫子蚊子都晒出去，免得晚上睡了身上痒。堂屋就这么大，我和程昭还有阿福睡着都有点挤了，郑兄和林兄还是另外再找个地方吧。那我们晚上回镇上过夜，白天再来大河村。郑兄你跟着程昭读书，我呢就好好研究一下这个石滚到底是何物。这个主意好，反正郑少爷和林少爷有马车，来去也方便。赵大婶，那我和林兄再去寻摸一个住处吧，先告辞了。婶子，当初你是不是也这么嫌弃我，害怕我住下？当然不是，不然我怎么会答应你留下？是沈县令跑得太快了，我任何拒绝的余地都没有啊。沈正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，他爹老说他不如郑望风读书用功，还说只要是个人，都会更喜欢和郑望风结交。这不，赵大婶更喜欢他。先等等，你们咋都不问问我今天赚了多少钱？钱哪有饺子好吃，先吃饱了饺子再说吧。县衙厨娘包的饺子都没有这个香，婶子能开吃了吗？吃吧吃吧。这群孩子都饿疯了，一说开饭就低头往嘴里狂扒饺子，肚子填了8分饱。几个孩子这才有心思去问赵二狗的生意。我带去镇上的30斤卤味，分别卖给了醉仙楼和吉祥酒楼。之前我不是说卖60文1斤吗？怕被掌柜压价，我开价是70，后来讲到了65文，也就是说我一共赚到了900文。这是我给娘和大嫂买的头花，还一人买了一个烧饼。这个拨浪鼓是送给未来侄儿的。才900文，也值得你这么的色。瞧瞧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我二哥赚900文，郑哥你才赚到100多文吧？你也好意思说？杨掌柜和周掌柜说一天10多斤根本就不够，希望我能多供应一点货。今儿我去朱家拿货，朱屠夫说一天最多也只有50、60斤猪杂碎，要不是因为猪杂碎太少，我这生意还能再扩大不少。猪杂碎可以卤，其他的也能，你好好想一下，还能卤什么？就用肉呀，卤肉肯定比猪杂碎更好吃。猪肉可以，但不宜太多，因为猪肉的其他做法比卤肉更美味，比如猪肉丸子、红烧肉、东坡肉等等。而猪杂碎最美味的做法就是做成卤味，二者没法相比。正说着，门口突然传来动静，一家人齐刷刷看向门口，就见小点、小黑、大黑和旺财4只狼狗拖着1只野狍子进来了。小点，你真棒！大黑、小黑、旺财，你们都很棒。这差不多是20-30斤，够家里吃好一阵了。不如卤野味。好，就卤野味。先用这只野狍子试试水。你将旺财跟着小点他们一起带回来1只野狍子，25斤的样子，小点占10斤，3个小的各占5斤，这只狍子腿应该差不多有4、5斤的样子。这哪行？旺财就是闹着玩的，他哪有本事抓野狍子？你还特意来1只腿来给我，这不是存心埋汰我吗？旺财还真出了力，帮着一起偷回来的呢。再不肯收下，以后我就不让旺财跟着小点出去瞎跑了。王婶子这才擦了擦手，将狍子肉接过来。这时，村那头突然传来嚎啕大哭的声音。我不去看郎中，求求你了，婶婆。生病了就得看郎中，这看诊费我这个当婶婆的出了，你还有啥不愿意的？站起来走。我不去，我没生病，婶婆，我回去睡一觉就好了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啊！秋收的时候，我就听人说张寡妇怀孕了，我还觉着不可能呢，也没当回事，看这样子，应该是真的了。寡妇怀孕啊呸，这么不要脸的事情都干得出来。放在以前，这是要陈塘进猪笼的，他是知道禁止村里私下动刑，所以才敢怀孕吧。秋收时候就怀了，但凡他要点脸，都该趁早把孩子打掉吧，既然留到现在。我觉得他怀过也中，他是想低配赵富贵娶她，一个寡妇无依无靠的。赵富贵再怎么说也是个男人，多多少少能给他一点依靠。寡妇怀孕，这是往我们徐家人脸上扇耳光。张氏，你当初是上了我们徐家族谱的，你做出这等不要脸的事，徐家是留不得你了，徐家的祖产也该物归原主。你这么做就是为了吞掉我公婆留下来的20多亩田，是不是？
从你和赵富贵勾搭在一起，你就不配喊大哥大嫂公婆了。之前是念及你给徐家生儿育女，族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，谁能想到你竟然怀了野种？你现在是想跟我去找郎中自证清白呢，还是去徐家祠堂请罪？这时，有好事者拉着郑郎中挤进人群。郑郎中是真的不想趟浑水，但事情闹这么大了，他不出面也说不过去。你的手伸出来，我诊一下脉。我是怀孕了，我怀了赵富贵的孩子，他说过会娶我，你们把赵富贵喊过来，他一定会对我负责。只要他娶我，我们两个就不是苟合，我肚子里的也不算是野种。我们大河村还从来没见谁纳妾，赵富贵还真是会玩，家里有大的，外面还有个小的，这还想把小的娶进门，笑死人了。大头娘不是来了吗？先问问大头娘愿不愿意家里来个小妾。你太狠了，你这是要逼死我，逼死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我日日去你家求你，跪在地上求你，你为什么不跟赵富贵和离？你早就厌了赵富贵，你早就不愿跟他过日子了，为啥不愿意给我腾地方？就算我和赵富贵日子过不下去了，我也不会给你腾地方，你死了这条心嘛。至于你肚子里的孩子，要是生下来，一辈子只能当野种。大头娘说完，转身就走了。张寡妇的神色突变，有些异常。下一刻，张寡妇震开了徐婶婆，一头朝场地边上的大槐树撞去。程弯弯眼疾手快，在众人还在议论纷纷之时，他一个箭步朝大槐树冲去。你为啥要救我？让我死了算了。大树他爹死了之后，我太难了。族里这些人长着人脸不干人事，从来不帮衬我们孤儿寡母。我除了找个男人依靠，还能咋办？我也不想怀野种，可他就是怀上了，我有啥办法？让我一头撞死算了，我没脸活在这个世界上了。张家把你养这么大，可不是为了给你收尸，不知廉耻的东西，我们张家的脸全被你丢尽了。娘，不要叫我娘，我没有你这样的闺女。还有，以后你也没资格当大叔他们三个的娘，是我张家叫你无芳，以后张氏与你们徐家再无任何关系，族谱上直接除名吧。徐家这三个孩子也与张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走，跟我回去，看你爹怎么收拾你。大山娘，那边闹成啥样儿了？没打起来吧？张寡妇和徐家断了关系，看张老太太那样子，应该不可能再让张寡妇回村了。那三个孩子姓徐，肯定是徐家的人抚养。不过我刚刚看了一下，那7、8家姓徐的，似乎都各有盘算，三个孩子无论去哪一家，都会被吃的渣子都不剩。张寡妇家里不比旁人，有4间土房子，还有20多亩地，刚秋收，家里的粮食也有不少。徐家人把事情闹得这么大，丝毫不顾及脸皮，到底是为了养孩子呢，还是为了吞财产？李正书，不如这样吧，让3个孩子自己选，他们要是想回张家，那就送他们回去；想留在大河村，就让他们自己选，让谁照顾，他们选了谁，这些粮食和田产就交给那家人。不过田产的地契还是得李正书您拿着，好歹给孩子们留条活路。大山娘，咋一下子不注意你就回来了？我以前还觉得徐家人很不错，今儿才知道徐家人都不是啥好东西。3个孩子没了爹，娘也被带走了。照理说，族里应该多照应着点，结果你猜发生了啥子？那6、7家人为了争夺张寡妇留下来的20多亩地，竟然打起来了。好家伙，几10个人打群架，幸好咱村里有巡逻队，这才控制住了场面。说重点，3个孩子最后去谁家了？和张寡妇他们家最亲的就是徐婶婆，照道理来说，就是去徐婶婆他们家里。不过3个孩子不肯，李正书让大叔这孩子自己选。你猜最后选了谁？你绝对想不到的一个人。选了猪婆婆。你这孩子咋这么快就说了？让你娘多猜一下咋了？好家伙，你是没看到徐家那群人的脸色，红的、黄的、绿的、紫的、黑的，各种颜色都有。徐家人肯定不愿意啊，这3孩子姓徐，哪能去老朱家？刚刚还互相撕扯的20几口人，一下子就团结了，大骂李正书多管闲事。咱们李正书可不是吃素的，这大河村当年是赵家的地盘，要不是赵家的老祖宗松口，大河村哪有他们姓徐的立足之地？李正说，要是不按照村里的规矩办事，那徐家就滚出大河村。程弯弯笑了起来，李正平时就是个和事佬，没想到在这种大事上还挺有魄力的。哟，大山娘，这是去哪呢？就随便走一走，我家那边忙得很，到处都是烂泥黄土，你们要是没啥事就别往那边走。我们又不是去你家，我带秀红去李正家里坐一会，还真以为我们张家稀罕程昭当女婿呢。程老太太一个铁公鸡，怕是半两银子的彩礼钱都拿不出来，张家根本就瞧不上。哼，我们秀红长得那是花容月貌，
嫁给有钱的人外都是的，绝不能跟着穷酸书生受苦。姑姑，别说了，你再不走快点，等下次县令大人来大河村之时，我会将今日之事如实禀报。喂，你也太不讲义气了，咱们天天晚上一起打地铺，你不帮我就算了，还去找我爹告状，哼，我生气了。他以前是真的很不喜欢沈正这样的纨绔公子哥，但和沈正朝夕相处这么多天，他对沈正慢慢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。这家伙其实很聪明，他正要说点什么，迎面就有一对妇女走过来。沈少爷，您的大恩大德，草民无以为报，只能带着闺女来给您磕头，等到了来生，草民做牛做马来回报您的恩情。我又不是官老爷，不用给我磕头，赶紧起来。孩他娘病了1年多了，秋收的时候强撑着身体打稻子，病情加重后，请了郑郎中去看，说可能熬不过这个月，要不是沈少爷帮忙请了镇上最厉害的大夫，还帮忙出了费用，孩他娘哪能保下这条命？沈少爷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。我娘说了，她要亲手给沈少爷缝制一双红色的锦袜，寓意开门红，希望沈少爷科举高中。沈少爷以后一定会高中状元，成为造福一方百姓的父母官。你们两个来干什么？我想来与程兄探讨一下四书五经，程兄可愿意抽时间与我细论一二？郑兄，请讲。如今朝廷广纳贤才，即便如此，也还是缺少真正的人才，如何求得真才，是上位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，这也是策论的考题，不知程兄有何见解？其实科举考试就是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，除此之外还可以花钱捐官呢。我们邻家一个远房的堂叔就是捐了白银几万两，当了个小官。捐官是为了缓解朝廷财政困难，与选拔人才无关。大表哥，我娘让你帮忙劈柴去。郑兄、林兄，你们也看到了，家中有事，实在是脱不开身。明日我们再聊这个问题。你们以为程昭跟咱们一样衣食无忧吗？他天没亮就得起来干活，不干活就没有饭吃。赵大婶是他二姑，又不是亲娘，肯定不会心疼他。不说了，我跟他兄弟一场，帮忙干活去了。院士在即，竟然还干农活，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。这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与我们无关。郑少爷、林少爷，两位少爷的锦靴脏了，叫别动，我帮两位少爷擦干净。郑望风和钱辉真的就没有动了，很快两人的鞋子就被李秀红擦干净了。其实我姑姑家里有个房间收拾得很干净，地面铺了青石板，床褥都是新买来给我表弟成婚用的，还没来得及用上。两位少爷要是不嫌弃，可以搬去我姑姑家住几夜。你先带我们去看看。郑少爷、林少爷，你们这是？这个李秀红之前好像是想勾搭程昭，再三被阻拦，所以现在换目标了。读书人应该知晓男女大防的道理，张家有一个大姑娘，你们二人还是尽量不要去那边。他言尽于此，这两人愿不愿意听他的，就不是他能决定的了。他拿着手里的东西，走去了老赵家。郑兄，我觉得程昭二姑说的不无道理，不然还是住在李正家里吧。无知村姑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，且去看看，继续走吧。是，郑少爷。不要脸的下流批，穿上裤子就走人，真以为我娘家的人好欺负啊？老娘好心接你来家里住，好吃好喝伺候着，你竟然对我侄女下手，我侄女天仙一样的姑娘，就这么被糟蹋了，真是造孽啊！李家大姑娘天天穿的花枝招展，这不就是明摆着勾搭有钱人家的少爷吗？我还看到他跟沈少爷搭话，咱们沈少爷瞧不上这种货色，不然也得着了张婆娘的道。说句真的，张婆娘胆子也是真的大，竟然敢算计郑少爷，凤凰镇县令大人的儿子。郑县令要是知道自己儿子被一个乡下丫头给睡了，怕是得气死。郑家白睡了一个黄花大闺女，他有啥好气的？该生气的人是我大哥大嫂。郑望风要是敢不负责，我们李家上下20多口人一起去凤凰镇的县衙门口讨要个说法。他郑望风不是还要科举吗？要是朝廷知道他干了这种丧尽天良的事，肯定不会让他中秀才。村里的人都很无语，虽然他们不喜欢郑少爷那种金贵的做派，但还是在心里默默的同情了一下郑少爷。你们别看郑望风一副谦然有礼的做派，其实他早就有了2个妾，还经常逛窑子，这下好了，马上又会有第3个妾，郑家那得多热闹。窑子是啥？妾是啥？你小孩子家的就别多问了。今天是准备考试了吧？你们赶紧再复习一下，我来监考，谁敢作弊，一脚给踹出去。二姑，这些都是村民刚拿过来的束修费。昭儿，这些大米粟米你卖给我，我按市场价给你算，这笔钱你留着当盘缠。赶考的盘缠费我有办法，这笔钱给李正，让李正拿来修学堂吧。我天天抄书，一本书就是100文，勤勉一些，1个月能抄3、4本。盘缠费我能凑齐，大河村比他更需要这笔钱。没有学堂，孩子们永远无法好好读书。
李正已经决定召集村里人集体修建土坯学堂，用不着这些钱，你自己好好收着，别以为攒个3-5两银子就能去湖州赶考，到时候花钱的地方多着呢。郑少爷真是个好少年，长得好就不说了，主要是有才华，听说明年任氏一定会中秀才。这么有才华的人，一眼就相中了我们家秀红。之前不来是因为郑大人不同意这门婚事，但郑少爷就是喜欢秀红呀。前天闹绝时，郑家没法子，只好派媒人来提亲。周哥把秀红娶进门了，咱们秀红以后可是官太太呢。秀红在咱们大河村遇到了好姻缘，这一交代我给大家发喜糖，每个人都有，沾沾喜气哈。我咋听说郑少爷都没亲自去接亲，这是成的哪门子的亲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听说是进门当妾，郑少爷家里已经有2个妾了，张婆娘侄女是第3个。这么好看的大姑娘，咋想不开去给人当妾？听说当妾的比丫鬟还不如，天天要立规矩。可不是呢吗？张婆娘把自己侄女害惨了。张婆娘本来是为了炫耀，让村里人好生羡慕她一番，结果大部分人竟然在指责。郑家是当官的，有权有势还有钱，就算是去郑家当一个妾，也比你们这些在地里刨食的人要强。以后秀红给郑家生个儿子，那他这辈子就不用愁了。咱村里没一个人能比得上秀红，一个个算啥呢？哼！他将没发完的喜糖全都拿走了。我们家的房梁到了，我去看看。上梁这天，我们家会安排吃食，大家有时间的都来凑凑热闹。大山娘没得说，这席面是我们村数1数2的了。大山娘舍得请我们吃酒，我们也要舍得卖力气，盖瓦的时候一个个仔细点。这还用你说，我们一定比自家干活还卖力。来，先喝一个。不喝了，这菜太好吃了，让我先多吃点。大嫂，你们这日子真是越过越好了。听说二狗卖卤味赚了不少钱，也带他三叔，他三叔力气大，能干不少活。是三叔觉得给我们家盖房子太累了，所以想换个活。不是，当然不是。新房子等盖瓦铺地砖就完工了，总得找个新活计。那就帮我们家耕地吧，眼看着要秋种了，可不能耽误。他们家也要秋种，秋种要耕地整田，20-30亩旱田，特别累人。他是想给男人找个轻松的活计，把耕地的事扔给二哥去干，结果绕来绕去，还是绕不开耕田。大嫂，你娘家人来了。程老太太脸色有些不好看，不会是来闹事的吧？什么风把程老太太吹来了？席位已经坐满了，我就不请您老人家入席了。咱们自家人就不说这些客套的话了，接来是让你家喜上加喜。这不是巧了吗？我也有一件喜事跟老太太说一说。昭儿，你过来。阿奶，您怎么来了？昭儿，你受苦了。程老太太，您这话就埋汰我了。昭儿在我家住着，一点都不苦呢。昭儿在我们家除了睡的地方差点，其他各方各面和我4个儿子一模一样。村里的大叔大婶对昭儿也十分照顾。对了，村里几位婶子都想把自家侄女嫁给昭儿，我想着昭儿也有18岁了，确实到了婚配的年纪，我呢就答应。你说啥？你个娼妇哪来的资格插手昭儿的婚事？我一切听二姑的安排。你要是敢插手昭儿的婚事，我跟你没完。我是赵家的儿媳妇，程老太太都能插手我的婚事，我为何不能插手我亲侄儿的婚事？这是老太太您教给我的道理，我不过是有样学样罢了。阿奶，就当我求您了行吗？别再张罗这件事了。程家早就收了2两银子彩礼，收了钱，这事儿已经定了。那就把彩礼退回去，我退你2两银子，再加200个铜板。以后你别再跟着我阿奶奶大河村。这咋行？1个多月前就给了彩礼，一直让老子等了这么久，老子耐心已经到头了，别再唧唧歪歪。今儿你必须跟我走。离院子门口最近的那桌汉子们一直盯着这边的动静，看到外村人竟敢动手，齐刷刷全都站起来了，如一堵人墙站在了程弯弯前头。来大河村闹事，真是活腻了。巡逻队的看清楚了，以后这个人再来，直接轰走。你们一个个这么护着一个寡妇，该不是跟这个寡妇早就睡过了吧？老子根本就瞧不上。正闹着，一辆马车突然出现在了新房院子门口，走进来一位打扮喜庆的婆子。哟，真热闹呢！请问这里是大河村赵成氏家中吗？是我，请问您是？哎呦，我还以为赵成氏是个人老珠黄的老妇人呢，没想到这么年轻，难怪县令大人念念不忘。我是平安镇的黄媒婆，今儿上门是替县令大人提亲来了。沈县令今年35，一表人才，仪表堂堂，后宅院一个女人都没有，清静得很。上有一个60岁老母亲，下有一个16岁儿子。沈家上上下下只有3口人。赵成氏你嫁过去后就直接当家，以后就是咱们平安县的县令夫人了。进出有马车，还有丫鬟伺候，这是多风光的事啊！大河村的人都知道，我赵成氏心中只有已逝的丈夫。我曾在孩子们爹的坟头发过誓，这辈子不会再嫁。
还请黄媒婆回去告知县令大人，这些东西也都带回去吧。你说啥？我没听清。我娘说这辈子都不会再嫁，就算是县令大人，我娘也不会嫁。县令大人，平安县的沈县令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我说的是谁？你知道城里有多少黄花大闺女想嫁给县令大人吗？县令大人不娶那些清白人家的姑娘，反而向你一个生过4个儿子的妇人来提亲，这是多大的脸面？你咋能拒绝县令大人这门亲事？你是疯了吗？婶子，你别拒绝这么快嘛，我爹还是很好的，你再考虑一下。小郑，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，我可以认你当干儿子，你也能喊我一声娘，但嫁给你爹这件事不可能。干娘好，就认干娘吧。咱村里谁懂认干亲要办啥仪式，正好今儿一起办了。不行，程弯弯，你这婆娘是疯了吧？县令大人提亲都敢拒绝，真是给脸不要脸。你一个死了男人的寡妇，能有男人要就不错了。像县令大人这样的官老爷看上你，是我们程家祖坟冒青烟，你不许拒绝，必须答应。这个县令夫人你必须当。你不用这么急着拒绝，给你3天时间考虑，3天后我再来一趟。程弯弯没再开口说什么，对方毕竟是县令大人，毫不留情的拒绝未免有损县令大人的颜面。你个蠢货，你咋敢拒了县令大人的婚事？这是程家祖坟冒青烟的大好喜事，你竟敢擅自做主给拒了，看老娘不打死你这个蠢货！阿奶，可程老太太已经气疯了，毫无理智可言，上手就开始打人。程弯弯迅速躲开，猛地后退一步，赵老太太立即将她护在身后，和程老太太掐起来了。快看，是不是一头野猪冲过来了？快散开，躲屋子里去！阿奶，快跟我去那边！程老太太一把将她给甩开，指着程弯弯的鼻子破口大骂，程昭朝程老太太扑过去。程弯弯一把拽住程昭，你疯了，小点！娘，野猪脖子上有个血窟窿，肚子上也有血窟窿，后腿也被咬伤了，应该是被野狼咬的。这山上的野狼可真有良心，知道你们家今天办酒，特意送贺礼来了。酒席继续进行着，程弯弯让人帮忙每桌添了一些卤味。野猪送上门这件事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饭后闲谈。程老太太被程昭扯到了一边，阿奶，我再说一次，不要再随便给二姑找男人了，这里是2两银子有多，您拿回去退给那个男人，让他不要再来了。这钱你留着当盘缠，阿奶也攒了一些钱，都是留着给你去湖州赶考的。你既然选择留在赵家，那阿奶就不强行带你回去了。你一定要好好读书，还有那位是沈少爷吧，沈县令的亲儿子，你一定要跟沈少爷交好，有沈少爷提拔你，还怕考不上秀才吗？行了，阿奶走了，你回去看书吧。小郑，婶子，你快看，稻子是不是抽穗了？今年应该不会饿死人了。婶子，这都是你的功劳。这是所有人的功劳，要是没人相信我，再生稻也长不出来。这事儿先别声张，等其他地里的都长出来后，大家伙一起高兴。婶子，对不起，今天我爹来提亲，其实都是我撺掇的。我爹也是因为我一句话，才做了这么没有分寸的事。明天我回家一趟，把这件事和我爹说清楚。他做什么事都是一时兴起，突然想要一个娘，就跟爹提了这事。他爹这阵子没动静，应该是去说服祖母了。祖母答应了他爹才敢来提亲。可是祖母答应了有什么用？赵婶子根本就不愿意嫁给他爹。需要我一块去吗？这是我自己惹出来的麻烦，当然是我自己一个人来解决。婶子之前说可以认我当干儿子，这话还算数吗？当然算数，不过这是大事，你得和你爹商量好了，我们再来办仪式。他2叔3叔辛苦你们了，还有2婶3婶，多亏你们留下来帮忙，不然还不知道得忙到啥时候。这些东西你们都带回去吧。野猪肉送镇上去多的是人要，让二狗拉镇上卖了，卖了钱放手上才踏实，哪能给我们白吃？二哥，这也是大嫂一片好意，孩子们都多长时间没吃肉了，是该补一补。2叔3叔要是过意不去，那就帮我挑一担柴过来。赵有银和赵有才二话不说就去忙活了。新房门口，孙水琴默默地站着，她咬住下唇，一抬头看到赵二狗快步走过来。赵二狗走路很快，目光看着前方，像是根本就没注意到他的存在。二狗哥，你在这里干啥？傻跟到处找你。其实我……二狗，你赶紧过来。娘，过来干啥？程弯弯没提孙水琴的事，他相信二狗能妥善处理好。本来就有的猪杂碎，加上赵猎户送来的野味，一共是70斤，野猪还剩120-130斤的样子。这么多卤味，明儿能卖出去吗？当然能，醉仙楼杨掌柜之前就说了，一天300斤都能吃下。爹，你找的那个黄媒婆说给赵婶子3天时间考虑，3天后再去提亲，你赶紧让媒婆别去了。我和赵婶子说好了，认干亲以后我照样能喊赵婶子一声娘。认干亲的事，我不同意。为啥不同意？怎么就不同意了？我上门提亲，
不仅仅是因为想给你找个后娘，也是我沈家需要一位女主人。赵成是聪明警慧，我很欣赏她。也就是说，县令大人是因为欣赏才想娶我娘为妻，欣赏并不是喜欢，也不是成婚的基础。县令大人欣赏聪明警慧的人，相信平安镇内有许多符合条件的女子。爹，告诉你一个残忍的事实，据我在大河村住这么多天的观察得知，全村几百个大老爷们，至少有一半欣赏赵婶子。照你这么说，这些人是不是都可以找人去赵婶子家里提亲？胡说八道！等我忙完了手上的事，会亲自去见赵成氏，我会让赵成氏看到我的诚心。赵二狗想说点什么，终于还是忍住了。小迷还要事情要办，先退下了。老爹当儿子的只能无条件支持你，要是老爹真的娶了赵婶子，那赵婶子就是我后娘。就算老爹失败了，那我也还能喊一声干娘。总之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怎么着我都不吃亏。赵小哥，这还真是不巧，醉仙楼送货的马车就要去湖州了，铺子里的碗盘碟子都要换新，两家马车都去了湖州运盘子，刚刚才走，怕是得晚上才回来。你这些卤味我倒是想要，但是抽不出人手送去其他醉仙楼。这是我的错，昨儿就该来跟杨掌柜说一声。没事儿，卤味好卖，我拿其他地方去试试。我就留60斤，实在是对不住了。赵二狗背篓里还有大约80-90斤的卤味，他丝毫不担心卤味卖不出去，随便在路边支一个摊子，1个时辰差不多就能卖完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你看醉仙楼有2层，算是河口镇最大的酒楼了。那边还有一栋楼，有3层呢，比醉仙楼更大，人也更多，一天的客人能有接近100个，他们一家就能吃下你这80-90斤卤味。我天天来河口镇，咋没听说过比醉仙楼还大的酒楼？去了不就知道了。走到正街的尽头，往右走，出现一条宽阔的街道，大白天的，其他地方是人来人往，这边却很安静。这是哪里？还记得我之前提过的怡红楼吗？看到了没？这就是怡红楼，河口镇最大的青楼，夜夜笙箫，全河口镇有钱男人最爱去的地方。青楼，我娘说过了，不许来这种地方。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子，大白天的人家青楼也不待客好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咱们是来谈生意的，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。醉仙楼的卤味几百文一盘你就觉得贵了，你知道这里卖多少吗？一碟菜，一壶酒，至少是2两银子起步，所以才说怡红楼是男人的销金窟。你的卤味在醉仙楼是65文一斤，在这里我估摸着能到80-90文。后背挺直，肩膀打开，头抬起来，咱们要装作经常来这里的样子，可不能让人小瞧了去。赵二狗在心里默念了10几遍镇定，然后真的镇定下来了。沈正好歹是读过书的人，3言2语就把来意说了。管事的出来之后，就轮到赵二狗上。他之前和醉仙楼吉祥酒楼的2位掌柜谈过卤味生意，非常有经验，不到1盏茶的功夫，就把怡红楼的管事给说服了。主要是货好，最终谈下来是75文一斤，以后每天供应60斤。拦住他，别让他给跑了！给我抓回去，关起来好好调教，再敢跑，腿打断！让2位看笑话了，这边走吧。沈正准备拉着二狗离开，却见赵二狗弯下腰，将摔在地的少女扶起来了，然后护在了身后。赵二狗，我劝你别管闲事，这一看就是被自己家人卖来的，卖身契都在人家怡红楼手上，你别管。这个小贱人就是不肯按手印，卖身契还没写成，快按住他，再反抗就揍一顿，别打脸就行了。如果是被家人卖到这种地方，卖身契不是应该早就写好了吗？这姑娘应该是被绑来的。二狗，你带她先走，我断后。我看你们谁敢走，敢管我怡红楼的事，真是活腻了。来人，把这2个人按住，打一顿扔大街上去。赵二狗，我真是被你害惨了，不然我们先跑，然后再带官府的人过来。你特么有没有一点男子汉该有的骨气？救都救了，那就救人救到底。算了，只能我站出来了，谁让我以后是你哥哥呢？我今儿就不走了，我看你们谁敢动我。你是何人？我呀，就一个读书人，我爹就农民出生。管事的放下了心，一个种田的，实在是没什么好怕的。他做了个围攻的手势。我爹会种田，但更会读书，13岁就成了童生，16岁中秀才，然后一路中举成进士，最后成了平安县的县令大人。我要是在怡红楼少了1根头发，你这怡红楼就别想再开下去了。你在怡红楼应该也听说了，我爹最近很受知府大人的重用，你们河口县的副县令在我爹面前也得矮一头。来，你动手打我一下试试，我们一起看看会有什么后果。这年头得罪了有钱人尚能化解，要是得罪了当官的，就等于是把前路给走死了。管事的已经放弃了，走到门口，他突然顿住脚步，回头笑嘻嘻的道：其实我刚刚说的全都是假的，我才不是什么县令之子，县令之子有我这么风流倜傥吗？哈哈哈，你被骗了。他说完，3人拼命往前跑。你要是不说后面那句，我们也不用被追这么久。我不说的话，那个管事的肯定会在怡红楼宣扬我的事迹，
我爹要是知道我去逛窑子，肯定会剁了我。我在我爹心目中的印象好不容易好点了，可不能被破坏掉。你放心，做坏事的是他们，不敢真的追到大河村去找麻烦。喂，你家在哪？我们好人做到底，送你回去。你要是不记得自己家在哪里了，我们可以送你去县衙，官府会派人送你回去。不会是个哑巴吧？送官府去？突然赵二狗的袖子却被揪住了，那姑娘咬住下唇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二狗，人是你要救的，这事儿你赶紧给我解决了。本少爷向来洁身自好，以身相许这事儿别来找我。那你在这里休息好了之后就自己回家吧，我们还有事，先走了。他迈步要走，没走几步，就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。他回头看到那姑娘远远跟在他们两人身后，他们停下，姑娘也停下。反正我不管了，我先走一步。娘，二哥回来了。瞧你这兴奋样，是不是你二哥又给你买了啥好吃的东西？也就你二哥天天这么惯着你。不是，二哥带了个漂亮姑娘回来，特别漂亮的姑娘，比水琴姐还好看。程弯弯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上辈子的时候，他真的很喜欢长得好看的人，但是来了大河村，他见过的2个最好看的姑娘，一个孙水琴，一个李秀红，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他是真的怕了。程弯弯加快脚步，迅速朝老房子走去。这事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都是赵二狗一个人决定的。婶子，你可千万不要去我爹那里告状。放心吧，这事儿只要你不说，你爹就不会知道。能告诉婶子为什么不愿意回家吗？别问了，他就是个小哑巴，啥都问不出来。我不是哑巴。那刚刚问你那么多，你咋一句话都不说？谢谢你们救我。半个月前，我爹去外地做生意，我继母给我说了一门亲事，对方是一个50岁的老男人，我不想嫁就从家里逃出来了，然后被人绑到了青楼。我要是回家就会被逼迫出嫁，还不如死了算了，去官府也不行。我出逃后，我继母肯定报官了，我爹再有1个月就回来了，让我在这里躲1个月，1个月后我就走。婶子，求求你了。程弯弯答应了。大山，这几天晚上你就去新房睡，那边院子里有很多木材青砖，需要人守夜。莹莹，你就跟着大嫂一起睡。程弯弯想了想，继续道：新房太大，你们大哥一个人睡有点瘆得慌。二狗，你也过去守夜。婶子，我也去。今天去怡红楼是谁的主意？小郑，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不要带二狗他们去这种地方？你不必解释，我当然知道大白天去那里是为了做生意，不管那里有多大的生意要做，以后都不许再去了，听到没？这阵子去镇上送货的事就交给大山和三牛吧，等风头过了再说。我以后再也不去了，我都听娘的。都去忙吧，在我们家没有吃白食的。我爹回来后会给银子的。婶子要是不信，就拿着这块玉佩，这是我娘留下来的遗物，我以后用钱赎回来。救你的那位沈少爷确实是县令大人的儿子，他住在我家里，也是要干活的，这跟给不给银子没关系。你是一个小姑娘，我就不给你安排重活了，以后家里的兔子和山羊你负责来喂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们。大嫂，你做饭越来越好吃了，最后几块红烧肉我拿去喂小点他们了。曹莹莹有些凌乱，用肉喂狗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他们曹家虽然有钱，但是院子里粗使的下人要吃上1口肉也挺难的。洗碗是不是轮流嘛？刚好轮完了1圈，现在是不是该轮到咱们这位新来的住户了？让曹姑娘好好休息一下，等下次再轮。曹莹莹已经二话不说开始收碗，她动作生涩地将所有碗摞在一起，抱起来就往外走。就让她洗碗，看她洗不洗得干净。你当初刚来我们家的时候，也没人这么折腾你吧？哼，我刚来第1天，饭都没吃上1口，哪像她还能吃上这么多肉？而且我一直以来就是打地铺，她来第1天就能睡床。哼，婶子太偏心了。小郑，堂堂男子汉可不能有这种心态。话还没说完，院子里就传来清脆的声音。对不起，手伤到了吗？没伤到就好。大山，你把这里的碎瓷片扫干净，一点碎屑都不能留。你拿点青菜叶子去后院喂小兔吧。婶子，山羊流血了，好多血。四蛋，快去把李正奶奶请过来。大山，赶紧烧水。惠娘，拿剪刀在火上多烧一会。出来了，肚子里还有1只，慢慢来，不急。赵大山按着母羊的手开始颤抖起来，他知道生孩子很危险，却不知道原来这么危险。惠娘也大着肚子，要是生孩子的时候也这样，那他该怎么办？羊屁股出来了，这胎位不正要出事，母羊好像也没力气了。大山，快给它喂点吃的，不然小羊崽子会憋死在肚子里。它不肯吃，我帮不上忙了，全靠它自己了。程弯弯努力回忆自己看过的相关书籍，开口道：能不能把手伸进去，或者剪开产道？剪开产道，这只母山羊就死定了。再说人手也伸不进去，山羊会疼死的。程弯弯转身走到里屋，在商城里买了石蜡油，再加上针线，这些东西放在簸箕里，
拿出来放在李正老伴面前，沉声开口道：“这是油，可以帮助手进入产道，这是针线，剪开后再缝合起来，试试吧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母羊小羊就这么死了。”程弯弯协助帮忙，羊圈生产从傍晚忙到了夜色沉沉，直到第二只羊顺利生出来，所有人才松了一口气。人群中，曹莹莹眼眶赤红，她低头一言不发走出院子。曹莹莹在一片草地上坐下来，抱着自己的膝盖，任由眼泪一滴一滴落下来。她想起了很小时候的事情，那时候娘还在，她每天都很开心快乐。后来娘怀孕了，所有人都说娘会给她生一个小弟弟，可是娘没能熬到弟弟生下来，娘没了，小弟弟死在了娘的肚子里。这10年来，她一直努力去忘记那一幕，她也以为自己忘记了。喂，你咋了？没事。你咋哭了？发生啥事了？是不是沈正欺负你？没事，我没事。不许告诉任何人我哭了，听到没？也不等赵二狗回答，他径直走到野地里，寻找肥美多汁的野草，他要带回去给母羊补身体。他伸手去拔草，可力气太小，根本拔不起来。赵二狗过去帮忙，他没有说话，就是默默地拔草。两人抱着一堆草回去。大嫂，这红烧肉看起来就好吃，我先尝一口吧。娘，我也想吃。这时候吃了，等会吃饭就别吃了。这么多呢，一下子又吃不完。大嫂你也太抠门了。他三婶，你咋说话的？刚刚大嫂还跟我说，给你和大山媳妇一人炖一只乳鸽汤，给你们补身体。大嫂最是大方，不然咋会顺便给你也买一只回来？我本来就抠门，就给惠娘炖一只吧。大嫂，我错了，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嘴上没个把门的，以后再也不说这种混账话了。我怀孕这么久，还从来没吃过一口乳鸽呢。大嫂心疼我，我知道，我也会感恩的。以后这小子出来了，让他好好孝顺大伯娘。眼皮子浅的东西，听你这话的意思，是我这个当婆婆的平日虐待你了，连一口肉都吃不上，还跑别家来舔着脸要肉吃。大嫂又不是别人，是自家人呢。他三婶是不是忘了？1年前我们一家就分出来了，早就不是一家人了。孙氏还想说什么，被赵老太太拎出去了。你要是再嘴碎，现在就给我回去，少在这里丢人现眼。娘，大嫂太过分了，我不就是吃了几口肉吗？她至于连乳鸽汤都不给我炖了吗？我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。大嫂不止抠门，还偏心呢。娘，您看那边的丫头，说是大嫂娘家的侄女，大山媳妇都快生了，大嫂把娘家的侄女弄到家里来，是啥意思？娘还不明白吗？赵老太太还真不明白，这孩子一看就很有教养，程家啥时候有了这么一个知书达理的闺女？以前咋就没听人说起过呢？老大媳妇把娘家侄女叫到家里来住，莫不是想学张婆娘，想让娘家侄女和沈少爷成一对？你总算是清醒了一回。娘，你也觉得我说的对是吗？这丫头一看就不会干活，一个水桶都提不起来，根本就比不上我们家的春花。春花力气大呀！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，你要是敢让春花做这种丢人现眼的事，我立马就让老三休了你。别拿怀孕的事来威胁我，敢给我老赵家丢人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们赵家也不要了。娘，你来的正好，惠娘不在这里，我也不知道这肉丸子熟了没，娘尝尝味道。刚刚还怒气冲冲，这会儿已经冷静下来了。老大媳妇，你那个娘家的侄女叫莹莹，姓啥来着？其实不是我娘家的侄女，是二狗和小郑两人去镇上就回来的姑娘，她爹1个月后会来接她，您老放心吧，我跟几个臭小子都叮嘱过了，不许欺负人家姑娘，孩子们进出也都很注意，不会出事的。他这么一说，老太太就放下心来了。我来炸丸子吧，你这火候控制的不太好。一大家子人正准备吃饭，院子门口就听见一个声音，是李正。大山娘，快去地里看看，稻庄抽穗了，才20天，20多天就抽穗了，再等20-30天就能丰收了。天佑我大河村，大山娘，你就是我们的大恩人。大山娘，你是我们大河村的恩人，要不是你，谁能想到地里还能再长稻子出来？你受得起我这一拜？朱老婆子直接跪在地上，程弯弯哪里敢受这样的大礼，她连忙将老人家扶起来。我只是提出一个想法，是你们所有人都愿意相信我，才会有第2次的丰收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每家每户丰收之后，都必须拿出10斤稻子送去给大山娘，这一点你们大家都有意见吗？这件事村里其他人早就商量过，大部分人都没有任何意见。再一个，建学堂的事，咱们村现在是接近200户，每家出4个时辰的工，也就是说每家派1个人干半天活，争取3-5天内把学堂盖起来。有人就要说了，家里没有孩子念书，不愿意出工，那也行，以后你儿子生了个有读书天赋的孙子，你也别送来。没有出力的人，他这一脉的所有后代都不许来学堂读书。李正叔，我家出2个人去干活。我家大孙子现在2岁，再等1年就能读书了，我家也去盖学堂。李正当场宣布，明天一大早就开始动工，争取3天内完工。村里人各自散了，李正走到程弯弯面前，
大山娘，你去镇上多，认识的人也多，你看能不能让人帮忙介绍个人来我们村教书，不一定非得是秀才，老童生也行，咱村里包吃包住。李正爷，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吗？你这孩子咋会有这样的想法？就是因为你太好了，让你来教孩子们认字，实在是浪费你的时间。明年3月还是几月就要院试了吧？这眼瞅着没多长时间了，你咋能天天跟这些混小子在一起？你呀，该把所有时间放在用功读书上，争取考个功名回来，咱们大河村人脸上也有光。李正叔说的对，你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读书上。那之前的束修费，我会全部拿出来还给大家。那倒不用，老童生也没那么好找，你先把这个月交完，该是你的东西你就好好拿着。咱们村里人虽然穷，但也不会舍不得这点粮食。李正说完就走了，心情非常美妙。程昭的心情却很复杂，他留在大河村就是为了教书，现在李正不需要他了，那他是不是要离开了？这里不是他的家，可是他生出了不舍。二姑，我先回去看书了。程昭心情复杂地回到新房，这里有专属于他的房间，很大的卧室，还有一张书桌。他透过窗户看到了沈正，开口道：沈正，你来一下。啥事？你爹说让你在大河村待10天半个月就接你回去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我说你啥意思？赶我走是吧？我偏不走。赵婶子说要认我当干儿子，我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等我成了干儿子或者继子，就算你和赵婶子是血亲关系，也比不过我。哼！他大摇大摆走了。程昭看着他的背影，一瞬间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没有人赶我走，也没有人希望我走，那我为何这么快就开始在心里上演离别呢？现在还没到该走的时候，再等等吧。娘，现在家里也忙得差不多了，我想扩大卤味生意，吉祥酒楼加上醉仙楼，一天需要350斤左右的卤味，我觉得需要找些人来帮忙。先说货源，村里几个猎户的野味货源不太稳定，最好是去跟镇上的屠夫合作，一个猪屠夫不够，再找几个，货源稳定后，这门生意才能长久做下去。再则，之前70-80斤卤味就得分成好几锅来煮，300斤那得煮1天，确实必须找人。你心里有没有合适的人选？照这样来看，至少得安排3个大锅子，还得准备大柴房，不如在旧房子那边来做这个活。王婶子家就在隔壁，不如把这个活计交给王婶子来做，王婶子负责煮，永成书收拾内脏啥的，应该能处理好这个事情。程弯弯点头，做这个事需要很大一块地方，而且最好在屋子里，旧房子就是最好的选择。镇子上酒楼里，一些帮工的是1个月600-700个铜板，有点技术的大厨是1两多银子，厨艺特别好的大厨则是3-5两。按照镇上的工价，王婶子你600文，王永成则是900文。以后那边柴房也需要王家人自己砍柴，在这个基础上，1个月增加200文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活全部包给你们，一共是17钱。王婶子整个人目瞪口呆。大山娘，我都不知道该说啥是好了。瞧我以前还老跟你过不去，还经常背地里说你坏话。我最近没说了，真的。这个活其实也不轻松，晚上还得把锅子搬到你们家放着，免得被人偷走了。大山娘，你放心，只要我王永成在，谁都甭想偷东西。大嫂，我听人说大嫂把卤味生意交给倪秋娘来做了，咋的？这件事还需要向你汇报吗？大嫂，我们才是一家人，这活你交给我和赵有才，我们一定做得比王家人好。这件事已经说定了，就是交给倪秋爹娘负责，他3婶好好养胎吧。不是，大嫂，你这么做就不对了。我虽然怀着身子，但肯定不偷懒。我力气大，干活也麻利，大嫂你咋就不能让我来做？他3婶，我当然知道你比别人更有力气，但也知道你比别人更贪吃。就前2天搬迁摆饭，你在灶房里帮忙，大概1盏茶的时间，你就从灶房顺走了大概7-8个肉丸子，还拿走了橱柜里4个刚从鸡窝摸出来的鸡蛋。你说我敢把吃食生意交给你吗？300斤交给你，到时候怕是就只剩下200斤。我就是肚子饿了，不是，我没拿。大嫂，你看错了，我真没拿。行了，你别丢人现眼。大嫂连二嫂都没找，咋会找你？走，跟我回去。二嫂，我真是替你咽不下这口气。咱们才是一家人，大嫂有啥好事不是该想到自家人吗？咋能把这么赚钱的活计给王家？二嫂，你样样比王婶子强，干活也是一把好手。闭嘴！你个挑事精，再敢挑拨离间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娘，我说的是真的，全村人都知道大嫂找了王婶子帮忙。你大嫂找谁帮忙？跟你有啥关系？早就分家了，就算你大嫂把钱白送给王家，你也管不着。老三，你要是再纵着你媳妇胡闹，你们2个就给我搬出去，早点分家，我也不用再操心一大家子这么多破事。正闹着，程弯弯从院子门口走了进来。他二婶，我找你说点事儿。大嫂，啥事儿？我找郑郎中给大山媳妇看了下，估摸着这1-2个月就要生。这女人坐月子的事儿我啥都不懂，当然了，主要是平日里太忙了，就想请二婶来帮忙给大山媳妇坐月子。这事儿就算大嫂不说，我到时候肯定也会去搭把手帮忙。这阵子就让大山媳妇多走动，
到时候好生一些。二婶来帮忙照顾45天，2两银子咋样？大嫂，你这活儿大嫂应该找我呀，这方面我有经验，我能把大山媳妇照顾得好好的，我也不要2两银子，给我1两都行。大嫂，你就让我去帮忙吧。你生了2个，二婶生过4个，你觉得谁更有经验？她三婶，你现在怀着身子，好好养胎吧，别老想些有的没的。赵有才抓住孙氏的手臂，将他拖到了院子后头，厉声道：就是你天天没事找事，不然大嫂咋会不找你帮忙？你消停点吧，再这么闹下去，以后大嫂有啥好事都会撇开我们3房，到时候你就哭吧。肚子疼，扶我到床上躺一会去。老大媳妇，你家里是有金山还是银山？钱是这么乱花的吗？2两银子太多了，减1半。不行，1两银子也还是多了，给个几百文差不多了。是的，大嫂，给200文就行了，我会尽心尽力照顾大山媳妇的。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，别再说了。我听说夏花这阵子在家里绣花，绣得咋样了？夏花拿着帕子走过来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：大伯娘，您看能行吗？这我也说不准，你明儿拿去镇上试试看，你早点起来跟着你二狗哥一块儿去就行了。谢谢大伯娘。程弯弯和老赵家的人东拉西扯了几句，这才回到自家，径直走到后院，看到曹莹在挤奶。母羊生产之后奶量很大，2只小羊吃饱之后还有剩，程弯弯就让曹莹莹帮忙挤出来。程昭和沈正这俩孩子天天读书用功，大脑必须要补充足够的营养，还有4蛋正在长身体，最好也天天喝1碗奶。他在商城买了一本食谱，制作简单且美味的，就属奶酪啊。娘，这是啥？你不是不爱喝羊奶吗？我做成了点心，你尝尝看。小孩子才喝奶，我又不是小孩。4蛋将奶酪递到唇边，浅浅的舔了下，有一丝淡淡的酸味。娘，我咋感觉这东西坏了？是有一股酸味，不过是好闻的酸味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，软软的，酸酸的，甜甜的，滑滑的，咋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？真的太好吃了，大哥、二哥、大嫂，你们赶紧尝一尝，快快快！瞧你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不就是羊奶做的点心吗？少爷吃吧。跟你一个书童抢吃的，我沈少爷的颜面何在？赶紧吃了，啰里吧嗦的。曹莹莹低头尝了一小口，不由愣了一下。这点心不简单，一般的农妇根本就做不出这样的东西。赵婶子不会是大家族流落在村庄里的大家闺秀吧？娘，奶酪好吃，可以和百味斋合作。你呀，成天就想着赚钱。这母羊是给你大嫂肚子里的孩子准备的，也就孩子还没生下来，你们才能吃上这些。等娃一出生，就轮不到你们了，更没有拿去卖钱的。现在手上的生意慢慢铺开，也是大生意。你先把手上的事情顾好。这些天是大哥和3牛送货，一样做得很好，他完全可以抽出身来。他还是想琢磨做点别的什么事儿，想多攒点银子。他已经迫不及待想买一间属于他们家的铺子。先带你去吃饱肚子，然后去绣庄。不用了，我在家里吃了个饼子，一点都不饿。赵二狗买了2个肉包子，塞了一个夏花手上。夏花拿着包子咬了一小口，闻到了一点肉腥味，却舍不得吃，她想带回去给爹娘吃。等会办完了事，再来买一些带回去，你赶紧吃了。等会拿帕子换了钱，10几个铜板应该有，应该能买几个肉包子回去。他笑着大口大口吃起了肉包子。这里的粗布也太贵了，一时要3文，我咋记得李正说是2文？李正说是平安镇的粗布2文，咱们还得再走半个多时辰才能去平安镇，走吧。河口镇的绣房真是乱喊价，咱们白云镇更贵，粗布4文1尺，麻布6文，细麻布10文，河口镇算是好的了。二狗哥，走了。夏花，你要是不急着回去，那再陪我去一趟白云镇。娘，我今天跑遍了附近几个县镇的所有绣房，主要是打听了一下粗布、麻布、细麻布的价格，平安县的这3样布匹是最便宜的。比如说粗布2文1尺，而白云镇是最贵的，要价4文，1匹布有40尺。如果从平安镇买下100匹布，拿到白云镇去售卖，净赚8两银子。二哥，你确定到手的100匹布能卖出去吗？我问过了，这个时节布庄的生意都很好，就算是角落里的布庄都有许多客人。村里人刚丰收，手上有余钱，再者天气渐渐凉了，家家户户都要给孩子们做新衣，一户农家就算6口人，那一次至少也得买40-50尺布回去。还有一些大户人家也是这个时节给下人制衣，粗略一算，100匹布都根本不够卖。你先是折腾卤味生意，这回又想做布匹生意，你心里的计划仔细跟我说一说。卤味生意现在已经走上正道了，可以让3牛负责送货，就没我啥事了。我想多找几个门路，多攒点钱，最好1个月内就能买上铺子。买了铺子后，咱家自己卖卤味。我问过了，平安县和醉仙楼差不多大的2层楼铺面，价格在800两银子左右，我们家很快就能买上铺子了。程弯弯目光带着欣赏看着这个儿子。二狗，你想做就去做，娘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
二哥，卤味生意就交给我吧，你放心大胆去做新生意。真没看出来，二狗你这小子还挺能干的。卤味生意是靠娘研究出来的独特配方，这生意换成任何人都能做好。如果倒腾不匹的事情做成了，才能证明我是真的能干。做这种生意一定要记住，不要把步子迈太大，一步一步慢慢来，因为赚多少受市场影响，所以每天都必须花时间去了解步价，还有一定要探清楚市场的深度，以防不匹购置太多砸手上。我都知道了，娘就放心吧。沈正也想跟着去，他是个爱凑热闹的性子，却被程昭看了出来，不许三心二意，好好读书。在家里的时候，爹都没管这么严，祖母也不管我，到了这里，程昭管着，还有赵婶子盯着，想出去玩一下都不行。正哥，书里有一句话我看不懂，帮我看看啥意思？问你大表哥去。让我大表哥解答这种问题，实在是大材小用。正哥，你不会是压根就不懂吧？马上就要科举了，你连这么简单一句话都不懂，肯定考不上秀才。谁说我不懂了？这么简单，我能不懂吗？我仔细跟你讲一讲。娘，我赚钱了。我从平安镇买了50匹布，拿到白云镇村里去卖，不到一盏茶的时间就卖光了，净赚2两银子。白云镇有30多个村，我明天准备扩大生意。你要注意观察身边有没有人效仿你倒腾布匹售卖，若是有人效仿，市场很容易饱和，太快扩张生意不是一个好选择。我是分3、4家买了50匹布，应该没有人知道我是干啥。娘，家里秋种之后应该没啥活了吧？你这孩子要说啥只管说，别管家里的活，说吧，到底啥事儿？娘，我想进平安镖局。镖局？你咋会突然想进镖局？你确定那边招人吗？我今天看到他们押送货物，坐在大马上，很是威风，就很想加入他们。招不招人不清楚，我明天去问问看。三牛，无论你要做什么，娘都支持你，但是你想一想，你适合进入镖局吗？如果遇到了土匪，你用什么击退他们？赵三牛认真思索起来，他连马都不会骑，镖局的人肯定不会要他。不如这样，我上回去平安镇看到了一家武行，里面学习武术的孩子还挺多的，不然先送你去武行学个半年，到时候有了自保的能力，再去镖局，如何？好好好，都听娘的安排。我去武行学武，那家里的活就只有大哥和二哥来做了。不对，二哥还要做生意，就大哥一个人，地里的事。这件事你不用担心，我花钱找人帮忙做就是了。大山，你要是有啥喜欢做的事，无论是啥，只要你提出来，娘觉得合理，都会让你去做。娘，我就喜欢种地，把种子种下去，除草浇水施肥，每次丰收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我不像老二这么聪明会做生意，也不像老三会打架，更不像四代脑子活泛会读书。我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照顾好媳妇儿，养大孩子，好好孝顺娘。好，那就朝着这个念想努力。我就留在这里，照顾好一大家子人。老二、老三、老四只管在外闯荡，不用担心家里。沈正坐在远一点的位置，心里有些吃味。赵婶子都不问他以后想做什么。阿福，你以后想做什么？说出来，本少爷尽量满足你。少爷，我想当木匠。上回赵老头子喊我帮忙去抱木头，我就帮了一会儿小忙，忽然觉得当木匠很有意思。阿福，你要是真喜欢木工活，你就跟着四蛋阿爷去学学。虽说老爷子也不太精通，但做点日常需要用的东西还是没啥问题的。谢谢婶子，我一定会好好学。你们以后想做什么，现在都可以说说。若干年之后，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有谁实现了自己最初的梦想。我以后想做大官，至少比我爹的官位要高，然后给大河村修一间青砖学堂，让这里的每个孩子都能读书。昭儿你呢？都不夸一下我的吗？就算不夸奖，也该鼓励一下吧。难道赵婶子根本就不相信我会当大官？以后的事情我说不准，目前我就想好好读书，争取明年院士能中秀才。院士还有好几个月，你们两个好好读书，争取都榜上有名。慧娘、莹莹，你们两个也说一说。等生了孩子之后，若是家里打算开酒楼，我能毛遂自荐当厨娘吗？大嫂，我就等你生完了之后就开酒楼呢，大厨的位置专门给大嫂留着。我好像什么都不会做，琴棋书画也不会，会这些有什么用？那你会绣花吗？夏花去镇上卖帕子，好像赚了5、60文，这个活计做好了也能挣钱。当然，我知道你不缺钱，那你能教夏花绣花吗？我能教吗？当然，只要你会，就能当老师。书里说，3人行，则必有我师焉。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和不擅长的，你教夏花绣帕子，夏花教你做别的事，这就是双赢。程弯弯和一群孩子聊了许久，孩子们越聊越起劲，谁都不会知道，就是这次简单的夜谈，在他们心里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。总有一天，那粒种子会生根发芽，长出枝叶，慢慢长大，枝繁叶茂，直入云霄。
程弯弯一家人早早起来，今天是他带着2个儿子去镇上，赵二狗去倒腾布匹生意，他则带着3牛去武行走一趟。是于掌柜吧？不知于是武行是否招学生？1个月2两银子，包吃包住。不过事先说好，学武这条路很苦，吃不了苦的人还是别来了。那主要是学什么？你来的时候不都看到了吗？有天赋的学招式，没有天赋的就练基础。学武之人都是这么过来的。程弯弯来的时候，院子里大概20-30个学生，有7、8个在认真练功，剩下的孩子都一副懒散的样子，还有几个年纪小点的孩子脸上有伤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伤的。我负责教习，你儿子身量体格都不错，看起来有这方面的天赋，好好练，说不定还能走武士这条路，到时候就能给你们家改换门庭了。娘，这把刀比李正叔奖励给我的那把刀还好使。你确定要在这里学武？于掌柜说了，我身量体格都不错，是有天赋的人。娘，等我学成之后，再也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那行，你就在这里好好学，过几天娘再来看你。赵嫂子今儿怎么有空来我这里坐一坐了？我们合作也有几个月了，算是老熟人了吧，就是想请杨掌柜帮忙打听一下有没有马车出售，我想买一辆马车，以后出行也方便一些。这是小事，好说好说。一匹好马的价格差不多是18两银子左右，加上车大概要20两银子出头，不知赵嫂子觉得这个价格能接受吗？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，3天后来取车。程弯弯正准备要走，突然听见旁桌聊了起来。曹家让官府帮忙发了赏金令，只要能提供曹家大小姐的消息，就赏400两银子呢。100两银子这也太多了，曹家不会是诓人的吧？听说怡红楼一个小厮去曹家报告了曹小姐的消息，曹家当场就拿了100两纹银给那个小厮。怡红楼，那不是青楼吗？青楼的人怎会知道曹小姐的消息？曹小姐这次失踪，就是被人卖到怡红楼去了。曹家也算是咱们河口镇的大户人家，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竟然进青楼了，不知谁这么好运上了这位大小姐。杨掌柜可知道曹家的情况？赵嫂子看看那边，码头上那些大船都是曹家的，曹家靠着这些船赚得盆满钵满。曹老大是我们河口镇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这位曹小姐好多天前就走失了，曹夫人都快急疯了，到处求人找这位曹小姐。不过听说曹小姐被卖到了青楼，因为被青楼老鸨强迫接客，中途逃走了。那曹家可有去官府状告怡红楼？那倒没有，怡红楼说人丢了，曹家进去搜了一圈，发现确实是丢了，这事儿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。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就算曹小姐真的找回来了，名声也毁了。他走在河口镇街头，听到许多人都在议论这件事，他也终于明白曹莹莹这丫头为什么不愿意回家当千金小姐了。莹莹，我今天去河口镇，听说了一件事儿，曹家悬赏100两银子寻找曹家千金，你就是曹家走失的千金吧？是，我就是曹家走失的千金小姐赵婶子。我知道您不是贪财的人，也知道您不会因为100两银子将我送回去，但我还是想说一句，等我爹回来后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您的恩情。我留下你可不是为了让你报恩，就是觉得你这小姑娘长得好看，我只有儿子没闺女，看到好看的小姑娘就忍不住心软。你要是我的闺女，我一定把你当眼珠子一样宠着护着。曹莹莹的眼眶蓦地就红了，她以前也是娘亲掌中的珍宝啊，可是娘亲早早就去世了。她和后娘在同一屋檐下生活10年，虽锦衣玉食，但日日胆战心惊，小心应付。她早就忘了被人真爱疼宠是什么感觉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小心被四蛋看到了笑话你。虽然你年纪还小，但是有些事也该学会自己处理了。曹家千金被卖进青楼，这是河口镇现在人人津津乐道之事。不管你有没有真的被逼卖身，但只要在青楼里走过一遭，就相当于是毁了清白。那位曹夫人现在就抓着这件事，四处散布有关于你的流言。等你爹回来那日，流言已成事实，就算你爹心疼你，怕也是不会公然将你接回家。我爹不会相信的。若是曹夫人证据确凿呢？就算是捏造的人证物证，那也是证据。你觉得爹还会相信你吗？对男人来说，尤其是成功男人，家族的名誉比女儿的生死重要太多了。更别说曹家并不是仅有你一位千金小姐。为了维护曹家名誉，为了让曹家不被人耻笑，我想你爹应该能做出你想不到的事。沈正和赵二狗知道我并未卖身给怡红楼，他们2人可以为我作证。莹莹，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证明自己未被卖身，而是要利用这件事反制曹夫人。反制？曹夫人做错了2件事：第一，趁你父亲不在，逼迫你嫁给老男人；第二，在你被卖青楼之后，不仅没有解救你，反倒将此事大肆宣扬，败坏曹家名声之人不是你，而是曹夫人。俗话说，恶人先告状，你必须在曹夫人告状之前收集证据，然后寄给你爹。那么你爹赶回来的第一件事，肯定是为你主持公道，而不是被曹夫人当枪使。
婶子，我知道了，谢谢您。等我回到曹家后，一定会好好报答婶子。你这孩子，老说报答这事干啥？两只小羊在后院子叫起来，你赶紧喂羊喂兔子去吧。曹莹莹点头去忙了。看着他的身影，程湾叹了口气。村里的孩子物质条件苦，宅院里的孩子勾心斗角也苦。希望莹莹经过这件事之后能立起来，不要再被后娘如此这般欺辱。老大媳妇，这下雨天的你过来干啥？就是有点事想找娘帮忙。家里的孩子们各有各的事情，都抽不出空来。可是家里的卤味每天要送货，就想请个人帮下忙。早上天没亮的时候坐牛车去河口镇，2家酒楼送完货后就可以回来了，大概半天时间。老大媳妇，你这负责送货的人有啥子要求吗？最好是能说会道一些。卤味一共做了3个口味，辣的、不辣的和甜的，需要根据酒楼供应情况调整口味。送货的人隔几天就要跟2位掌柜具体了解一下情况，这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。要论能说会道，还是老三会一些，老二性格木讷，要是交给他，怕给你把这事搞砸了。赵有才很能说，当年就是凭着这张嘴，把我忽悠嫁进了老赵家。大嫂你……赵老太太一道冷眼突然扫去，孙氏只好讪讪的闭嘴了。老三，你觉得这事儿能行吗？要是大嫂信得过我，我肯定把这事儿办好。工价1个月800文，你要是觉得没问题，明儿就可以接手送货的事了。可以。赵有才用力点头，他还真生怕大嫂放弃了他们3房，还好愿意拔拉他们一把，不然他们3房会跟大房2房越走越远。赵有才这个活要是没做好，我立马换人让老二做。还有送到镇上去的那些卤味，要是缺斤少两了，我就把你身上的肉割下来补上。我虽然贪吃，但也晓得啥能吃，啥不能吃，我肯定不会乱来，搞黄了这个活计。行了，别在这里杵着，刚下完雨，把鸭子赶出去放风。惠娘带着4个丫头洗个手，准备吃桂花糕了。我家里还有事情，先回去了。大麦不准走，还有春花、夏花、大旺，你们3个都不许走。你们来家里玩，大伯娘招待你们是应该的，几块桂花糕而已，大伯娘还是请得起的。行了，进屋吧。太好吃了，婶子，你看看我，自从来了大河村，我胖了好多。我也胖了一些。我长胖了，还长高了。大伯娘，我能跟着你学做点心吗？绣花我实在学不会。春花干活麻利，手脚勤快，最大的缺点是怕她娘。只要春花能赚银子，孙氏应该不会再为难这个大闺女。最近厨房里的事，我一个人确实有些忙不过来，还有院子里的一些活，我累得够呛。你来帮帮我也好，你回去跟你娘说一声，早上来我这里，晚上再回去，1天18文，看你娘同意不？春花的眸子猛地瞪大，她只是想学着做好吃的点心，让她娘别再骂她了而已。大伯娘咋就突然要给她开工钱？你说啥？大伯娘说让我去帮忙干活，1天给18文，只要娘同意，我明儿就可以过去了。同意，当然同意。你这丫头平日里就是个闷葫芦，看不出来还挺有本事的吗？不声不响就给家里赚了1天18文，这不比绣花卖帕子强多了？我不同意。娘，这是大好事，为啥不同意？赵有才和春花一对亲父女去给大房帮忙，一个搬外头的货物，一个搬院子里头的家事，不出1个月，大房岂不是要被你们3房给搬空？娘，您这是说的哪里话？赵有才除了嘴皮子利索一点，其他各方面没得说，肯定不会拿大嫂家的东西。还有春花就更不用说了，3棍子打不出个屁来，他要是能偷拿点东西回来，我都佩服他有本事。哼，我儿子和我孙女我当然信得过，我就是信不过你。有你天天耳提面命，父女2个人说不定哪天就走了歪路。春花马上就要到说亲的年纪了，我可不能让春花被人说没家教。春花这半年就在家里好好待着。孙氏被劈头盖脸一顿骂，却一个反驳的字都说不出来。春花要去干活也行，但是你这个当娘的不许去那边。以后赵有才去镇上送货，你也不许蹭牛车，想去镇上自己走着去。要是你做不到，这个活计就给别人。王家的大丫头大麦就不错，我去找大麦。等等，别去，娘，我都听您的。你说话就跟放屁似的，你觉得我会相信你？娘，我要是做不到，您就换人，这还不行吗？我知道我以前不懂事，那不是以前吗？我早就开始改了，这一时半会也难改过来，娘也要给我一点时间嘛，是吧？行了行了，院子里还有一堆事，赶紧干活去。大伯娘，不好了，一只小鸡仔腿断了。娘，我去找郑郎中来看看吧。给小鸡看病，也就你这个小傻子想得出来。春花会杀鸡吗？见我爹杀过，我会一点。麻利点杀了，今天我们做炸鸡吃。娘，你咋能？什么炸鸡？炸鸡是啥？好吃吗？等会做熟了你就知道了。赵有才，你啥时候会赶马车了？咋这么厉害？这是谁家的马车？咋让你一个人赶到咱们村里来了？天哪，赵有才，你咋这么厉害？你居然都会赶马车了？
这架马车是我大嫂家新买的，我负责赶回来。赶车其实很简单，一下子就学会了。大山娘，这也太有本事了，刚建了房子还能买得起马车。我的老天爷啊，这可是马车，有钱人家才有的东西。我们大河村竟然也有人买马车了。上回县令大人赏赐了100两银子，听说赵二狗最近这生意也做得挺不错的，买马车肯定买得起。程弯弯没想到杨掌柜这么快就给他买了马车，他上前仔细看了一下，这匹马很精神，很有活力，确实是一匹年轻的好马。娘，以后这匹马就交给我来喂，一定不会让它饿肚子。大哥，你好好种田，喂马的事情还是交给我吧。这不是活生生糟蹋钱吗？赚了点钱就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是吧？竟然买马车，这是员外老爷才用得起的东西，咱们村户人家讲这个派头做啥子？还不如买一辆牛车，牛能耕田能拉车，不比马车强多了。都分家了，你少说2句。我已经很克制了。那啥，现在天色不早了，你们家还要用马车吗？爹，您是要？我主要是想检查一下这马车有没有问题，车厢车辕啥的要不要修一下。那就麻烦爹仔细检查一下，我先去忙了。大嫂子买了马车，以后是不是就用不上我家牛车了？这个月还有大10几天，剩下的车费我退给你。他达叔，你这是说的哪里话？就是因为牛车不够用，所以才买了马车。家里的卤味生意还有布匹生意，这2样都需要车，一天天的麻烦达叔，你家里的农活也耽搁了不少。以后达叔的牛车用来送卤味，马车就给二狗做布匹生意。大嫂子，都是多亏你拔了，不然我们一家的日子真的没法过了。程弯弯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赵达的妻子生病2、3年了，一直卧床养病，靠喝药吊着一口气。你今天去河口镇查到一些情况了吗？查到了后娘和家里管事合谋的铁证，已经寄给我爹了，就是不知道我爹什么时候能收到信件。莹莹，婶子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，我在告诉你那些对策之时，并未想过做这件事的后果。如果你今天失手被曹夫人抓回去，极有可能面临……婶子不用说对不起，应该是我说一声谢谢。我今天去了一趟河口镇，才知道关于我的流言传到了什么地步。按照我爹的性格，他绝不可能容忍自己有一个辱没曹家名声的女儿。我不出手，那么最后的下场就是被我爹送到外地，随便找个人嫁了。希望你爹能尽早收到信件，也希望你爹能秉公处理这件事。以前我爹错怪我了一件事，搞清楚原委后也并未向我道歉，我还以为做长辈的永远都不需要道歉呢。赵婶子，如果可以，真想让你给我做后娘。不行。沈正的声音猛地响起，他一个箭步冲过来。婶子都不愿意给我当后娘，怎么可能会嫁给你爹？你也想让婶子给你当后娘？哼，我爹一表人才，风流倜傥，婶子都瞧不上，怎么可能会瞧上你爹？你是曹家的小姐是吧？那你爹就是曹德福，长得滚圆滚圆的就算了，后院子里至少10个小妾，而且你爹还有4、5个女儿，3、4个儿子。赵婶子是疯了才会嫁给你爹。我只是说想让赵婶子当后娘，又没让婶子嫁给我爹，你别乱说行不行？这件事你想都不能想，不许有这样的念头。你打住！你们2个别吵了，还有，你们2个赶紧把这个可怕的念头从脑海里驱逐出去。我不想给任何人当后娘。行了，赶紧洗洗睡吧。他赶紧逃跑了，剩下沈正和曹莹大眼瞪小眼。这里就是大河村新建的学堂，犬子也在大河村读书，明年院士。希望于夫子能提点1、2。提点谈不上，他若有才，无需我提点也能上榜。若腹内草莽，我说再多也无用。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为人师表，恍如梦境一般。草民见过县令大人，不是说过了吗？本官来村里，无需行此大礼。听说大河村缺一位教书先生，这位是于夫子，赵理正觉得如何？谢谢县令大人，请容草民禀报一下大河村学堂情况。共有学子72名，最大18岁，最小5岁，分成甲乙2个班。本月过后，孩子们读书1个月的束修费暂定30文，1个月即可收2两银子有余。于夫子在村里教书，1个月2两银子，包吃住，不知能行吗？钱财乃身外之物，2两银子绰绰有余了。那请于夫子稍坐一会，我这就去喊人来收拾住处。爹，你怎么来了？见过县令大人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于夫子，以后负责教大河村的孩子们读书写字。沈正、程昭，你们2个很快就要院士了，做学问写文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都可以来问于夫子。那我先来考考你们2人的学问，才好因材施教。爹，你不是说于夫子是来教大河村的孩子们读书的吗？我又不是大河村的孩子。于夫子学富五车，满腹经纶，能得于夫子一句指点，你可知是多大的荣幸？还请于夫子赐教。论语中，哀公问于有若曰：年饥，
用不足，如之何？有若对曰：何彻乎？再曰：吾有不足，如之何其彻也？百姓足，均属与不足；百姓不足，均属与足。不错，足以证明你平日有认真读书。那你来说说，这番话究竟是何意？沈正咧嘴一笑，最近程昭给他讲过《论语》，正好讲到了这一篇，他实在是太熟悉了。现在正闹饥荒，哀公问夏臣这番话，意思是想提高赋税，但于有若却主张减轻赋税。我认为于有若所言极是。那依你之见，于有若的主张该如何实施？这程兄知之甚多，这一问就让程兄来回答吧。荒年之时，收取高额田税确实能暂时缓解危机，但对百姓征收过甚，很容易导致民不聊生，民穷则生乱。程昭有条不紊地说道。于夫子满眼赞赏地看着他，在这个少年身上，他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你有字吗？尚无，恳请老师为学生赐字。于，美玉也，才艺多能，任柔当事，能担大任，就唤子瑜吧。程子瑜如何？子瑜谢老师赐字。这不是巧了吗？我的字是子爵，你是子瑜，看来我们注定要当一对异姓兄弟。你们继续考学问，我去一趟赵成氏家中问点事情。民妇见过县令大人。不必多礼。沈县令虚扶了一把，迅速地收回手，背在身后。县令大人是找小郑吗？他在学堂那边读书。不是，我是有几句话跟你说。上回我派人来提亲，确实是太唐突了，一直忙没抽出空来，也没能亲自跟你说清楚，希望你能原谅我的失礼。这件事就是孩子们瞎胡闹，我都明白，县令大人不必有心理负担。你明白就好。民妇得去做午饭呢，不然县令大人留下来吃个饭。好，我就是稍微客气一下，表示家里准备吃饭了。一般人这时候不是该提出离开吗？堂堂县令大人竟然瞧得上村户人家的吃食，看来午餐得好好下一番功夫了。家里有2张饭桌，大桌子放在饭厅里，家里几个男人陪着县令大人吃饭。县令大人放心，在升到浇水施肥丰收的细节，草民都让孙子铁柱记下来了。等稻子入仓后，这本册子会送到县衙去，让其他村的人也能效仿增收。甚好甚好，有大河村，真是沈某之幸啊！一顿饭愉快地结束了。沈县令站在院子门口，一直在等程弯弯出来。他有几句真心话想说，但是程弯弯一直在各种忙活，他站着等了许久，搞得赵老头子和李正忐忑不安地陪着。大人，未时3刻还有一个案子要审，现在是不是要回城啊？沈县令看了看天色，确实是不早了。走吧，只能下次再来了。好在儿子住在这里，什么时候来都不算突兀。这酱菜挺好吃的，装了1碗给你尝尝。哎，大山娘，刚刚县令大人是不是亲自提亲了？县令大人是个爱民如子的父母官，此来大河村是为2件事，第一是给大河村找到了一位教书的先生，第二是为了实地了解再生稻的生长情况，好跟知府大人汇报此事。至于上回提亲的事，就是个误会，你们可千万别把这事当真。我一个寡妇，名不名声的无所谓，要是污了县令大人的声誉，那可就是大罪。我以后再也不乱说了，我得告诉一下其他嫂子婶子，让他们都管好自己那张破嘴。王婶子风一样的跑出去了。程弯弯走出院子，听到小四蛋缠着程昭。大表哥，你就给我取一个字嘛，好不好？字乃长者长辈师者所赐，我来取不太合适。既然字是长辈所赐，那我来给你取一个字如何？还有你3个哥哥，我给你们1人取一个。娘，你会取名字吗？你个小混蛋，你还嫌弃我？你瞅瞅，你取的都是些啥名？大黄、二黄、大黑、小黑、小点。程弯弯确实开始认真思索起这件事来，名字寄予着长辈美好的期望，他必须得好好琢磨一下。于师兄，麻烦让一下。赵三牛，你很嚣张啊！你说让开就让开，你算老几？还有你刚刚踩到我鞋子了，你说这笔账怎么算？对不起。说对不起有用的话，咬牙医干什么？跪下来，把我的鞋子舔干净，不然今天这事儿过不去。你们这是欺负人！呵，就欺负你怎么了？这5行是我们于家的，你要是不乖乖听话，你就给我滚出去！于家有个人在衙役当差呢，就算是把你打残了，官府也不会管这档子事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我的鞋子舔干净，不然我弄死你！赵三牛低下头，从他来这里的第一天起，这几个人就针对他，也不仅仅是针对他一个，所有新来的人都会被他们轮流欺负一遍。找师傅告状也无用，师傅说在5行内，师弟就得听师兄的话，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。娘！程弯弯一把将儿子拽起来护在身后，狠狠一耳光抽过去。哪里来的老婆子，竟然敢打我！既然你父母不教你好好做人，那我来教你。以大欺小是其一，以多欺少是其二，恃强凌弱是其三。至于其四，那我就要问问你们于掌柜有没有纵容包庇。他扭头冷冷看向从里屋走出来的于掌柜。大伯，有人闹事。
竟然敢在我们于是武行生事，来人，把他拿下！师傅，这是我娘，我娘是来看我的。他的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把长刀，这是他刚刚那一瞬间在商城里所购，现代工业生产的刀具，可比古代这些刀锋利多了。于掌柜真是好威风，我儿子在你这五行学了3天，扣除这3天的学费，剩下的请全部退给我。武行有武行的规矩，交钱后一概不退。本来我也不想把这件事闹大，可于掌柜如此霸道，那我就只好找人来主持公道了。你把手上这刀留下，我就可以不计较你伤我侄儿的事。于掌柜真是会打算盘，可惜你不该把这算盘打到我头上来。谁要是过来挡住我们的去路，直接砍过去，砍伤了不要紧，我们家赔得起医药费。赵三牛举着长刀护着程弯弯，母子2人成功退出于氏武行。去找你大堂兄，告诉他于氏武行失窃，让他将盗贼速速抓起来。娘，接下来咋办？师傅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。你在武行待了3天，他可有传授你武艺？赵三牛摇头，这3天师傅让他自己跟着师兄们学基本功，可是几位师兄一直捉弄欺辱他。娘，是我太没用了。是娘没有问清楚武行的情况就将你送来，这件事是娘思虑不周，以后娘再仔细给你找一家好一点的武行。这位于掌柜，他不配师傅这2字。走，现在去衙门，这件事必须闹大，不然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被于氏武行蒙骗。赵三牛点头，跟着一起走去县衙。堂兄，就是这个老婆子在我们于家武行闹事，还偷走了于家的长刀，赶紧把她抓起来审问。大胆盗匪，还不快束手就擒？那就让县令大人升堂审案吧。如此小事，何须劳动县令大人？话音还未落下，他就看到衙门门口一个人走出来，赶紧上前行礼。小的见过袁师爷。赵嫂子是来找县令大人的吗？县令大人在书房，这边请。袁师爷，他是盗窃贼，他盗走了于氏武行的长刀，还打伤了不少人，他是犯人。这位赵嫂子是县令大人的贵客，这话要是被县令大人听到了，你这衙差也当到头了。于衙差目瞪口呆，还真是不打不相识。赵婶子，这都是误会。三牛是我师弟，我以后一定好好提拔三牛，让他不敢当。袁师爷，淫妇赵成氏告于氏武行纵容子弟伤人，告于氏武行设立学堂骗钱，告于氏武行与衙役勾连欺压学生父母，告于氏武行无法无天，罔顾王法。袁师爷，不是这么回事，就是个误会。有什么话去堂上辩解。县令大人，其实就是学堂内2个学生起冲突了，这不是什么大事。草民这就把2两学费退回去，再加医药费2两银子，还请县令大人从轻处罚。赵成氏，于掌柜共退你4两银子，你可愿撤诉？回县令大人，民妇不愿。于是武行坑骗的不仅是民妇一家，因于家有衙役当差，苦主们敢怒不敢言，在大堂外围观的人之中，一定有苦主。他话音一落，一个妇人就挤了进来，扑通一声跪在堂前。去年民妇送儿子去于氏武行学武，短短1天时间，儿子就哭着跑回来了，说于氏武行不给他吃饭，也不许他睡觉，让他端屎端尿，净干些羞辱人的活。民妇花钱是为了学武，不是为了让儿子被欺负，当即就要于家退钱，却被于家人赶出来了。来县衙报官时，就是这位于衙差将民妇给呵斥走了。你胡说！他没有胡说，事实就是如此。于氏武行只有于家的子弟才能真正被教习学武，而外人送来的孩子，要么被欺辱退学，要么留下伺候于家子弟，想学武根本就不可能。有1就有2，有2就有3，外头10几个人涌进来，跪在地上控诉于氏武行的恶行。于是武行3天内将所有学费如数退还，于掌柜及于家嫡系子弟各打20大板。至于于衙差，你以后不用来了。经此一遭，我们于氏武行还怎么混下去？这笔账我一定要算到那个臭娘们头上。还是算了吧，我刚刚跟几位同僚打听过了，那个赵成氏是未来的县令夫人，她还是个农妇就如此嚣张，等她成了县令夫人，那我们于家就是砧板上的鱼肉，哪里是她的对手？她这不是还没嫁给县令大人吗？咱们就等着瞧，看她有没有这个运气成为县令夫人。等县令大人娶了别的女子，我们再把场子找回来。师爷，带三牛这孩子下去看郎中。谢谢县令大人，县令大人秉公审案，不偏不倚，为您请愿，乃平安县百姓之幸。赵成氏不必如此客气，你在这里稍坐一会，我马上就来。他说完，转身走出大堂，不知去了何处。程弯弯不知沈县令想做什么，只得站在原地等着。沈县令走过来，将手中的东西递到了他的面前。我昨日偶然所得，觉得很适合你，你戴上试试看。县令大人，无功不受禄，这使不得。送你簪子不是论功行赏，而是我想送给你。不是吧，在这个朝代，33岁的女人很老的好吗？而且我还有4个儿子，县令大人是疯了吧？竟然来真的。
是不是沈正这孩子天天给他爹洗脑，让县令大人误以为自己必须得娶一个村妇？县令大人的厚爱，民妇承受不起，民妇先行告辞了。他转身就要走，却被沈县令抓住了袖子。抱歉，是我太唐突了，我就是想让你收下这个簪子，你戴上一定很好看。县令大人，民妇一直以为这件事是小郑一个人心其所为，所以从未当回事。现在看来，县令大人也有此意，不管是不是多想，民妇都必须说清楚。民妇决意为战死沙场的丈夫终生守寡不嫁，还请县令大人不要在民妇身上浪费时间。他说完，转身大步走出大堂。沈县令手里拿着簪子，神色变得空落落的。以后遇到这样的事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娘，不许一个人承受，知道吗？余家人都说要想学武，就必须受苦。我以为这是每一个学武之人都必须经历的。大表哥也说过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啥来着？总之就是要受苦。那我这次受苦是错了吗？但并不是所有的苦都必须承受，有些孩子没有爹娘，那么就要承受无父无母孤寡之苦；有些孩子天性顽劣，那就必须要承受磨练心智之苦；有些孩子家境贫寒，那就要承受饿肚子之苦。冬练3九，夏练3伏，劳其筋骨，这才是学武之人该受的苦，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受苦了就一定会成才，而是要受该受的苦，经历该经历的困境和磨难，千锤百炼才能成功。娘，我明白了。吃饱了我们就回家吧。母子二人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从平安县回家，走路大概1个时辰左右。路上一直在说以后的事。就在这时，路边草丛里突然传来一声闷哼。三牛，你有没有听到有什么声音？刚刚好像是一群大雁飞过去了。那边应该是有个人受伤了，我过去看看。娘，你就在这里站着，我去看。程弯弯也走了过去，看了一下伤口，左肩有剑伤，2条腿也受伤了，大腿处一直在流血，照这么流下去，怕是很快就会失血过多死亡。他看到了男人身后的一把剑，这人应该是个武者。三牛，你去把这沿路的血迹清理一下。赵三牛迅速去办，他快速从商城里买的消毒水清理，最后给男人喂了药，以免伤口感染发烧。做完这一切，赵三牛就回来了。三牛，你跟他互换衣服，背上他带回去。三牛，你这扛着谁呢？这人有些面生，不是我们大后城的人吧？三牛不是在镇上武行学武吗？出了点事，多亏他表叔在场救了他，不然这次他是要吃大亏。他表叔受了不小的伤，怕那边老太太担心，就带回来养伤，养好了再回去。村里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起来，痛斥于氏武行的恶行。刚刚赵达过去，还跟我们说了于氏武行的事，原来三牛就在于氏武行啊！于氏武行真不是东西，1个月收2两银子，不把学武的孩子当人看，早该关门了。幸好大三令上报官府，也幸好县令大人秉公审案，不然三流还得受苦力。程弯弯笑了笑，半真半假的话能遮掩一下这人的身份，这就够了。喂，二狗，你这小子怎么一句话都不说？有点累，院子里还有柴没劈，我去劈柴。二哥，这是我的活，你别跟我抢活干。你不是应该在武行吗？咋回来了？反正就是回来了。以前劈柴的活归我，现在还是归我。再生稻再过几天就要收起来了，到时候又得忙大半个月，趁这段时间有空多捡柴砍柴。二狗，你的生意先放一放，帮家里做点事。赵二狗的唇张了张，他忽然明白过来，其实娘什么都知道，只是娘不愿意拆穿他刻意维护的面子而已。娘，对不起，我不该瞒着。这是你自己的生意，没必要跟我说对不起。而且这才是第2天，连着2天失败，你就受不住了。整个白云镇所有村子，我今儿都走了一趟，布匹市场饱和了，1匹布都卖不出去。我打听过了，南阳那边不适合种植苎麻蓖麻，那边的麻布粗布价格更高，能到6-7文1尺。娘，我想去一趟南阳。我在南府书院之时，跟着先生去南阳买书籍，坐马车走了3天，且一路上都不太平。南阳有点远，就算是走水路，也需要1天1夜。二狗，你确定想去南阳吗？河口镇码头后天有商船出去，会经过南阳，我想带上货走一趟。娘，你觉得能行吗？河口镇码头上的商船一大半部分都是曹家的，曹家商船出去确实会带人，但是这些人需要至少提前1个月去曹氏商行登记信息，否则不准上船。不过我爹应该快回来了，等我爹回来后，我去说一声，你随时可以上船。二狗，你明日先去曹氏登记信息，反正粗布麻布短时间内也放不坏，你这阵子就别想布匹的事了，我们家也不差这些银子办事。赵二狗应下来，转身出去码放干柴。大山娘，那个人醒了。程弯弯放下手里的活，跟着王婶子去了旧房子那边。还记得是我把你带回来的吧？那方便询问一下你为何会受伤倒在草地里吗？男人沉默着，没有说话。我既然救了你，就不会再害你，
且你现在一身是伤，行动都成困难，万一追杀你的人再找上门来，你又当如何？我姓贺，单名一个萧字，贺萧。我被人追杀，从山上坠落，那群人应该以为我死了，不会追来了。既然他们以为你已死，那你就不必急着回去了。我救你一命，救命之恩该如何回报？你随便开口，只要我能做到，绝不推辞。你身上有一把剑，这是师傅找最好的工匠打造的碧月剑，是师傅所赐，再也找不出第二把这样好的剑，这是他唯一还剩的东西。师傅曾说过，剑在人在，剑毁则人亡，他人未亡，但心已死。那就拿走吧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身上有剑，是不是会功夫？待你伤好之后，教我儿子学功夫，用1年时间来回报救命之恩，如何？你不怕我留在这里连累你？你不是说了吗？那些人都以为你死了，一个已经死了的人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儿子们的远房表叔，是我远房的表弟，名叫萧贺。表弟萧贺，见过表姐。那你就在这里住着，好好养伤，吃食这些我会让人送来。程弯弯叮嘱了几句，走出屋内。大山娘，天都还没亮，泥鳅这批孩子就跟着张大刚去河里摸鱼。我早就说了，河里的水才刚起来，哪有啥子鱼哦？这小子非要去，鱼没摸到，捡到了不少田螺，这玩意儿我们也不会做。大山娘，你要是会做，就全部带回去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等会做好了，给你们送一碗过来。娘，这东西泥腥味很重，是不是要放点薄荷叶子？这里还有薄荷。去年大山从河里摸了这些田螺回来，我就是放了薄荷才遮住了泥腥味，但还是不太好吃。不过娘做的话应该很好吃。程弯弯让春花去山上采薄荷叶子，然后一遍一遍地清洗田螺。他正忙活着，门口突然走进来一个人，他赶紧站起身过去打招呼。于夫子怎么来了？赵成氏。于夫子以后要在村里待挺长时间，一口一声赵成氏实在是怪见外的，就跟村里其他人一样，唤我一声大山娘吧。我来此处是想问问，以后我每日2餐饭食能不能让大山娘负责做？每月餐食费需要几何？大山娘只管开口。于夫子无需担心餐食费的事，村里每个月给你付了交书费后，束修费还剩下不少呢。李正书会把这部分钱给我，每天的饭食我会让人按时送过去，于夫子就安心交书吧。于夫子连忙道谢离去。他一走，李正就满脸羞愧地进来了。我家老婆子只会水煮菜，2个儿媳妇做菜也是稀里糊涂，不然于夫子也不会来找你。大山娘，这个月又有4个孩子来上学，目前学堂一共是76个学生，扣除于夫子学费后还剩下200多文，我这里凑个500文给你，就当是于夫子每月的餐食费。程弯弯没有拒绝，他家里的伙食真的是村里顶尖的存在，一天至少1顿干饭，时不时有肉，菜舍得放油盐，1个月500文真的不贵。再则教书的先生吃好了，才有更好的精神教孩子们读书。中午的餐食相对简单，忙完后程弯弯则在院子里研究怎么做肥皂。所有的原材料放在他眼前，一堆草木灰，1罐熬制的猪油，1壶酒，还有一个陶瓷制出来的大锅。娘，你在做啥？要我帮忙吗？先把这口锅放到灶台上去。赵三牛跟他一起过滤草木灰，将里头一些没有烧尽小木块和泥巴石头过滤出来，然后将纯正的草木灰倒进瓷锅之中，加入2杯的清水，不停搅拌。赵三牛是个力气大的孩子，拿着棒槌搅拌了会就有些撑不住了，连忙大声喊：二哥，快来帮帮忙！他接过棒槌搅拌高温溶液，很是疑惑地问道：娘，这到底要做啥东西？看起来奇奇怪怪的。等做出来你们就知道了。一顿操作猛如虎，最终蜕变出来的淡黄色沉淀物就是肥皂。他之所以又开拓新事业，第一是家里确实需要用这个东西，其二就是他的储物柜不够用了，买的最多的东西就是书籍，空间塞满了书，以后出门带啥东西回来都没地方放。他正思索着，赵大山从门口迈进来。娘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个事。说吧，娘听着呢。我刚刚在地里干活，听李正爷爷说赵麻子家里要卖地，就我们新家隔壁这块地，一共3亩，他儿子娶媳妇缺彩礼钱，就想把这块下等地卖了，开价是1两银子1亩，村里人嫌贵不愿意买。你是想把这块地买回来？在旧屋住的时候，院子里可以种菜，现在的院子铺了地砖，没法种，但总得种一些，我就想把隔壁这块地买下来，正好种菜了。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不错，我去给你拿钱。种地这些事有大山规划操持，他真是半点心都不用操。他从房里多取了一些银子出来。之前荒地买了40亩，盖房子加上鸡窝鸭棚啥的，就占了差不多5亩地。这会子有了做肥皂生意的想法，还得再建造一个肥皂作坊，这块地就完全不够用了。除了隔壁这3亩地，你把我们家后头的荒地附近的一些地也买下来，再买个20亩的样子。赵大山没问买这么多地做什么，拿着银子就去办事了。以后洗澡洗头洗手可以用这个东西。娘，这是啥？这是用肥猪油加草木灰做出来的，就叫它肥皂吧。
赶紧去试一试，使用后有啥体验记得告诉我。赵二狗拿着肥皂走到边上洗了个手，他顿时满脸诧异，他的心口动了一下，生出了一些念头，不过很快被他强行压下去了。布匹的事情还没解决，我不能再想其他念头。你这孩子天天到处跑，头发到底几天没洗了？赵三牛咳了咳，不敢说自己差不多10天没洗了，他立马转移话题。娘，我今天去给表叔送饭时，他说要教我学功夫，还说是娘说的，真的吗？以后他就是你师傅。你喜欢学武，那就跟着你师傅好好学，千万不可半途而废，知道吗？那我啥时候拜师？就明天吧。拜师需要准备些啥我也不清楚，我明天问问。娘，我也想学武。学武不是一时兴趣就能支撑下去的，这是一条很苦很长的路，一旦拜师，那就必须坚持下去，你要自己好好想清楚。还有，你现在正式开始读书，每天大部分时间在看书写字，真的有时间学武吗？四蛋，你到一边坐着去想，别妨碍我排队。沈少爷像个乖宝宝一样在程弯弯面前蹲下。我有说过给几个孩子轮流洗头吗？四蛋年纪小，我这个当娘的帮忙洗一洗没什么，三牛很多天没洗了，我只能自己上手。至于这位沈少爷，不是带了书童阿福吗？让阿福帮忙洗不就完了？不过一对上沈正期待的目光，程弯弯拒绝的话就说不出口了。这就是个缺爱的孩子。过来躺下。沈正立马起身，在长椅上躺下来，还十分贴心地将自己的发束解开。我前天刚洗了头发，不臭。所以说刚刚我的头发很臭，以后还是勤快点吧，不然我在娘心目中的位置很快就要被沈正挤下去了。阿福，过来。阿福屁颠屁颠过去躺下，兴奋的手舞足蹈，他竟然能跟少爷有一样的待遇，真是太幸福了。程弯弯一连给4个孩子洗头，真的打算收工了，却看到程昭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边上，表面上一本正经在看书，实则一直往他这边瞟。算了，洗一个也是洗，洗衣裙也是洗，谁让我是这个家里唯一的长辈。昭儿，过来，姑姑给你洗个头。程昭麻利放下书本，迅速躺在了长椅上。等程昭洗完，就轮到了赵二狗，最后是赵大山、吴慧娘和曹莹莹2个女孩子。娘，我想清楚了，我确实想学武，以后我早点起来晚点睡，学武和读书都不耽误。行，那明天早上你和三牛一起拜师。既已拜师，那从此之后，你们2人便是我门内弟子。学武之路很苦，非一日能成，学武以德为先，凡事必恭敬谦虚，不可轻视，不可妄议，不可逞斗，不可凌弱。谨记师父训诫。拜师结束后，2人送上拜师礼，是大河村拜师常用的束修6礼。贺潇看着面前的束修礼，面色极其冷淡，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有多尴尬。他以为只有赵三牛一人拜师学武，所以只准备了一份见面礼。现在面前2个弟子，他该送给谁？等这2天再做一柄剑后，一齐送出吧。瞧瞧我家这小猪仔，一个个又肥又壮，今天400文一只真的不亏，在家里喂1年，长个300斤，来年能卖至少3两银子，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这里是8000银子，赶紧给我挑2只肥一点的猪崽子。大刚娘，你啥时候攒了这么多钱？我们家里这么多人，哪攒得住铜板？还不是因为我侄女出息。秀红自从嫁到了郑家，我娘家的日子那真是越过越红火。秀红当然不会忘记我这个姑姑的恩情，前日让人拿回来2两银子孝敬我，正好用来买猪崽子。哎呦，那可真不得了，你侄女以后就是官太太了。跟你家秀红说一声，让她帮忙给我闺女找个城里男人嫁了呗。也帮忙给我闺女牵个线，这女人啊，还是要嫁个好男人，才能过上好日子。村里人围着张婆娘东扯西拉，张婆娘很享受这样的围捧。就在这时，程弯弯走了过来。这4只小猪仔我都要了。都看到没？女人不靠男人，不靠儿子也能过上好日子。大山娘家的日子是我们村顶好的。张婆娘这思想要不得，你们一个个的千万不要学，别把我们大河村的脸都给丢尽了。秀红又不是大河村的人，哪能给大河村丢脸啊？程弯弯压根就不会在意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。他让卖猪的汉子把猪崽子抱下车，他牵着2只猪，吴慧娘和曹莹莹各牵1只，3个人带着猪仔往家里走。不知道为啥，曹莹莹手上的猪仔和吴慧娘牵的那只突然开始掐架，2只猪头嗷嗷叫个不停。小猪小猪，别打了，赶紧过来。1只猪挣脱跑了，吴慧娘手里的猪也强硬着想要挣脱。吴慧娘弯腰就想把猪崽子抱起来。慧娘，你住手！你一个孕妇，别使瞎力气，赶紧松手！哎呦，你们这些人杵着看啥热闹？赶紧帮忙抓猪啊！快点，别让这几个小崽子跑到山上去了。村里的汉子都是拿过程弯弯家工钱的，他们懂得感恩，懂得互助。一听说他家里2只小猪仔跑了，连忙扔下手里的活过来帮忙。于夫子在学堂门口站着，看到这一幕，整个人目瞪口呆。这个村子未免也太田节了吧！丢了2只猪，短短一瞬间，竟然有100-200号人同时出动捉猪。他立即坐下来，铺开纸，迅速地开始作画。但是画完后，总觉得有些地方格格不入。他盯着画纸看了许久，才发现
格格不入的是大山娘赵成氏。一群村户人在一起，他也在其中，可他就是这么的与众不同。明明只是勾勒了一个身影轮廓，却还是能从这轮廓中看出女子的几分优雅和贵气。这赵成氏绝不是一般人。没想到小猪这么可爱。郑哥，你家没养过猪吗？你个傻小子，县衙是审案子的地方，哪能养猪？我祖母喜欢种菜，顶多就在院子里种点家里常吃的韭菜、白菜什么的。说起来，我有好长时间都没看到祖母了。咱家里有马车了，你想阿奶了，明天就回去看你阿奶呀，反正县衙又不远。这俩小子蹲在小猪边上随口说着话，坐在屋子里的贺潇转眸看过来。这个叫沈正的孩子住在县衙，难不成是县衙之子？可是县太爷的儿子怎么会住在农户家中？县衙再不济也是朝廷七品官员，把儿子扔在村子里，实在是不符合常理。这个妇人，她气质优雅，一身贵气，一看就不是什么普通的村户人家，能让县令大人都尊敬的人，定不是什么等闲之辈。